一老头摆地毯卖石头，叫价50万。我路过随口砍了一句价5块，老头便乐呵呵的把石头卖给我。这一刻我终于知道5块钱还亏了，但我现在却没有时间跟他理论，拿着石头坐上了去往班花婚礼的火车。班花当年跟我有些恩怨纠葛，毕业后嫁给了官二代陈富生，这次特意叫我过去，未尝不是一种炫耀。这些我都知道，但我这人性子执拗，所以我明知道还要去，省得别人说我怕了。结果我刚刚坐上火车的卧铺就睡着了，梦中一尊丈八高大的金身佛陀盘坐虚空，虚空一缕金光直直打入我的眉心，顿时让我脑袋一阵刺痛，两眼一阵酸涩。半晌后我被惊醒，喘着大气爬下床，就看到一个20多岁的年轻女孩走了进来，显然她正是住在我对面卧铺的人。本来除了女孩的美貌外，我也并没有太在意什么，但下一秒眼前的布料渐渐消失，那细腻的肌肤还有能让任何男人疯狂的一幕开始浮现在我眼前。这一刻我惊了，我的眼睛居然能穿透那些不重要的东西，直接看到世上最真实最无遮掩的一幕，这让我猛地倒吸一口冷气，双眼瞪得就像铜铃。美女注意到我看她，皱起柳眉露出凛然之色，被她这一刺激，我眼前的景象才立刻恢复原状。回过神后我产生了质疑，刚才难道是我太久没导致产生幻觉了吗？女孩却突然问了一句，你不舒服吗？我回过神后啊了一声，忙道没事，感觉我之前不是故意盯着看。美女也就不再多想，点点头继续收拾行李，而我则还在纠结幻觉的事，假如不是幻觉，那我是不是还能再来一次呢？想到这里我立刻又盯着她看，果不其然，世间最多余的遮挡再次开始渐渐消失，一幕幕让人热血沸腾的画面出现，加上女孩无论身段还是容貌都极好，更是让我鼻血都喷了出来。这一刻我惊喜兴奋震撼茫然，各种情绪涌上心头，爽是真爽，就是有点太费营养，但是很快我就高兴不起来了，也不知道是不是用力过猛，本来美景无限好的一幕居然还在穿透，先是看到肌肉，然后又是骨骼，还有五脏六腑以及血液流动，这可不是什么值得欣赏的东西。再说了，我也不是那种变态。而被吓了一跳的我，也立刻退出使用双眼的状态。美女再度转过身，脸上带着疑惑：“你真的没事吗？”我干笑道：“真的没事。”就见那美女摇了摇头，铺好铺盖，坐下来打量了我一眼。不得不说，她是真的漂亮。刚才背影就已经让人赏心悦目了，现在正面看更是天姿国色一般。我的心里闪过几个念头，突然觉得这美女有点眼熟，就说：“美女是不是在哪里见过？”美女微微一笑：“你们男生似乎都这样搭讪。”我却一脸认真的摇摇头：“我确定曾经见过你。”我低下头想了想，突然一拍脑袋：“我记起来了，你是不是毕业于东海大学？你叫林贤，07级的，人称东海大学建校以来的第一美女校花。”美女愣了一下笑了，因为我说的都对，而且她一听我是校友，居然还用第一校花称呼她，心里又多了几分高兴，笑道：“没想到会在这里碰上校友。学弟，你这是要去哪里？”闲聊了几句后，林贤也知道我是他学弟，而我也把参加同学聚会的事讲了出来。林贤听说我曾向叶倩表白过，便明白我此去肯定会尴尬。既然这样，学弟你为什么一定要去呢？我干笑了一声后转移话题：“学姐这次去东海又是为什么呢？”我在一家珠宝公司做事，这几天东海正举办赌师节，想去看看能不能收购些翡翠货源。闻言我的心里一动，自己刚刚才发现有超能力，现在学姐就有赌石的门路，如果我善用能力，岂不是一赌一个准？这个想法一出，我的心猛地跳了下，抬头道：“学姐能不能带我去赌师节长长见识？”林贤顿时犹豫了起来，毕竟他是去工作的，带着一个男人多不方便。看到他的表情，我知趣道：“如果学姐不方便就算了，我自己也能过去。”我这样一说，林贤反而不好意思起来：“没什么不方便的，你既然对赌石感兴趣，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吧，彼此也好有个照应。”说完，他从身后拿出一个扁平的皮盒，里面整齐码放着上百粒黄豆大小的翡翠样品，这些都是翡翠样品。你既然要去赌师节玩，学姐就帮你上课。我看了林贤一眼，心里顿时好感倍升。这些样品怎么也值180万，林贤就这样拿给我看，我知道这是难能可贵的信任，毕竟我们多年后相见才没多久，眼前的大美女本就吸引人，如今又多了好感，我的心头不由得泛起一丝异样。就这样，我在她的指导下认识了非常多关于宝石的知识。时间渐渐来到深夜，林贤夸奖：“学弟你真是一个好学的人，说不定以后能成为此道高手。”说着他轻轻转动脖子，脸上微微露出些痛楚之色，我便随意发动能力扫了一眼，见他颈部的肌肉有气血瘀阻的迹象，立刻说道：“学姐你的脖子不舒服吗？”林贤苦笑：“昨晚睡觉落枕，到现在还很难受。”话毕，他自己用力揉捏着后颈，柳眉微皱，这让我想起我跟一位表叔学过专业推拿，手法十分独到，便建议道：“学姐要是信得过我，我可以用按摩帮你减轻一些痛苦。”林贤想着反正只是按按脖子便答应了，却不知道我的心里挺激动的。之前不小心看了学姐是个意外，我不是这么无理的人，但受了那样的刺激，加上之后跟学姐相处的又很愉快，说句实话，我已经对学姐见色起意了，俗称一见钟情。现在有机会帮学姐揉揉脖子，其实也是好的。之后我靠近，闻着淡淡的体香，甚至有点心猿意马。她的肌肤十分细腻滑腻温润，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我的目光，我不由自主又集中视线，看着光润如玉的脊背和香肩，手都不由有一些颤抖了。之后随着我的双手轻轻捏揉，一缕奇异的金色能量突然从我左眼射出，细若发丝没入了林贤后颈。这一刻我猛地一愣，所以说刚才那道金色光线到底是什么？这时林贤突然发出轻哼，一副很享受的模样，我的心中微动，难道是刚才的金色光线起了作用？想着，我又集中视线看向他颈部，大约10秒
秒钟后，我的左眼中又射出一缕金光，打入他的肌肤。这次我有准备，用眼睛的能力观察金光的去向，看到金光渗入了附近的肌肉和血管，让林贤的身体发生了奇异的变化。很显然，那道金光可以治疗伤病，甚至强化体质嘛。就这样，我一边按摩，一边实验和观察金光的能力，最终确定目前眼睛的能力范围只有1米多，远了不行，而且聚焦时间超过10秒，左眼就会自动射出金光。就这样，我捏着林贤的香肩，暗骂自己没出息，刚才居然差点没抵御住林贤的诱惑。这时林贤却出乎意料的倚在我身上，学弟你当回好人，帮我多按摩一会儿，太舒服了。感受着他身上的柔软，我的心思也活跃起来。一个这么漂亮的女子这样，我又怎么可能一点反应没有？我的双手放在林贤的肩上揉捏，没多久林贤就进入了梦乡，睡得十分香甜沉稳。见他睡着了，我只好抱着他放好枕头，轻手轻脚将他平放在铺上。之后我出门继续研究能力，第一是微视，能看到物质最微小的部分，达到分子一级；第二是夜视，能在黑暗中看清一切，比如看林贤的肌肉血管，就没借助任何光源；第三是动态视力极大提升，通过车窗观察外面景物，迅速倒退的景物在我眼中变得非常缓慢。能力很强，但是也有缺点，就是我所有能力测试完，浑身上下已经有了虚脱的感觉。回到卧铺后，我这一闭眼就已经睡到了天亮。梦中我在身上摸到了一颗珠子，仔细一看，正是那5块钱的石头。我能感受到它上面散发着能量，这让我暗暗吃惊。没想到5块钱的东西居然这么好用，可以建议朋友也用5块钱去碰碰运气。这夜我睡得不是很踏实，主要是思绪被彻底的打开了。一会儿想到去赌场狠狠赚一把，一会儿又想到从事赌石行业，定然能成为亿万富翁。不过差不多天亮的时候，我也渐渐冷静下来，明白自己拥有非凡的能力，也极有可能招来灾祸，自己一定要低调行事，闷声发财，如非必要不能乱出风头，这才是安身立命的长久之道。所以本来想去赌石节上狠狠赚一把的，现在看来还是要收敛一些才行。不知不觉林贤醒了，睁开眼看了我一眼后道：谢谢你了学弟，这一觉睡得很舒服。我则呵呵一笑，学姐高兴就好。林贤从铺上坐起来，理了理头发道：一点也不痛了，学弟的手法真好。然后突然又想起什么，学弟你的按摩从哪里学的？对枪伤有没有用？这个问题吓我一跳，一上来就枪伤是不是有点太超纲了？林贤见我迟疑笑道：不是我中枪，是我的一位师伯，当年在边境保家卫国受过枪伤，每逢阴天下雨，身上就痛得厉害，所以就顺嘴问一问你。我点点头道：我这套按摩手法的话，应该有治愈的可能。林贤的眼睛顿时一亮，那太好了，下次有时间你能来京都一趟吗？我现在一个无业游民，随时听学姐召唤。一路我和林贤交谈愉快，不知不觉火车抵达了东海站。出站后，我们看到一辆黑色的轿车候在路边，这种车的价格少说要200来万。车上走下来一个30多岁的青年人，眼神十分锐利，他向林贤躬身：小姐路上辛苦。林贤对发呆的我微微一笑：咱们上车吧学弟。上了车后，我心里嘀咕：难道林贤是富二代？可他不是说在一家珠宝公司上班吗？林贤笑说：我们先去酒店，洗漱后我带你去珠宝店看一看。点点头，越来越怀疑他就是传说中的富二代，因为珠宝店可能就是他家开的。林贤也没让我猜疑太久，白了我一眼小说：之前没告诉你，我们林家是做珠宝生意的，我负责打理东海市的几家珠宝店。闻言我一脸苦笑，想起学姐之前只说她在珠宝店上班，可没说她在珠宝店打工啊。打工人跟为自己家上班不一样的好吧。车子行驶到一家5星级酒店，林贤与我直接入住，退伍军人出身的司机李虎则停车去了。进入房间，我沐浴更衣后，林贤带我去了酒店顶层，这里是一家俱乐部，林贤是这里的会员。而来到正式场合的林贤，气质也完全拔高了一个档次，高贵优雅的气质让我忍不住频频侧目，忍不住赞道：学姐你真漂亮。林贤对我一笑，透出极致的娇美，加上身上淡雅的香气，我差点没2度对他使用眼睛能力的冲动。电梯停靠，我们来到顶楼，这里相当豪华，超过1000平方米。侍者将我们引入一座客厅，此刻有几十号人散乱的坐着，3、5人一起闲聊。林贤的出现吸引了他们的目光，立即有不少人站起来微笑打着招呼：好久不见了林小姐，越来越漂亮了，连我这个大叔都心动了。林贤向这些人一一微笑致意，称呼这个周先生，那个赵叔叔，待人十分礼貌周到。其中一位年约25、6岁青年男子笑着走来：小贤可是好久没来了。林贤笑着回应：我这不是来了吗文哥。然后林贤给我跟男人相互介绍：这是我的朋友某某，这位是庄文，你叫文哥好了，他可是东海的第一公子，这家俱乐部就是他打造的。庄文呵呵一笑，朝我伸出手：你好。我感觉他的手稳定干燥，态度温和，对他印象不错，便点点头笑说：文哥好啊。庄文第一眼看到我，感觉我身上有股与众不同的气质，还以为我有非同一般的来历。不过在接下来的交谈中，他发现我出身普通，这让他很好奇，一个普通人怎会有这种脱俗的气质。这庄文的家族在东海极有权势，年不足30，可是行事稳健圆滑，交过不少天南海北的朋友，因此丝毫没有因为我的普通家世而看低我。我们略谈几句，林贤笑道：我去做一会美容护理，你们聊吧。林贤庄文笑道：兄弟想玩什么？文哥我第一次来，没什么了解的，还请你介绍一下。庄文微笑：这家俱乐部设施比较齐全，有棋牌室、健身房、浴厅、美容保健，另外你还可以玩桌球、保龄球、网球等。如果兄弟对女人有兴趣，这里还有够味的美人哦。我在心中暗暗吃惊，心说有钱人果然会享受。看向庄文笑道：那我随便玩玩吧。庄文点头：好，反正我闲来无事，陪你一起。有庄文这个东道主引路，我很快来到台球室。这时台球室内正有2名中年男子对阵，庄文向2人微微点头，便与我站在一旁观看。我看了一会，知道他们玩的是国内流行的普通打法，8球。看着看着，我不由
由地集中精神，而我现在变态的动态视力能让我看清母球的轨迹以及出手力道应该怎么控制。进一步说，我的眼睛可以预测力量的作用效果，比如有人挥拳打向我，而对阵中的2人，其中一个技高一筹，很快便将8号球击入球洞取得胜利。败北的中年男子则索然无味，今天已经连输8局了，到此为止。说着，他将一叠筹码放在桌，转身离去。我不知道这些筹码的确切价值，便问庄文：“文哥，这些筹码价是多少？”庄文笑道：“每个筹码1万，16枚筹码就是16万。”我暗暗倒抽一口凉气道：“我也想玩一局。”刚刚取胜的中年人闻言看过来道：“小兄弟也想玩玩吗？”庄文笑道：“我这兄弟初来乍到，郭兄可要手下留情。”说着向旁边的侍者微微点头，侍者便送来了20枚价值20万的筹码。兄弟，你随便玩玩，筹码记我账上。我捏着筹码指节微微泛白，20个筹码一局定输赢，你敢接就开球。郭先生眼皮都没抬，呵笑一声：“20万而已，就陪你玩玩，你先开吧。”我在心里冷笑，这群富豪20万真是不当钱啊。侍者码球的时候，郭先生的嘴角勾起一抹笑。第一杆下去后，5号球咚一声静带，他冲庄文挤眉弄眼，然后又连进2球。不过他第3杆球卡在洞口，脸瞬间沉了一沉。我绕球桌走了半圈，脚猛地一顿后，俯身球杆划出弧线，动作很野，却顺得像流水一样。砰的一声，母球像装了导航，狠狠撞向14号球。那球弹边反弹，稳稳进洞。庄文猛地拍手，巴掌都红了。好球！我则回以微笑，因为早用透视看穿了力道轨迹，这球必进。之后我又连清几球，8号球前挡着死球。郭先生突然嗤笑道：“小兄弟，这局你输定了。”我抬眼扫他眼底冒火，试过才知道。跟着我手腕一抖，球杆带起风声，砰的一下，母球撞边反弹，8号球斜飞出去，撞边再弹，画着弧线钻进洞里。庄文惊得张大了嘴，下巴都要掉了。郭先生疼的一下站了起来，厉害！今天我算开眼了。之后我把筹码揣进兜里，脸上装的云淡风轻，心里却炸开了花。毫无疑问，这20万赚得太他妈爽了。这次轮到郭先生搓着手指节泛白，老弟，咱们换个玩法怎么样？庄文也凑过来道，眼里闪着光，去试试手气。我点点头道，可以，奉陪到底。之后我们多叫了一个人来到麻将包间，郭先生拍板1000的底，牌局刚开，我就看透了他们的牌，张张气牌都准得吓人。15圈后，我面前筹码堆成小山，庄文盯着我直皱眉，郭先生则额头汗珠子滚落，声音发哑，改梭哈吧。我继续笑着点头，反正换什么都一样，有本事你换眼睛不能玩的游戏。半个小时后，我赢了100多万。郭先生的脸白得像纸，兄弟，今天就到这吧。回到会客大厅，林贤正踮脚张望笑问，输了多少？庄文抢着喊道，他总赢了200万。这小子纯扮猪吃老虎。林贤的眼睛瞪得溜圆，嘴都合不上了，说道，赢得好啊，我堂哥在这里输了800万。庄文的脸一黑，正要说啥，电话却突然响了。接完他的脸更扭曲了，孙大师呢？1小时内我必须见到他。挂了电话，庄文像被抽走了魂。林贤轻轻叹气，乐了又犯病了。庄文声音发颤，他咬伤了舒姐，我不太了解情况，也不好多话，只能等有机会再问林贤是怎么回事。第二天一大早，我跟着林贤扎进了赌石节，天机大厦里挤满了人，他去应酬，我则直奔地区，盯着那些石头，嘴角勾起笑意。凭我现在的能力，害怕钓不到好石头吗？当然不可能。果然，一块不起眼的石头里藏着冰种子翡翠，才8000块。正挑得兴起时，林贤回来，身后跟着一个西装男人，手若有若无地搭在他的腰上，眼神黏得就像苍蝇。我心里的火蹭的一下冒了出来，大喊一声学姐。那男的皱眉，语气很冲，林小姐，这穷小子就是你的同学。林贤刚点头，之后通过他的介绍，我知道男人是东海千富珠宝的徐博，同时也是这次赌石节筹办者之一，混赌实业多年。徐博这时也瞥见我购物车里石头，鼻子嗤了一声，这些破石头扔了都嫌占地方。我的眉头一蹙，给他杀人眼神，赌石靠的是眼力，不是靠嘴，你敢跟我赌一把吗？徐博嗤笑道，小屁孩一个罢了，输了别哭。他掂量着石头，唾沫星子乱飞，这毛料赌长概率不到1成，要是输了，你就给我200万。徐博仿佛瞅准了我没钱，却没想到我把银行卡拍在桌上，赢了，今天我在赌石节的一切消费你买单。林贤急得拽我胳膊，掌心都出汗了，我却笑说，学姐信我。再然后鸡公开始操作，擦出第一抹绿石，徐博的脸刷的一下僵了。待到四面开窗后，满绿晃得人眼晕，林贤激动地跳了起来，声音都一些抖了，四面都绿，有人更是扯着嗓子喊200万我要了，却见我直接塞给林贤，学姐要吗？你要就200万。说完我又看向徐博，就见徐博的脸色现在一片乌青。徐经理毒品怎么样啊？我也不为难你，等会我去挑300万以下的毛料，你来买单。徐博这时真想过来打我一拳，但他毕竟有身份，经历过风浪，长吸一口气后缓缓道，看来你运气不错，我愿赌服输，你可以去选料了。我转头对林贤道，学姐一起去吧。林贤点头款步走来，笑容风情万种，妩媚动人，看得我的心头一颤。林贤笑说，好啊，我很想看看你是不是还有这么好的运气。跟着也沾沾光。之后我们来到 C 区大厦2层，正挑着石头，身后突然有人喊我，回头一看，我这次过来要参加婚礼的叶倩正挽着她的未婚夫陈富生走来。此时此刻，我的脑海里不受控制地浮现当年向叶倩表白时的情景。当时的叶倩柳眉倒竖，像受了侮辱一样，冷冷的道，你这样的人居然也敢向我表白。那个时候的我成绩好，长得也不差，所以自我感觉良好，却被她一下子打击懵了。叶倩仍在一脸不屑，你在东海有房吗？你家人有能力在东海帮你买房吗？东海这样的一线城市，一套房几百万，我一个小城市的普通家庭，凭什么觉得能给我幸福？叶倩的眼里露出轻蔑，有个叫陈富生的追我，他家在东海有12套房，2家上亿资产的公司，姐夫还是上市公司老总，相貌端正，对我也非
非常照顾，前天还给我买了3万8的包。你说如果你是我会怎么选？话倒是都很现实，但对我的自尊心却打击极重。当时的叶倩高傲的就像一个公主道：我长得漂亮，漂亮和钱财一样也是资本，既然有就要好好利用，为自己争取最好的未来。你没有资格对我品头论足，你也一辈子追不上陈复生。随着往事涌上心头，我的心情十分复杂。而叶倩曾把我表白的事告诉陈复生，他在学校时也特别注意过我，自然认得。此时叶倩假笑，听同学说你怎么没去我给你们订的宾馆？我已在外面订了房间，不劳你们费心。呵呵，大家是老同学了，别客气嘛。说着叶倩拿出皮夹问道：你过来时的车票带没？我帮你报销，你家离东海远，车票钱可不便宜。听到这话我心中怒火滋生，来的时候我选最贵的卧铺，确实是想宰陈复生一刀，但叶倩在这种场合用这种语气说，让我感觉被侮辱了。旋即我语气转冷，区车票我出得起。叶倩脸上露出不快，心想这货不知好歹，正要说话却看到林贤走了过来，手里还拿着块原石对我道：你看这块石头怎么样？说完他才注意到对面的陈复生和叶倩，这两个是你的朋友吗？林贤的曼妙身姿和高贵气质，外加一张漂亮脸蛋，一下把叶倩比了下去，甚至可以说叶倩像跟凤凰比的土鸡，就连陈复生的眼睛都瞬间亮了，紧紧盯着林贤，伸手笑道：你好，我是张军的同学陈复生。林贤还没说话，陈复生这3个字一出现，聪明如他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则趁机介绍，这位林贤是我的朋友，原来是东海大学有史以来的第一校花。陈复生的眼睛都亮了，叶倩立刻重重咳嗽一声，眼前2个男人注意力都放林贤身上，这让他既失落又恼怒。林贤的气质容貌和第一校花的名头，也让他莫名升起了强烈的嫉妒。陈复生这才想起女朋友在，没想到林小姐与张军认识。这时我才正式向林贤介绍眼前2货，这2位是陈复生和叶倩，这次同学聚会就是他们倡议的。林贤优雅一笑，原来都是校友，很高兴见到你们。是啊是啊，大家都是校友，今晚我做东请林小姐吃饭，还请林小姐一定赏脸。陈复生逮着机会发出邀请，林贤则歉意道：不好意思，我晚上还有其他事，改天我请大家。陈复生一脸遗憾，太不巧了，不过没有关系，以后见面的机会还多着。然后眼珠一转又说，后天东海大学有校友聚会，不知林小姐有没有空？陈复生想着有第一校花参加，聚会的意义一定非凡，我却在心里暗骂，明明是同学聚会，哪来的校友会？陈复生你扯什么犊子？林贤笑道，后天有空的话我一定去。陈复生立刻满脸堆笑，那我们恭候林小姐的大驾。双方寒暄片刻，林贤才有机会把手中的原石递给我，大福星你也让我沾沾好运气，帮我看看这块。赌石这行有一刀穷一刀富之说，3分眼力7分运气，所以林贤这话不只是说笑。我一本正经接过黑乎乎的石头，翻来覆去看几眼，发现里面只有一缕淡绿，说道，我不太看好它，而且价格卖到9万贵了。林贤点头，就要把石头送回去。陈复生却心中一动，我相信林小姐的眼力一定很棒，这块石头我买了。我差点没忍住笑喷出声，暗骂一句散兵，表面却不动声色。是啊，我也不懂，随便说的，说不定真能赌涨。林贤也没有意见，直接了递过去，祝你一刀暴涨。陈复生笑眯眯的接过石头，让服务员解释去了。叶倩气呼呼的跟在后面，我这时道，学姐我帮你挑一块好的。林贤点头，好啊，要是赌涨了分你2成，那要是赌垮了呢？林贤顿时板起脸，你当然也要赔我2成。之后我们一边说着玩笑话，一边开始选石，最终我的目光落在一块西瓜大小，标价9万9的黑乌沙。这种黑乌沙是矿坑底层开采的，颜色乌黑，上面布满松花式的纹路。透视这块黑乌沙后，我的心头狂跳，里面有茶壶大的冰种帝王绿料子，这可是帝王绿，是翡翠中最珍贵的颜色，绿中帝王，如果还是冰种，价值更大。林贤见我盯着黑乌沙看，笑问，怎么看中这块了？我心里做着思想斗争，这翡翠掏出来能卖上千万，当然想自己留着，念头一出我却笑了，因为凭我现在的眼力，还怕以后找不到好翡翠吗？林贤人这么好，就当送给他的一份大礼又能怎样？人活着得有大点的格局不是吗？想到这里我微微一笑，我确实觉得这块不错，学姐要不要下手？当然，就是来借你的运气的。林贤当场让服务员拿石头直奔解石现场。到了解石区后，陈复生买的石头已经解开，剖面上只有细细一缕绿，周围看热闹的人发出惋惜声，叶倩则在一旁抱怨，这下好了，9万块买个破石头。陈复生的心情也非常恶劣，怒道，你嘟囔什么？不就是9万块吗？我陈复生不在乎。两人正相互泄愤，就看到我和林贤拿着石头过来，陈复生立刻换上笑脸，林小姐你挑完了？林贤点点头，是啊，我让他帮我选了一个。陈复生刚刚切垮心里不爽，便顺口呛道，你懂赌石吗？这块石头9万多，别白白浪费林小姐的钱。我不说话，因为没什么好说的，等石头里面的帝王玉现世，根本就不需要我再多说任何一句，又何必浪费口水？谢石师傅开切，赌石过程非常刺激，石头没切开前，人们都有美好的期待。林贤也是一样，紧张地盯着切割中的黑乌沙，呼吸有些急促。陈复生也瞪大眼心道，最好什么都切不出来，让这小子丢脸。很快，一扇石面被切下，剖面上露出一抹浓浓的绿意，有眼尖的看客大叫，出绿了。林贤吐了口气，呼吸又急促了几分，拿出强光手电筒，弯腰认真观察露出的翡翠。他俏美的鼻尖因兴奋冒出细密汗珠。陈复生的心里则是一沉暗骂，这穷小子运气怎么这么好？看样子这翡翠值不少钱啊。叶倩的心情更是复杂，当年自己看不上的家伙，难道时来运转了不成？不仅认识极品校花林贤，还会赌石。而随着林贤从小接触翡翠，此刻观察下来也算有了结果，强忍着惊讶低声道，冰种帝王绿，还非常接近玻璃种，如果表里如一，价值能上千万计。而且这块翡翠原产地基本在缅国，看
开采几百年矿快枯竭了，价格还要不断攀升。拳头大的玻璃种帝王绿价值上亿元，眼前这块虽不是玻璃种，但水头足，品相在冰种和玻璃种之间，卖几千万都不成问题。听到林贤的话，陈复生大吃一惊，千万级啊！他管理的公司一年收入也就这样。叶倩则死死盯着那块翡翠，突然想让我帮他挑原石，但想到当年那样对我，话到嘴边又说不出口。我的表情也很震惊，不是假装的，心里知道是一回事，看到又是另一回事。毕竟面对的是千万价值的东西，上千万啊！国内资产超千万的已经是富人了。林贤直起身子道：“我之前说过，赌账了分你2成，学弟，你现在是小富翁了。”我则依旧在假装淡然，可是一下子有了上千万，父母的生活能大大改善，自己也不用愁找不到工作，生活的质量直接提升好几个档次，这样还不能让一个平头百姓兴奋？那我真不知道还需要什么了。林贤长长吐出口气，对不远处的保镖李虎摆手，让他收起石头，再然后对我道：“还有300万的石头要买，你陪我选。真期待你还能不能挑中极品翡翠，因为之前和徐博打赌赢了，所以我们今天挑的原石总价只要不超300万，可以随便选，反正又不花我们的钱。不过今天连续切出2块翡翠，开始有些太扎眼了，所以我苦笑说我只是运气好。”再然后林贤笑嘻嘻地拉着我继续挑原石，看着我俩离开的背影，陈复生眼中闪过恼恨。一直以来，他在我面前有优越感荡然无存，什么时候被这样比下去过？妒火几乎要让陈复生丧失理智。叶倩咬了咬唇道：“复生，咱们也去选几块好吗？说不定也能赌账。”陈复生看了叶倩一眼，突然对她有些厌恶。当年在校园，叶倩确实漂亮性感，是他心目中的女神。林贤微微一笑，世界之大，果然无奇不有，能和张军合作，说不定能成翡翠行业的霸主。跟着他又想到了林家的情况，我爸虽然是林家的家主，但家族的大半产业被二叔把持着，已经在威胁父亲的地位了。看来我们的合作必须要避开林家，由我和张军共同经营。短短的时间内，林贤想了许多，见到我的第一句话便是：“学弟，我愿意与你合作。”闻言，我只是淡淡一笑：“那咱现在就草拟个计划吧。”林贤摇头：“这儿不是说话的地儿，我们先回酒店。之后等我们回到酒店，早已过了饭点，随便对付了几口后，我们回房谈事。就连李虎都被知道门外站岗，这一谈就谈到了后半夜，总算把合作方向和法子定下来了。最终结果是我们1个亿的启动资金，成立天行珠宝有限公司，我们1人1半股份，我管货源，他掌渠道。可问题我现在哪有1个亿啊？只能把之前买的原石解了一部分，按市价卖给林家凑入股的钱。这可是林贤个人跟我的合作，跟林家没有半毛钱关系。当然他会借林家的渠道，帮咱们这新公司搭架子。正说着细节时，林贤的手机响了，是徐博打来的，邀他去参加一个宴会，说是赌石节主办方组的局，来的都是珠宝圈的大佬。林贤一口便应下，挂了电话后冲我笑：“张军跟我一块去吧，我给你介绍几位前辈。”我想都没想就摆手道：“算了，我跟那个徐博不对付，不太想去。”林贤点了点头：“也好，那你先歇着，明天再聊。”之后他换独自跟李虎去赴宴，房里就剩我一人，闲得发慌，干脆出去找点吃的。不得不说，东海这城市是真发达，基础设施都没话说，吃饱喝足，顺道溜达到附近的幸福公园消消食。这公园可不小，30多亩地，山清水秀的，这会儿正是人最多的时候，三三两两的游人到处都是，什么广场舞练、太极剑，都是起来晨练的人。晃着晃着，我看到一个皮肤白皙的少妇，我必须对天发誓，我看穿这位少妇的一切绝对不是故意的，只是因为我在练习看大爷大妈身上的病症，转头就不小心看到她了，真爽。就在这时，前面突然一阵骚乱，一群老头围在那里喊救命，也有人在打电话，听声音好像是有人晕倒了。于是我3步并作2步冲过去，就见个70多的白胡子老头捂着胸口躺在地上，脸白的跟纸一样。旁边有人高喊：“老王心脏病犯了，快给他吃药！”说着就去摸地上老头口袋，结果什么也没摸到金角。坏了，老王没有带药啊，这咋办啊？另外一人急得转圈：“别急，我已经打电话救护车了，马上就到。”另一个人道：“恐怕等不及啊，老王得的是冠心病，分分钟要命的，快想办法！”随即我凑近后瞅了瞅，眼睛能力随即发动，对方的心脏肌肉收缩和血管流动看得一清二楚，发现这老头心脏外面有条血管正在痉挛，血管内壁还堆着层环形斑块，俩问题一叠加，血管直接堵死了。我虽然不是医生，可是一看就明白这条血管是给心脏供血的，这一堵心脏瞬间缺血，后果非常严重。这才过了半分钟，老头的心肌就开始变样，有些肌纤维都快没活力了，心脏泵血也越来越弱，确实是用不了多久就要离世。此时我赶紧把目光锁在老头病变的血管上，集中精神后大概10秒，一缕瞅不见的金光从左眼射出，打在老头心口。金光速度太快，旁边人谁也没看见，却没想到这时旁边闪出来一个中年男人，身上既有股儒雅劲儿，又带着点侠客气。小兄弟让一让，我是医生。这话听得我有些无奈，我刚刚才把金光打进去，你敢不敢再来晚点？不过心里虽然郁闷，我还是起身让开了。就见那男人拿起老头手腕手指了搭上去，几秒钟后，突然伸指在老头心口轻轻一点，就见老头腰一弓，痛苦的表情立马没了。这一幕把我惊得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我这眼力，再隐蔽的动作也瞒不过我，刚才那看似随意一点，其实暗藏玄机。这人在1/10秒内，手指连续做了8个精妙的刺激动作，我还看清楚了他这几下连击产生的8道劲，透过老头体表钻进体内，正好作用在病变的血管上，瞬间血管痉挛就没了，血管半径还硬生生扩了一圈，血就通了。当然我那道金光也没白打，
血管壁上的附着物正跟冰块化了似的，以肉眼能看的速度融进血液里，短短几分钟，那些东西就消了近1/10。地上的老头看着好多了，脸也慢慢红了起来。再然后他坐起来，一个劲的跟男人道谢。中年人却微微一笑，不用客气，回家好好休息。然后他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带着点玩味的意思，只这一眼就让我的心头猛地一震，让我有一种灵魂被人看透的感觉。旋即见老头没事，我也不想多留，转身就走，并知道中年人那下只是治标，把老头从鬼门关拉了回来。我的那道金线让血管内壁的杂质慢慢化掉，针才是真正治好了老头的病。我正一边走一边琢磨刚才那事，肩膀突然被人拍了一下，小兄弟，你刚才用的什么手段，居然能恢复人的生机？我心里一惊，猛地回头，对方正是刚才的那个男人。我的心中大叫不好，自己这么重要的秘密居然被人发现了。脑子飞速旋转间，我的脸上却装作糊涂。这位大叔，您说啥呢？中年人笑了笑后，右手一伸，快得跟闪电似的，一把抓住了我手腕，顿时让我感觉手腕一紧，脉门被扣住了一般，半边身子都又酸又麻，根本就动不了。这让我又惊又怒，你干什么？可是中年人根本不管我咋喊，搭着我脉门琢磨了半天，半分钟后脸上露出了震惊的表情，嘴里还念叨着世间居然有这种奇脉，难道这是传说中的仙脉？再然后对方才介绍了一下自己，他原来是个中医国手，本事大，眼力毒，早就看出我在老头身上动了手脚，还根治了他的老毛病，所以震惊之下就跟过来了，想弄明白。这时候他一搭脉就感觉我的脉象不一般，像医书里记载的仙脉，古往今来能有仙脉者，可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像老子、张三丰、吕洞宾这些，哪一个不是修为精深、肉身强悍？不信可以搜一搜《论语》，而这种脉象才异于常人，就跟神仙似的，所以叫做仙脉。此时中年人终于舍得开手，眼睛也愈发明亮的盯着我，小兄弟，你天资非凡，是学医的好材料，要是愿意我教你世间最高明的医术如何？我甩了甩胳膊，翻着白眼，鬼才要跟你学医，我还有事没空跟你瞎扯。说完我便气呼呼的转身离开。中年人也不生气，呵呵一笑，你想通了随时找我。我却暗骂，找你个鬼啊，莫名其妙。说实话，我真有点怵这个中年人，他不光能使出那么神仙之法，还一眼就看破了我的手段，这样太没有安全感了，还是离他远一点的好。男人见我出了幸福公园，脸上立刻露出点思索的表情，低声道，张武，你跟上他，随时报告行踪。不远处的树后立刻闪出一个黑影，微微点头。之后我慌忙往酒店走，结果没走多远，走几步就回头看到路口站着个黑衣男人，对方见我立马拿起手机打出电话，阿虎那小子出现了，你们准备好了？之后挂了电话，黑衣男低下头，快步朝我这边走。与此同时，路口一辆白色面包车启动，加速就朝我冲了过来，嘎的一声急刹就停在我的旁边，再然后车上冲下来3个黑衣男人，伸手就要抓我，我早就发现情况不对，转身就跑。那3人也已经猛扑了过来，一下子就来到我的跟前，直接动手，加上刚才打电话的黑衣男赶到，我算是彻底被堵住了，只能在心里暗骂，兄弟们手脚利索点。其中一个人挥手就抓我头发，我通过眼睛的动态视觉能力，顿觉这些人的动作慢得很，每一个细节都看得很清楚。旋即我猛地一个侧身，抬脚就踢向他的当下，就听噗的一声，那大汉在惨叫中武当倒地，可我这一动手，另外3人就抓住空子围了上来，一个掐住我的后颈，另外2个按住我肩膀，把我死死的锁着。没有办法，任凭我动态视力再好，身体却跟不上打架的节奏啊！此时此刻我只能怒吼，快放开我！而刚才打电话的男人直接给了我后脑一下，小子你得罪人了，乖乖跟咱们走吧。说完，几个人把我硬塞进了面包车，一溜烟跑便载着我离开了。远处另外一个男人目光跟电似的，他拿起电话淡淡的说，老板，我跟踪的那个小子刚被一伙不明身份的人绑走了。电话里传来了清朗的声音，一定要保护好他，这个人对我非常重要，老板放心，我保他平安无事。说完，男人便徒步朝汽车开走的方向追去。而东海这个大城市，交通有时候堵得厉害，等个红灯都要5分钟以上，现在又刚好是早晨上班的时间，所以后面的张武很快就追上了面包车。车里我被4个人死死按住，那个被我踢了裆的男人恶狠狠说，小子一会到了地方，老子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呼出一口浊气问道，为什么要抓我？那人直接一巴掌抽在我的脸上，妈的，你小子自己找死，居然敢得罪徐少，我不怕告诉你，你会死得很惨。这人明显记恨刚才那一脚想报复，所以更希望再收拾我钱，不惜爆出雇主的身份，为的就是让我知道害怕。原来是徐博这个王八蛋。此时我的脑子转得飞快，只想赶紧脱身，却突然听到砰的一声巨响，车窗玻璃被人一拳轰碎，一只手闪电般的伸了进来，劈头盖脸砸向众人。看着那4人被揍得惨叫连连，我惊呆了。再然后那拳影一闪化全为止，飞快的在几人胸口上点了一下，我通过眼睛能力看得清楚，他这一点，车里4人的气血运行都被点乱了，血管的神经和筋肉都受了不同程度的伤，瞬间动不了了。再然后那男人迅速拉开车门，一人一拳干晕了所有人，却没干我。完事只是冷冷的对我说，小子下次小心点。说完一把将我拉出车外，再然后把司机挪开，坐到驾驶座发动了汽车，绿灯一亮，他头也不回的开走了。我直接傻愣在了原地，完全搞不懂这是什么情况。一个大汉冲过来揍晕4个绑架我的大汉，然后冷酷的警告我一句，就把另外4个大汉运走了。谁他妈能告诉我这是什么情况？想了半天我也没想明白怎么回事，只能摇摇头擦掉嘴角的血，大步走回酒店。而就在我身后的不远处，还有一个青年正偷偷跟着我，见我进了酒店立刻对电话说，武哥，那人进了家酒店，我还要不要跟上？
手机那头正是刚才揍人的保镖张武，你给我看仔细了，不能跟丢。青年人则一脸奇怪，武哥，这小子到底什么人啊？值得您老人家亲自出马？您可是东海地下世界的王者，这会不会太小题大做了？张武大怒，放你娘的屁！老板交代的都是天大的事，你要是因为大意搞砸了，小心老子扒了你的皮！叫小野的青年人吓得一缩脖子，是，武哥放心，保证不会出任何问题。挂了电话，张武马上打了另一个号码，态度都变得特别恭敬。那批人已经控制住了，要不要处理掉？电话里依旧淡然，问清楚他们的来历和幕后主使。另外，你跟我这么多年，早该磨掉杀性了，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杀人。张武点了点头，说着明白。与此同时，我已经进了房间，脸色阴沉得很。今天遇到的事太刺激了，还有徐博这混蛋居然这么大胆，敢直接找人对我下手，可想而知，要是没那个神秘人救我，后果简直不堪设想。想到这里，我的心都跳快了3分，还是自己太大意了。徐博这种人阴险毒辣，有钱有势，惹上他就等于惹上了一个大麻烦。我早该想到这些的。再然后我又想到救我的那个人，还有在公园遇到的神秘中年人，这俩人都有神奇的本事，会不会本来就是一伙的？所以中年人一直派人在跟踪我吗？想到这里，我愈发担心，今天这么凶险的情况，我实在不想再经历一次。与此同时，东海某座民宅里，张武已经从4个匪徒嘴里问出了想知道的，跟老板通完电话也得到了新指示，便把那几人打晕，让人将他们丢到了大街上。而酒店里的我正因为担忧，想着是不是暂时离开东海避避风头，忽然房间的电话响了，我起身一看是服务台打来的，便接了。哪位？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今天对你下手的是徐家少爷徐博派来的，你得罪他了。徐家是大陆翡翠帮的主要成员，势力很大，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闻言我的心头一惊，你是什么人？今天救你的那个人是我老大，我现在也是奉命行事保护你，所以你不用怕，有我老大罩着，保你在东海平安无事。我皱眉心里嘀咕，那人为什么要保护我？想了半天，我才拿定主意，因为那人看起来真的很厉害，他既然说保我平安，我还有啥好怕的？而且我还要在东海开珠宝店，不能这么胆小怕事。想通后，我的心情才渐渐轻松下来，因为我心里清楚，只要给我时间，我肯定可以变强，至少能超过徐博这种人。之后快午夜的时候，林贤终于回来了，他身上酒气很重，脸红红的，看到我坐在沙发上发呆，就走了过来，坐在旁边，一双白的跟玉藕似的胳膊搭在我的肩膀上，笑盈盈的说着，学弟怎么还没睡啊？这时候林贤变得很豪放，像是没了男女之别，说完头就歪在我的肩膀上，眼睛微微眯着。我看向门外，李虎也跟来了，现在正站在客厅里警惕的盯着我。之后林贤扑到我卧室大床上，像个淘气孩子，双脚踢着床垫，那曲线太完美了，优雅又性感。我吞了吞口水，强装镇定笑着，姐姐哪里不舒服，让小弟帮你揉揉。林贤翻个身，抬起光滑小腿，懒洋洋地说，小弟这里。我侧坐在床垫上，抓起他的小腿慢慢揉捏，看着眼前的他，我打心底里爱惜，直接动用左眼金光打入他腿部。林贤舒服地发出呻吟，他呆了呆，用白皙的脚在我腿上踢了一下，我则干笑一声，继续按摩，双手摸着这双近乎完美的腿，心底腾起火焰，怎么都压不住。林贤长长吐了口气道，小弟你知道今天的晚宴我为什么很愉快吗？我心里的火焰瞬间熄灭，甚至还冷了3分道，难道因为那个徐博？我之前说过，这次回东海有重要任务，就是和徐家接洽，保证林家有充足的翡翠货源。可是我心里清楚，要让合作稳固，就得嫁给徐博，用婚姻来巩固。闻言我心猛地一紧，却故作镇定地问，那姐姐会嫁给他吗？林贤叹息一声，生在林家这样的大家族，婚姻由不得我自己。前段我时间远走山区找玉矿谈判，其实就是为了避开徐博。此时我的神色有些落寞，但姐姐还是回来了，难道是改变主意？林贤摇头，我当时想逃避，可是没用，还不如面对现实，嫁谁不是嫁呢？所以才返回东海解决这件事。路上遇到了你，你的出现给我带来了希望。闻言我的心里一动，但我不是自作多情的人，立刻想到了原因。姐姐是指咱们合作开店的事吧？是的，凭学弟的本事，绝对可以向林家提供翡翠货源。他从床上坐起，注视着我，满是感激。要不是你，我今天可能已经答应徐博结亲了。现在我找到了新的出路，当然不必看人脸色。所以今晚的宴会，我毫无压力，还谈成了几笔生意。徐博以为林家有了新合作伙伴，也不敢再逼我，还答应签半年的供货合同。我点点头说，等我们有了足够的资本，货源不是问题。林贤轻笑，15岁那年父亲就分割给我5亿财产，这些钱我决定全部投入咱们公司，短时间内做大做强也好。姐姐筹备店铺时，我会多弄些毛料凑足5亿资本，我手里的现金和翡翠加起来远不够5亿给再赚些。林贤摆摆手说，小弟太见外了，我投5亿只占1半股份，没别的要求。我一愣道，这怎么行？姐姐太吃亏了。好了，你这个人才是公司的关键，别说5亿，就算50亿也比不上你，这事就这么定了。见林贤坚持，我不再说什么，暗暗打定主意，再去赌石节多弄些料子，狠狠宰徐博几刀。林贤睡下后，我走出卧室，等在外面的李虎看我出来，长长松了口气。同一时间，东海一座豪华别墅里，徐博脸色阴沉，心情差到极点。今天的宴会向林贤提亲，对方却拒人千里，这结果让他意外又恼怒。难道林家找到新合作伙伴，所以才冷落了徐家？出于慎重，他才承诺和林家签1年供货合同。翡翠帮其他人见他这样
样也才纷纷签约。结果今晚目的没达成，心情本就恶劣，没想到更让他冒火的，居然是派去对付张军的人一个都没回来。此时徐博正要派人查探，手机响了，接通后传来阴沉冷酷的声音：“徐博，老子是张武，是你得罪大人物了。”听到张武两个字，徐博心头一紧，再听说自己得罪大人物，脸色立刻巨变。东海黑白两道，没人不知道张武的传奇，徐博当然也清楚这人的恐怖。15年前，16岁的张武进入东海，凭一身功夫就在1年内在东海站稳脚跟。这1年里，当地许多大人物都栽在他的手里，甚至家破人亡。10年后，张武更是成了东海地下世界的王者，而且比有钱还不比他们徐家差。他怕的是张武的出身和手段，绰号人屠不是开玩笑的。短暂惊骇后，徐博强迫自己镇定道：“原来是五爷啊！五爷这话什么意思？”张武冷哼一声：“少他妈装蒜！你是不是要对付一个叫张军的年轻人？”徐博一阵惊愕，难道张军那小子和张武有关系？不会吧？怎么可能？这一刻，徐博的脑子转得飞快，知道瞒不过，干脆直接承认：“五爷，我跟张军确实有点误会。好，老子明说张军这个人你不能动，你要是还敢下手，休怪我心狠手辣。”不顾往日情分，张武冷冷地说着，根本不留余地。徐博咬牙切齿，嘴上却说：“既然五爷吩咐，我自然不再为难他，毕竟也没有多大仇恨，算你小子上道。明天你来一趟金龙大酒店。”张武说完挂了电话。徐博脸色阴沉到了极点，他明白派出去的手下肯定被张武拿下了，没想到张军这只蝼蚁居然能请得动张武。徐博气怒之下一脚踢翻身旁的椅子，张军从他手里白拿300万原石，本想做掉这小人物夺回原石，哪知踢到铁板，只能安慰主机来日方长，再另外找下手也不迟。而此时我并不知道危机已暂时消除，一早离开酒店，通过中介找了15名劳力和5辆货车，打算再去赌世界一趟。而等到我带着15人进入毛料展厅后，便直接开始大肆购买。4个展区的毛料因为昨天看过，所以大概情况还记得，挑选的起来轻松多了，一块又一块毛料被选中。而大堂经理因为担心大生意出问题，也正在亦步亦趋跟在我的身后，看到石头被搬走就说：“这位先生，我们提供免费物流。”我摆摆手道：“不用这么麻烦，你只管收钱，剩下的事我自己处理。我可不想被徐博暗算的事情再度发生，所以选的石头只要不切，自然就不会被人惦记，更何况敌不仁我不义。既然徐博下手不留余地，那我就看到价值超过标价5倍以上的原石，就统统给他买走，直到把钱花光。最终估算了一下 ，C 区买的货全部解开出售，总价也不会超过15亿。这就是商家举办赌石节也需要利润最大化，因为这些翡翠料子都来自缅国，那边有世界上最懂行的人，原石开采出来就会第一时间进行判断，他们用高倍放大镜细针挑下矿物成分，分析价值，如此精挑细选，也导致流出缅国的原石质量很水。再然后是 D 区、C 区、B 区、A 区都各有一些斩获。这次搜刮从 D 区挑出300多块 ，C 区80余块，最终我一口气买下400多块毛料，花了1160万，基本把这里最值钱的一网打尽了，剩下的最多赌涨5、6倍而已。之后拨通林贤电话：“姐姐，小弟还要借用一下你家的仓库。”再然后林贤赶到现场，看到几百块石头堆在车上，吃惊道：“小弟，难怪你起这么早呢，原来又去买石头了。”我向他眨眨眼，两人心照不宣，同时笑了。石头被放到先前的库房，和原来的料子放一起。林贤和我商量后决定，代表林家买下部分翡翠，这样一举两得，我能套取现，林家也能得到翡翠。只是这事非常机密，所以我决定先把毛料都擦出窗来，再卖给林家，避免被人怀疑。要是拿出一批没擦窗的赌货，根本卖不上价，也没人敢买。毕竟全赌料子大家族很少沾手。之后我在库房里待了一整天，期间林贤亲自端水送饭，我们两人一直忙到了大半夜，才把80几块石头擦出窗。而最振奋的是林贤，我每擦出1块，他就估算1块的价值，最后合计80几块翡翠价值超过2000万，也就是说这400多块料子保守估计能卖上1个多亿。林贤惊道：“小弟，我现在还不敢相信，你这根本就是捡钱。”我甩了甩发酸的胳膊，嘿嘿一笑，捡钱其实也很累的，今天选料时差点累昏过去，中间休息了好几次，这活真不是人干的。林贤白了我一眼说：“世界上属你这个捡钱的最辛苦，你可是大功臣啊。”说完笑道：“天色也不早了，尽快回酒店吧，明天不是还要参加同学聚会。”再然后我们返回酒店，一进房间，我就把目光投到自己的手臂上，金光渗透进肌肉、骨骼、神经、血管，瞬间感觉无比舒服。次日起来，我神采奕奕，和林贤吃过早餐，聊了会开店的事，10点才一起去同学聚会的地点。这里是一家5星级酒店，当初约定11点聚会，我们这个时候出发，不早不晚。而聚会在酒店10层的总统套房，里面坐着10来位青年人，大家都毕业于东海大学，多数还和我是一个班的。他们把陈复生和叶倩围在中央，说着恭维话，脸上的羡慕毫不掩饰。倩倩、复生可是咱们学校有名的高帅富，真让人羡慕嫉妒恨。听着众人夸赞，叶倩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却故作淡然地说：“还好啦，就是复生平常应酬太多，没时间陪我。”哎呀，倩倩有本事的男人应酬当然多了，这也是能力强的体现嘛。女生大拍马屁，叶倩微微一笑说：“胡小慧，你别老说我了，听说你马上要嫁到樱花。”女生们顿时来了精神，得意地说：“是啊，我男朋友是樱花软件工程师，最近正在准备婚礼，打算明年结婚。”
旁边一个略显木讷的高个子男生露出鄙夷道：“东海留学的龟边八郎吗？身高1.5米，走路罗圈腿，父母还是樱花农民。胡小慧，你想嫁过去种地吗？”胡小慧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下子跳起来：“樱花农民怎么了？个子矮怎么了？那也比你这穷光蛋强10000倍！我当初瞎了眼，居然和你这种人恋爱，我呸！”马宝瑞被憋红脸，气得说不出话来。众人看气氛不对，连忙劝告，结果都没能劝住胡小慧。他恶毒的咒骂一阵，目光却突然搜索，最后落到柳婷身上。柳婷文静秀气，安静的站在那儿听别人说话，发现胡小慧看来，顿时感觉不妙。果不其然，胡小慧大声说：“马宝瑞，你看看现在的柳婷，再看看叶倩，他们哪一个过得不幸福？假如他们当初嫁给张军那个穷二代，能过上现在的生活吗？”马宝瑞气得浑身发抖，指着胡小慧道：“你，然后狠狠跺脚，转身就走。旁边的人都拦不住。恰在此时，我和林贤走入套房，迎头撞上马宝瑞。他一看到我就停下步子愣住，我则惊喜笑说：“马宝瑞，你来得挺早啊，他当年和我一个宿舍的关系不错。”马宝瑞低头叹息，脸色灰败：“张军，这种地方实在没什么意思，我先走了。”我一把拉住他，朝远处的胡小慧看了一眼，低声说道：“是不是被那倭奴恶心到了？”胡小慧委身龟边八郎的事我也知道，那女人对樱花男友低声下气，曾被当众裹脸还赔笑脸，这种倭奴你跟他置什么气？马宝瑞点头说道：“那贱人刚才还拿你举例子呢，说叶倩和柳婷当初选择明智，这娘们真不是个东西。”我皱眉看向胡小慧，这女人确实恶劣，掐架都能扯上别人，便沉声道：“倭奴似乎嚣张得很，你这一走不正遂了他的愿吗？不如留下来陪陪我，不理他就是了。”马宝瑞仔细一想，这样走也确实没面子，便点头同意。我则向他介绍林贤，这让马宝瑞这根木头大感惊艳，心说：“好你个张军，什么时候泡上这么极品的美女？”我们闲聊几句后，一起走向众人。这里多是同班同学，1年多不见了，见面后都很热络的，少不了要寒暄。陈复生一眼看到林贤，心头大喜，连忙迎上去笑道：“林小姐大驾光临，复生深感荣幸。”众人看到气质高贵、体态婀娜的美女，反应各不相同。男生们睁大眼睛，满脸惊艳；女人们心里不是滋味。林贤一出现就成焦点，把他们都比下去了。更让他们无力的是，林贤穿戴不凡，颈项间的钻石项链镶嵌数十颗钻石，中央是拇指大的祖母绿星形翡翠，衬托的她高贵典雅、性感的气质和修美的身材，更是让他们嫉妒的面目全非。叶倩的心情当然也恶劣到了极点。陈复生对林贤的热情让他失忆，狠狠瞪向了林贤，但后者看都没有看他，只是微笑着向身边人点头致意。柳婷第一眼看到我就深深低头，对我，他心里还是有内疚，毕竟相恋过，不可能说忘就忘。他身后的男子一身蓝西装，气质阴柔，淡淡的道：“小婷，他就是张军吧？”而说话的这人正是柳婷的现任男友，留学米国的博士生周红。柳婷则轻轻叹息，低头不语。过去的毕竟过去了，还能说什么呢？周红观察着套房内的每一个人，片刻后嘴角露出阴冷笑意：“小婷，有好戏看了，不过还需要我点一把火。”柳婷吃了一惊，知道周红心机深，连忙说：“我们不要参与好不好？”周红笑道：“你知道我想进政府部门工作，这个陈复生有能力帮我，我现在正应该表现一下。”柳婷叹息，不再说话，知道周红决定的事别人改不了。而就在众人寒暄时，周红的目光投向了胡小慧，知道这女人像带毒的刺猬，最容易伤人。她微微一笑，举杯朝我走来，笑得不冷不热地说：“你就是张军吧？我是柳婷的男朋友周红。”我微微一怔，点头道：“你好，我是张军。”周红呵呵一笑，看了眼胡小慧：“刚才还听胡小姐提起你，说你当年不仅和柳婷好过，还与叶倩交往过，真是让人佩服啊！”我的脸色瞬间冷了下来。很显然了，对方要羞辱我，告诉所有人我是被2个女人抛弃的可怜虫。而不远处的胡小慧余怒未消，一听周红提及，顿时又想冷嘲热讽。特别看到林贤后，他就在想，这穷小子连叶倩都追不到，怎么可能泡上这种极品美女？当时是在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幸亏倩倩瞧不上这种垃圾，否则现在不得后悔死了。然后他意犹未尽，指着柳婷道：“还有小婷，你的条件多好啊，却被某些人浪费了1年多的青春，我真为你觉得不值。”说完又把目标转向马宝瑞，冷笑：“你还有脸回来吗？怎么遇到你的难兄难弟就壮起怂人胆了？”马宝瑞立刻怒道：“胡小慧，你就是条一疯狗，张军怎么得罪你了？他的事关你什么事啊？”陈复生的心里顿时乐开了花，看我受辱也正是他所期待的，于是便似笑非笑的看着我。我的脸色有些不太好看，毕竟对小婷有过真感情，这份感情现在却被别人拿来嘲笑，谁特么能忍啊？结果就在这时，一只柔软滑润的手伸了过来，轻轻握住了我的拳头，捏了捏。林贤非常聪明，一上来就看出这些人的险恶用心，这让他心中出奇愤怒，对我的心境感同身受。林贤清澈的目光扫射现场每一个人，张军是我的男朋友，你们难道不觉得他当初放弃某些粗花烂叶很明智吗？现场顿时一片死寂，众人反应各不相同，男生们内心又羡慕又嫉妒，情绪复杂，想不通这样高贵美丽的女人怎么会看上我。女生们很震惊，心底早对林贤有了评判，这女人必然出身世家豪门，气质高贵漂亮，有钱有地位，已不能简单用白富美来形容的层次，而是凌驾普通人，属于真正的社会精英。可这样的女人居然自认是张军的女友，这说明了什么？胡小慧顿时像只被人掐住了脖子的鸡，一脸惊愕，目光散乱地看着林贤和张军，已经完全丧失了斗志。林贤对他之前蔑视张军的论点做出了最有力回击，他被人打脸打得啪啪作响，理屈词穷。叶倩的脸色则最难看，林贤这个可恶的女人居然把他说成粗枝烂叶，这是他最无法忍受的。可当盯住林贤准备反驳之际，对方的美貌和高贵气质以及那轻蔑的
眼神又让叶倩无处下口。柳婷则是可以说躺着中枪的人，她并不愿意看到众人针对我，却无故被牵连，心中像打翻了5味平般难以形容。陈复生和周红了则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而陈复生对林贤的那点小心思也一下子被现实给浇灭了，内心也对我憎恶到了极点。马宝瑞了胸中一直憋着的那口恶气则终于被释放了出来，不由哈哈大笑，笑的是那样的欢快，仿佛在所有被打脸的人脸上又抽了一巴掌。最终也只有无理争3分的胡小慧卡口，什么了不起，一个被富婆包养的小白脸而已，说不定还是做鸭的。不少人脸上立刻露出鄙夷之色，但鄙夷的不是我，而是胡小慧。这个女人还真是一条疯狗啊，随时都能乱咬人，居然这么无耻没脑子的话都说得出来。林贤这样的顶级白富美需要保养小白脸，你要不看看你说胡扯什么鸡巴玩意。林贤的目光扫到胡小慧，眼神充满了轻蔑和厌恶，然后迅速的移开，显然他对胡小慧这种下层女人连斗嘴的兴趣都没有。胡小慧顿时气红了眼睛，盯着林贤咬牙切齿。就在这时，酒店经理满面笑容的走了过来，非常客气的道：张先生大驾光临，是我们酒店的荣幸，今天各位的消费一律免费，希望张先生能够满意。所有人都是一呆，免费。与此同时，张武正隐隐站在暗处看热闹，刚才就是他暗示经理过来处理这件事，而这家酒店正好属于大益集团，正是他张武控制的产业之一。此时经理十分客气，然后又突然拉下脸看着胡小慧：这位小姐，你对张先生如此无礼，我们酒店不欢迎你，请你出去。众人闻言纷纷震惊，不理解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这酒店的经理是张军的亲戚，特意来长他的面子的？胡小慧惊声尖叫：你们这样对待客人，我要投诉你们！酒店经理却早已冷酷的招呼保安：来人，把他赶出去。我这时候才反应过来，搞不清这酒店经理为什么这样做，所以也只是点了点头，同时感觉到林贤小手的柔腻温暖，感激之情尽在不言中。陈复生的脸色则是阴晴不定，不理解酒店经理的脑子抽什么风，为什么会跑过来巴结我？因为他知道这里是东海张武的产业，等闲人物根本不入酒店经理的眼，并且不仅是陈复生，其他人也在不理解，难道张军还有什么隐秘的身份？否则怎么能有这么大的面子？不仅让酒店免费，还能赶走胡小慧。之后在众人的注视下，胡小慧被拖了出去，酒店经理则客气地对我道：张先生，张五爷在天字1号包间设宴，想请您过去饮几杯，还请张先生赏光。现场顿时哗然一片，因为在场的东海本地人居多，张五爷3个字早就如雷贯耳，那是何等的传奇人物，跺一下脚东海都要颤3颤，他居然要宴请张军，这件事完全颠覆了所有人对我的印象，脸上显露出难以掩饰的惊容，不少人暗暗擦了把冷汗，还好刚才没有落井下石奚落，否则起飞就得罪了张五爷。陈复生脸色更是已经难看到了极点，他倒是没被张武的名头给吓住，毕竟他的父亲可一名区长，可是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他的脸早就被抽肿了。于是没等我开口回复，陈复生冷冷道：张武在这里，很好，我要去见见他。结果酒店经理只是不咸不淡的一个微笑：陈少，五爷没说请您。陈复生的脸色陡然一变，正要发作，经理的耳机中传来张武的声音：让那小子过来。再然后经理才把陈复生一起请了过去。就这样，我们来到了天字1号包间，刚刚进入，我就看到了好几个人，每一个都与众不同，气质超凡。第一个我认识，正是在幸福公园里医治病老人的中年人。中年人站起身道：小兄弟又见面了，恕我冒昧请你上来，莫要怪罪。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之前的汉子就我脱险，必然是受这人嘱托，而刚才酒店经理出面解围，肯定也是因为他。一来二去，我已经欠了这人2次人情。我神色平静的道：您客气了。中年人自我介绍道：我是华不一，一介游医而已，今日请小兄弟过来，是为了救治一位故人。说着他开始介绍另外几人。小兄弟，这位是京都来的李老，他因身患顽疾，来东海的目的就是为了治病。这2位是李先生和李太太，都是李老陪同前来的家人。我对几人点头致意，总感觉这几人好像在电视上面见过。刹那之间我想起来了，心头猛地一惊，这3位可都是京都来的大人物，地位可以说是贵不可言。而比我更震惊的人则是陈复生，毕竟凭他父亲的地位耳濡目染，陈复生其实比我更知道这些大人物的情况。一看是这3位，他差点就吓得想夺门而出，对方可是军中大佬重德大佬啊。话不一身后的汉子则点了点头：兄弟，咱们见过，我是张武。我也点头回应。但本来最应该让人惊讶身份的张武，此时在整个包厢里却是除了我和陈复生地位最低的那一个。陈复生的神色紧张无比道：没事，我就先不打扰诸位了。然后他连忙鞠躬退下，李老等人也并没有多看他一眼。回去的路上，陈复生突然想起什么，脚下一个踉跄差点摔倒。华不一，难道就是那个医术无双神秘无比的华不一？包厢里面众人落座，张军思绪转动说道：承蒙华先生和张五爷的救命之恩，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华不一微微一笑：李老，我要和这位小兄弟商量一下治疗方案，您稍等。说完他把我请入另外一个包间。小兄弟，李老的病已经不能再拖了，所以只能冒昧希望你助我一臂之力。华先生想要我怎么帮你？其实简单，只要小兄弟给李老一线生机，我便能根据他身上的顽疾。我的心头一震道：华先生目光如炬，原来那天看出来了。华不一脸色一肃：小兄弟你身具仙脉，放在古代可是陆地真仙，你的身体之中有一种能治病救人的生机。听对方
居然给出这样的解释。我点了点头，暗暗记下了许多关键信息后道：这个忙我可以帮。话不一心中欢喜道：小兄弟身具救命活人的生机，若能修习医道，成就必定在我之上。我这一脉传自神农门出现过的几位医祖。张军支起了耳朵道：是哪几位？神农门奉神农氏为祖师，有上古岐伯、汉代华佗、唐朝孙思邈，他们都是我门中之人。到我这一辈，已经是第38代传人。我顿时一脸吃惊，居然从上古就开始了，不可思议。话不一笑道：你天生仙脉，就到30岁学医也不算晚，不知道小兄弟可否拜入我神农门？张军思索良久，一时也拿不定主意道：这件事情事关重大，请让我考虑一段时间。话不一也不着急，好，你随时可以通过张武与我联系。谈完收徒的事，话不一说起李老的病情。李老已是肝癌晚期，以我的医术只能延长3个月寿命，可以说他的肝脏已经没有完好的地方，这种本事不治之症。可是你若出手帮我，我有信心延长他10年阳寿。我连连点头，心中觉得很神奇，自己以后是不是也能达到这种水平？确定我答应下来后，话不一笑，既然如此，我们明日再行医治，先吃饭吧。回到包间，张武便吩咐人上酒上菜。席间我一言不发，只顾吃菜，主要是我不想让林贤等得太久。10分钟后，我站起来道：华先生，李老给位慢用，我就先告辞了。华先生点点头，等我离开后对众人道：李老，有这位小兄弟相助，你可以扛过这一关了。李老神色如常，微微一笑，有劳华先生了。中年夫妇却面露喜色，老人可是他们李家的擎天柱，只要老人不倒，李家就能继续辉煌下去。同时他们心里也暗暗奇怪，那小青年到底有什么本事，能让华神医这样青睐？而我离开时是张武相送的。张武说道：徐伯那边已经摆平了，他不会再对你下手，你以后有什么事尽管吩咐一声。回到聚会现场，我发现周红与柳婷也不见了踪影，剩下的人3、5成群的聚在一起聊天。林贤看到我便笑着迎了过来：没有事吧？刚见一个老朋友。你和张武是老朋友？是另外一个人，叫华不一，是一位医生。林贤心头震动，下意识的低呼道：难道是那位号称万家生佛的华神医？我并不了解。华不一疑惑道：万家生佛？林贤轻轻吐出口气，如果我没猜错，你当初说的那位前辈艺人，应该就是这位华神医吧？华神医的传奇事迹一直在顶级社交圈子里流传，我也是从京都的世伯口里听来的。据说这天下就没有华神医治不好的病，这些年华神医游历天下，救活的人有上万之多，因而被医界奉为万家生佛。而正当林贤说着时，其他三五讨论的人群也已经喧闹起来，而最大的讨论点早已经不是张武，而是华神医。就算刚才包厢里的其他大人物也还是引得众人议论，但议论的重心也会很快转移到华神医的身上，因为不止现在，当年华神医在京都也引发了不小的轰动。这个张俊怎么会和华不一扯上关系？而且看样子华不一对他非常客气，想不通一个没地位没权势的人，怎能和华不一这等人物产生交集，还能够得到李老那等大人物的亲自接见？这样类似的声音在整个会厅里不胫而走。陈复生从来没有把我当回事过，甚至后来知道我认识张武这种人物，他也有些不以为然，毕竟他的父亲也不什么简单人物。可自从知道我认识华不一后，他的想法就彻底发生了变化，心中念头一转，他微笑着朝我走来，和气道：张俊，今天我沾了你的光，改天一定要回请你，同时恭喜你能找到林小姐这种绝顶大美人，真让我们这些老同学羡慕啊。我并不喜陈复生这个人，无关他跟叶倩交集，便不冷不热的道：好说。马宝瑞则呵呵走来：张俊你行啊，连张五爷都认识，你没看同学看你的眼神都变了，他们现在可都非常怯你。马宝瑞说的都是实话，因为直到宴会结束，但凡觉得自己有点实力的人都会过来跟我打招呼，希望结交一番，但凡是没什么底子的人，会觉得连靠近跟我说话攀交情都不好意思。待到一切尘埃落定，我跟林贤携手走出酒店，坐上了李虎驾驶的车子。车上我又跟林贤聊了一些见到华神医的细节，而林贤最关心的还是我既然能帮华神医治人，那是不是也能帮他治好家里那位师伯？得到我愿意尽力的答复后，林贤小得很开心，也有闲情跟我拌2句嘴了。车子开到酒店外，刚好下午5点整，我想起庄文妹妹犯病的事，说道：贤姐，我们现在去文哥家走一趟，看看他的妹妹到底得了什么病。林贤眼睛一亮道：好，如果你真能帮他，以后我们在东海绝对吃得开。我们先备了一些礼品，然后直接去往庄文住处。林贤在打电话里提及我认识华神医的事，正在开会的庄文立刻跳起大声道：林贤你确定吗？说着已经顾不得什么开会不开会了，先一步已经站在家门口等着我跟林贤进入庄文家里。我们很客套地夸了一下他家里的话，庄文却丝毫没有闲情逸致，敷衍了2句，立刻将话题转移到治病上道：兄弟，你真能帮我引荐华不一？张军点头，我这次来就是要看看令妹的病症，好询问华先生能不能治。庄文一拱手道：兄弟，不管这是成与不成，我庄文都欠你的情。说着他把我们引到了他妹妹的房间。这间卧室非常特别，房门很结实，内层还包了一层软皮，能看到上面留下许多人为撕咬的痕迹。庄文叹息一声道：乐乐发病时非常狂暴，很容易伤到自己，所以这间卧室经过了专门设计装修。我微微点头，目光四下扫了一眼，最终落在一个孤寂的身影上，那是一个少女，她着肩膀盘坐在窗前，一直非常安静。我盯着少女的背影，见她的气血非常正常，身上少量的皮外伤已恢复的差不多。我缓缓走过去道：乐乐，我是你哥哥的朋友。庄文站在原地没动，心中却在暗叹不已，可怜自己的妹妹。少女似乎没听到张俊在说什么，依然保持那个姿态。之后我又问了几句，少女依旧没有回复。正当给我无奈准备离开时，少女木然的脸上开始出现一丝生动。不久后她整张
脸上显露出一种茫然无助的神态，缓缓把身子朝张军靠了靠，然后就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使劲抓住我的手臂，呢喃道：“救救我，我好怕！”张军虽说心里吃惊，却还能保持镇定。少女却仿佛陷入了一种疯狂的状态，紧紧搂住我的脖子道：“我真的好怕，求求你救救我，救救我吧！”在场的人都惊呆了。庄文还以为小妹又在犯病，但观察了一阵，又发现小妹渐渐安静下来，很快在我的怀中沉沉睡去。我则非常尴尬，盘坐的双腿被少女身体压得发麻，却不敢惊动正在沉睡中的少女。趁此时机，我目光掠过少女眉心，恍惚间看到一缕黑气，心神坠入莫名空间。而在那迷雾之中，一名少女正在静静站立。仔细一看，那不是庄文的妹妹吗？张军唤了一声道：“乐乐，你在干什么？”开口后，我发现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少女的身体则微微颤动，缓缓转过身来，露出意外的表情道：“你是谁？你是来救我的吗？”张军同样没有听到声音，却知道对方在说什么。这是一种意识层次的交流，玄之又玄，无法解释。而我正要回答的时候，前方突然黑烟翻滚，一股强大的冲击波撞过来，震荡的少女东倒西歪，神色惊怖。“救救我！”少女她神色凄苦绝望，拼命挣扎。张军却纹丝不动，感觉左眼一阵温热，瞬间就看破了这层层迷雾，发现一名高大丑陋的男子在怪笑而来，正在一步步的逼近少女。我的心头大怒，总算明白少女为何每隔一段时间就要陷入癫狂状态，一切都是因为这头丑怪。随即我大喝一声，柔身朝着怪物扑过去。而命奔跑的少女突然停下来，她吃惊的看到一个青年周身冒出焰腾腾的金光，普照十方上下，霎时就把四面八方的迷雾给冲散了。同时青年男子犹如战神般上前一步，狠狠的一拳轰出。这一瞬，少女耳听仿佛听到奔雷炸响，山崩地裂一般的声音，拳势飙出，打中前胸。满脸不甘和畏惧的怪物伴随着轰然巨响四分五裂，天地一下子就安静了，没了迷雾，也没有了怪物。少女仿佛置身于寂静清幽的星空之中，心中平安，再无一丝恐怖。而我一拳轰杀丑陋的怪物后，心情大好，转身向少女灿烂一笑，让后者为之痴迷。忽然我感觉天地旋转，星月倒旋，一时刹那又回归身体，睁开了双眼。不睁眼不要紧，这一睁眼却吓了一跳，因为我正站在地上，左手搂着少女，右手握拳前冲，双眼盯着窗口。再转头一看，就见林贤和庄文等都张大了嘴巴，一脸吃惊的望过来。我尴尬的笑道：“我是不是做了什么古怪的事情？”庄文很厚道的就把刚才看到的事情一五一十转述。他长长吐了口气道：“文哥，乐乐的病应该好了，你去和他说说话吧。”庄文先是一愣，然后惊喜交加两步就奔到少女身边：“乐乐，你现在感觉怎样了？”乐乐眼神清亮的撅起小嘴道：“大哥，你吼什么？人家耳朵都被你吼破了。还有，哥，他们是什么人？”看到小妹灵动的眸子，娇俏可人的模样，庄文知道她已然恢复，喜不自禁的大笑了起来，笑声简直响天动地。而小妹灵动的眸子则是在好奇的打量我，心底还泛起了一种亲切感，仿佛遇到了世上最值得信赖的人。我平静的跟他对视，并不确定他是否记得意识空间里的事。就见乐乐歪了歪脑袋道：“总感觉曾经见过你，我们认识吗？以前不认识，以后可以认识。我叫张军，是你大哥的朋友，可我明明好像认识你吗？”此时庄文心情激荡，走上前来用力拍着我的肩膀：“兄弟，大恩不言谢了，从今往后你的事就是我的事。”这一幕让林贤都吃了一惊，因为他明白这句话的分量。要知道庄文行事一向谨慎，他现在是真心感激张军。张军微微一笑道：“谁都不想看着乐乐遭罪，能帮他恢复是我的荣幸。文哥，客气的话就不要说了，否则小弟浑身不自在。”庄文哈哈一笑，便邀请我和林贤不能走，留下来吃饭，一醉方休。就在这时，庄文的电话响了，赫然是听到一些消息打电话过来询问的东海市常庄子民，听说有人帮忙治乐乐，乐乐好点了没有？庄文激动的说话几乎是用吼的：“爸，乐乐的病好了！”庄子明的声音也明显变了：“什么？你再说一遍？”我说乐乐的病好了，完全好了。庄文大笑：“爸，快叫上妈一起过来，我们一起庆贺。”“好，我们马上过去。”挂断电话之前，能明显听到旁边还有一位妇人传来了一阵喜极而泣的哭声。庄文家的餐厅里，桌面上摆满了丰盛的食物，众人围坐。此时我无奈地坐在上座的位置，没有办法，庄子明和庄文两人硬生生把我按到这个座位上，说我要是不坐，他们都得跟我急。再然后庄文父子两个连连向我敬酒以示感激之情，这让我一上来就被灌了4、5两白酒，脑袋都微微发晕了。庄子明的夫人名叫朱美英，在人事部门任职，她一直坐在乐乐身旁，看着终于恢复健康活泼的女，高兴的直抹眼泪，对我的感激之情更是溢于言表。“小张，我们一家人都要感激你，阿姨今天把话说在这里，你以后要是有什么需要，只管跟阿姨开口。”“朱姨您太客气了，都是我应该做的。”庄文的老婆舒洁也道：“这不是客气，我们家人是太想感谢你了。对了，小妹到底得了什么病？你又是怎么治好的呢？”我斟酌了片刻道：“乐乐以前应该受到过剧烈惊吓，并在脑海中留下非常顽固的印象，那种恐惧藏在他的潜意识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冒出来，导致出现癫狂的情况。”朱美英皱眉道：“可乐乐从小到大没受到过什么剧烈惊吓，我们一家人从小都宠他，哪会让他受半点委屈？”我又思索片刻道：“惊吓他的那件事未必真实发生过，有可能在梦中。众人感觉不可思议，做梦也能吓到，具体的原因我也不能断定。总之，我已经把他心中的魔鬼抹杀，将病根去除掉。”庄子明感慨道：“小张年纪轻轻就有这样高明的医道，实在让人敬佩。这1年多时间，我们找了许多名医专家，他们都说乐乐有精神上的问题，还开了一大堆精神抑制类药物给他吃。能人倒是有一个孙大师，只是这个人要求太多，难以侍候，重点是他也只能起到抑制效果。”听到还有一个孙大师插手，我的心头一动，便细问其事。原来在乐乐犯病半年之后，这个叫孙
孙无极的中年人主动上门。起先庄家人将信将疑，直到见到孙无极果真能压制病情，才不得不信。而孙大师虽能压制病情，却不愿意根治。他要求庄子明先答应他几个要求，然后才会根治乐乐的癫狂之症。庄子明毕竟是个大官，一听这么多要求，立刻警惕了起来，这才没有贸然答应对方的要求。张军听到这便好奇地问：那个人到底提了什么要求？庄子明放下酒杯，脸色阴沉。孙无极让我在2年之内将2个小人物提拔成一把手，同时全力打压某个干部。说实在话，这3件事都需要冒很大的风险。更主要的，我意识到他一个江湖中人，为什么要插手这些事情？我就算再疼爱乐乐，也不可能帮他这种人完成不可告人的目的。张军听后吃了一惊，心想事情未免太巧合。乐乐一得病，这个孙无极就出现，难道说乐乐的病与他有关？这一瞬间我也神色凝重。庄叔，你们家的人最好提防那个孙无极，他10有8九就是让乐乐害病的元凶。庄文脸色一寒道：我也怀疑过他，可后来一想到乐乐从没有接触过他，现在听你现在这么说，是不是发现了什么？我也说不准，明天我和华先生见面时借机请教他，华先生说不定能看破真相。就这样，这顿饭吃到晚上10点多才散。林贤扶着半醉的我离开庄家，返回酒店。进房后，我倒在床上，思绪回到我抹杀意识空间里那头丑陋怪物的身体。地点位于东海西郊的一处民宅，幽暗的屋子里，枣红脸的白衣男子盘膝而坐。突然封闭的屋内阴风乍起，白衣男子突然身子晃动，面露痛苦之色。他睁开眼，阴声道：什么人敢破掉我的眼罩？等本真人找到你，定让你生死两难。此时我也不知道自己惹了一位厉害角色。第二天起了个大早，林贤开始着手筹建珠宝公司的事，今天就不能陪我外出了。于是吃过早餐，我去了张武经营的那家5星级酒店。刚到，一个叫原野的年轻人就站在服务前台等我，非常客气的道：张先生你好，我是原野，武哥派我来接您。之后我们进入电梯，原野笑道：张先生，您和华先生是什么关系？武哥对您可尊敬的很呐。我自然不会说明，瞟了对方一眼，淡淡道：张武没告诉你。原野立刻闭上嘴。电梯升到28层停住，原野在前领路带我进入一个房间。华先生和张武都已经等候多时，李老和他的儿子儿媳也在。除此之外，房间里还多了4位神情冷漠的便衣保镖，他们即使站着不动，也能让感觉一股铁血杀气。4名保镖8道冰冷的目光将我锁定，压迫感十足。此时华不一正给李老行针，抬头看了我一眼，点点头后继续搓针。我向众人微一点头，便走上前来观看。华不一扎完前胸第7根针，笑问：你能不能看出我这7针的门道？张军一个门外汉，只能动用眼睛的内力去看，发现老人的肝脏果然非常之糟糕。之后一通观察下来，华不一这14针扎下去，就好像2把锁锁住了老者的气血。与此同时，老者胃里还有一团翻滚的氢气，正通过血液的搬运不断渗入老者肝脏。我好奇道：华先生，李老是不是已经用过药了？华不一点点头，看来样子你也懂点中医。这会儿我的内心其实很不平静，他能看到人体内的气血运行也就罢了，居然还能瞧见汤药发挥出的药力，也就是那一团翻滚的氢气，这就让我觉得非常震撼。华先生，你用的是什么药？有什么用？华不一笑答道：此方剂称为去邪扶正7宝方，用的是中医公邪派理论。去邪扶正，李老的肝癌可视为邪，若能将之驱除，也就压制了病情。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然后又说起针治道：华先生胸前这7针锁住了肝脏气血，背后7针似乎也有同样的作用。华不一眼中闪过一丝惊喜：你说对了一半，我这针法名唤7星针，共有49路行法，通过封住大部分通往肝脏的气血去控制病情，压制邪气。背后这7针却大不相同，称之为7星索命针。此针其实有着固守元气的妙用，可保病人不丢性命。之后在我细看之下，果然发现一丝端倪。而行完2路7星针后，华不一道：下面就要看你的了，借李老一线生机。此时我看得分明，华不一点的地方正是李老肝脏唯一没有癌变却已彻底坏死纤维化的部分。想到这里，我也伸指点向肋下部位，同时凝神注视，10秒钟左右，一缕快似闪电，肉眼难见的金光射入肝脏之中。那金光进入之后，顿时就在坏死的肝脏中游走起来。短短几分钟的功夫，我就发现李老肝脏坏死的部位泛起了一缕生机，死去的肝细胞重新焕发新生。这个过程非常缓和，就连华神医都不能从表面上看出什么，倒是李老感觉到了一股清凉之气在肝脏里流动，非常舒服。华不一上前为李老切脉，面上表情古井无波，直到3分钟后他才露出一丝微笑。成了。旁边的李先生急切地问：家父没事了吗？华不一道：不出意外，喝上3个月汤剂就能恢复，不过到时李老的身子也比较弱，要注意休息，还要保持心情愉快，不可动怒。是，我都记下了。李先生大喜道。李老则缓缓睁开双眼，对华不一和我感谢道：多谢2位。华不一笑：医家本分，不必多谢。另外请付诊金，帮我办成一件事情。说罢，他将一个信封交给对方。我虽然看得心里疑惑，但也没有多问。李老接过信封，平淡道：华神医放心，我拼了这把老骨子也要尽力完成。华不一笑：对你来说并非难事，无需紧张。当天，李先生夫妇2人放心地返回京城，李老则留在东海静养，这也是华不一的建议，说东海的环境养人，好过京都。而告别李老后，华不一把我请到他休息的客房，先给我倒上一杯茶，才微笑道：不知你下了决心没有？有了，我想学跟在华先生身边学习医道。华不一显得非常高兴。好，很好。张军，你心里有什么疑问，现在可以问我。张武曾对我说，华先生拥有的不仅仅是医术，再结合今天的所见所闻，更让人觉得奇怪。我行医时很少收诊金，只让病人为我做若干件事替代诊金。我点点头道：我明白了，让人做事其实比收诊金更有价值。可是一个人的事情再多，也不可能
能每天都需要人去做吧？华不一居然露出一缕忧色，有些事情时机不到，你不宜知道。我自然不再追问道：华先生，张武是您什么人？张武有几次差点死掉，被我一火，所以他甘心侍奉左右。我大部分时间不在东海，和张武见面的时间并不多。还剩一个问题，师傅您老人家什么时候正式收我为徒？华不一哈哈一笑道：收徒容易授业难，兹事体大，为师要筹备一段时间，给你铺好未来的路子，顺便把未完的事情处理一下。我很意外，他还以为华不一会在今日收徒，没想到时间将大大延后。我们师徒二人谈了一会，我就说起庄乐乐身上发生的诡异事情。当他提及孙大师的时候，华不一眸中寒光大炽道：没想到这孽障还活着。师傅认识孙无极，孙无极是为师一位故交早年收下的弟子，此人心术不正，行事狠辣，做下许多恶行，被我那老友废掉修为，逐出山门，不想回到东海兴风作浪。你说的那个女孩，定是中了孙无极的眼咒，亏你有些手段，不明就里将人给医好了。既然孙无极已经被他师傅废掉修为，怎么还能跑出来作恶？修为废了可以重修，没什么大不了的。为师只担心你无心破掉孙无极的局，会招来他的疯狂报复，说不得为师要亲自走一趟，帮你挡下这场灾祸。一听华不一要亲自出马，我很过意不去。师傅，孙无极这个人是不是很难对付？华不一淡淡一笑，孙无极通晓不少玄门秘术，但还不足以威胁为师。之后我们谈谈说说，不知不觉到了午饭时间，吃饱后华不一把我拉到空旷地站桩，华不一给我示范，我感觉他往那一站就像棵大树，负阴而抱阳外松内紧的状态，这是混元桩，练好此桩就能把人的精神和力量混而为一，化成混元一气，养生也好，练劲也罢，站桩都是基础。师傅，我又不学功夫，站桩干嘛？医者行脚天下，会经历各种风浪，当然要有护身保命的手段。为师的功夫不精，所以只传你一个混元桩打基础，你把桩站好以后学再学功夫就容易上手。张军倒不反对学功夫，能够飞檐走壁一一挑事不是坏事。华不一道，为师大概还能留在你身边10天，这10天时间你要把混元桩摸透，10天之后为师就要离开，并在1-2个月的时候返回，这1-2个月非常珍贵，你一定要把混元桩站出功夫来，好让他们知道你是可造之材。他们是什么人我不知道，但既然答应师傅了，我肯定会用心去练。想到这里，他便模仿华不一的样子，拉起了一个架子，一板一眼地站起了混元桩。结果刚一站定，华不一怎么看怎么不满意，简直一无是处，于是便出言指点，脑袋要有灵虚远眺的感觉，眼神放出去，含胸拔背，肩膀下沉。借助华不一的指点，我通过透视异能反复调整自己的姿势，很快就站出了10分标准的混元桩。华不一终于露出满意之色，混元桩不难，不过你能这么快就领悟精髓倒是难能可贵，看来有习武的天赋。现在为师要传你的这路心法，是我们神农门的不外传之秘，唤作青帝心法。这不仅是你修习武道的基础，更是进入医道的先决条件，练不成青帝心法，就没有修行神农医道的资格。一听青帝心法如此重要，我不敢大意，连忙凝视倾听。华不一用了足有2个小时，才把青帝心法讲解了一遍道：心法不是一朝一夕就能领悟，你现在连气血运行都无法感应，更遑论气血搬运，所以不要着急，先记住个大概，然后慢慢琢磨，总有弄明白的一天。之后就这样过了3天，华不一见我学习的速度够快，居然决定提前离开。这天，华不一再次检验我的桩功，发现无可挑剔之后道：张军，为师离开这段时间，你要好好站桩，静候为师返回。是，弟子明白。华不一离开后，我留在金龙酒店练了1天的功，而我回到酒店的时候，林贤已经在了。这几天他一直忙着开店的事，而且看样子十分愉快。贤姐这么高兴，是不是开店的手续都办齐了？都齐了，接下来就是挑选店面。贤姐这几天跑来跑去的很累吧？林贤哼了一声，算小弟你还有点良心，知道我累，能者多劳吗？我什么都不懂，这些手续要让我去跑，恐怕3个月也跑不下来。你这1天都做什么了？站了1天混元桩，真不明白。华神医没事让你站什么桩？你又不是习武之人。然后林贤拍了拍肩膀，用命令的口气的：小君子，来给本宫按摩按摩。我嘻嘻一笑，搓搓帮他揉捏肩膀，让他舒服无比，一边揉捏一边道：贤姐，仓库那批翡翠你尽快处理，卖的钱全部入股，急什么？我看那些翡翠中有几块极品，要留着当镇店之宝，不能出手。资金方面你不用着急，姐手头有5亿足够用了。好听贤姐的，明天我想回家一趟，已经出来这些天，家里父母该担心了，这次回去我会把他们安顿，然后回来安心发展。林贤点头，把你的父母接到东海来吧，方便照顾。我却摇了摇头，我想他们比较习惯在小县城里生活，我准备给他们盘下一间铺面，做点安稳的小生意。那你准备怎么解释？一个才毕业的大学生，出去一趟就赚了几百万，呵呵，我就说我中了彩票。第2天我张军一早来到金龙大酒店，把需要1张兑奖彩票的消息告诉张武。张武听后愣了一下，这个容易，1个小时内帮你办好，不过是假彩票。我翻了个白眼，假的能兑奖吗？张武道，你这么做无非想让父母安心，让他们看一眼就成了，真的假的不重要吧？我点点头，好吧，假的就假的吧。等候的时间我闲来无事，就跑到李老养病的房间，门外的保镖认识我，也没有阻拦。在金龙大厦的这几天，我还是第一次拜访李老，这次过来主要是想看看老人家的病情。之后我得知李老决定在东海静养，并且让人在东海找到了合适的休养地点，只不过那地方正在清洁打扫。李老看到张军非常高兴道：小张快些请坐。之后又让
让保镖取来茶水，然后我用眼睛的能力看了一下老头的身体，发现癌势已被压制住了。不错，李老正在康复中，要注意保持好心情。李老腰板挺得笔直道：“小张啊，你以后可以多去京城走动，有什么事情也可以找我。”好，以后有时间我一定会去京城看望您老。李老犹豫了片刻说：“小张，你和华神医是什么关系？你能够在医道上帮助华神医，一定也是中医国手。”张军干笑一声，李老说笑了：“我那天只是搭把手而已，治您病的主要是我师父华先生，已经是华神医的弟子。”我则是干笑了一下，此时我并不知道，成为华不医的弟子就意味着继承下庞大的人脉，我将拥有不可思议的强大力量。李老对我越发的热情，问我是不是想去部队发展，想的话一句话就能办成。我拒绝了对方的好意，眼看我对这些没兴趣，李老心思一转，笑道：“小张，老头子有个外甥女就在东海，昨天还过来探望我这个外公，那孩子脾气倔，死活非要进刑警队，所以我老头子求你件事，万一我那外甥女有危难，还请你帮忙医治。”一听是年轻女孩子，我来了兴趣，嘴里却说：“李老您太高抬我了，堂堂刑警哪用得到我帮助？人有旦夕祸福，未雨绸缪总不是坏事。小张你一定要答应老头子我的要求，好吧？我答应你就是。”李老当下就要了我的电话号码，说会把他交给他的外甥女，并且郑重地说出他的外甥女名叫周蓉。在李老房间待了1个小时左右，张武也把事情办妥了。彩票到手后，我谢过张武，然后买了回家的火车票，发车时间在晚上9点，我还有大把的时间留在东海，打算买点特产回去。而在我肆意购物之际，话不一只身来到东海郊区的一座民宅，大门打开，自门内走出一名中年男子。中年男子目光阴鸷，话不一，你来干什么？替天行道。话不一淡淡道，他背负着双手，神色冷峻。中年人脸色一变，话不一，你这是行的哪门子道？我已经是个废人，早就脱离江湖。话不一冷冷道，孙无极，你的事已经查清楚，不用狡辩，庄家的那个局是你设的。孙无极暗中大惊，对方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阴森森道，话不一，这事好像与你无关吧？话不一眸中寒光隐现，破局之人正是我的徒儿，我不杀你心中难安，况且你做的事天理难容，我必须出手惩戒。笑话，你当自己能代表正义吗？孙无极冷笑道，沽名钓誉之徒。话不一眉目一凝道，没想到你不仅恢复了功力，而且还有进步，已经不比你师父差多少了。不要给我提那老鬼，我早晚回头收拾他。孙无极突然两眼都射出绿油油鬼火样的光华，话不一不再说话，慢慢朝前踏出一步，而这一步踏出，两人之间的距离已经缩短到可以彼此攻击到对方的程度。砰！大地狠狠震动了一下，话不一快到不可思议，瞬间就到了孙无极身前，伸手拍向对方胸口。他原来站立的位置被蹬出2个巨大的土坑，上面坚硬的青砖化为齑粉。孙无极神色惊变，身子往后一仰，同时一拳轰出。他这一拳居然是形意崩的架子，爆发力极其强大，拳掌相撞，爆发出闷雷似的轰响。孙无极如遭电击，身体像炮弹一样被掀飞，重重地砸在地上，张口喷出一口鲜血。他勉强仰起头，死死盯着话不一问：“你的1到9境已经修到了6境合一的境界？”话不一淡淡道：“是7境合一，发如雷霆，就算你动用玄门秘术，我一样破掉。7境合一。”孙无极又卡出一口血，神色颓废：“早知道你到了这个境界，我根本不会出手。”话不一冷冷道：“出不出手我都要杀你。”孙无极沉声道：“话不一，你号称万家生佛，广结善缘之下朋友众多，想必一定知道神灵吧？”话不一皱眉道：“原来你也加入了，怪不得算计庄家，你大约是想借机逼迫庄子明替你做事，以积累功劳。”孙无极哈哈大笑：“话不一，原来你和我一样。既然如此，你又有什么资格惩罚于我？”话不一冷哼一声：“恶人持刀行凶刀本无罪，罪在恶人。孙无极，我现在送你上路。”孙无极眼中露出惧意：“话不一，算你狠，我愿意把功劳全转给你，饶我一命如何？”话不一连迟疑都没有，迅速一掌拍下，后者顷刻丧命，身子瞬间就软了。杀了孙无极，话不一轻轻一叹，不知我当年的选择是对是错。他越来越强大了。此时他忽然又想起了自己的徒弟，不禁就露出一丝期待心道：日后不知他能否替我达成心愿。而我则利用下午的时间买了整整一堆东西。林贤感觉自己的腿都跑断了，抱怨道：“我说小弟，你怎么比女人都爱过？”我嘿嘿一笑：“以前没钱想买买不起，现在钱够用了，自然要把想买的全买了。”林贤摇头笑道：“那你想想还有什么没买？姐姐我今天舍命陪君子了。”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已晚上8点，我准备好行囊，坐上李虎驾驭的车开往车站。林贤陪同到了车站，我与美女学姐挥手告别，转身进入车厢。不远处有2个中年汉子一直暗中注视我，他们从酒店跟到火车站，等上了火车，其中一名黑脸汉子走进洗手间，关上门，拿出手机拨打了一个号码：“徐少，这小子已经坐上火车，我们一直跟着。”电话另一端，徐博平躺于按摩床上，一名身材火辣性感的女子正非常专业的为其按摩，不时用她饱满的那啥挤压过来，试图引起注意。徐博脸上露出森冷的狠意：“做得不错，盯紧了，等出了东海地界就出手。”前段时间，徐博被张武叫到金龙饭店吃了顿饭，那顿饭吃得他提心吊胆。张武明确告诉他不能再动张军，否则就是和他张武作对，不死不休。徐家势力不比张武差，奈何张武是东海地头蛇，他不敢与之起争执，只能暂时隐忍。不过他一直暗中派人监视我的行踪，但是只要离开东海，他就敢对张军下手。毕竟东海以
以外的地方，张武鞭长莫及。当然，此时的徐博并不知道张军有华布衣弟子这一身份，否则绝不会贸然出手。火车上，我走到2节车厢中间的地方，站起了混元桩。随着火车有节律的起伏，我感应着自己的身体。华布衣告诉我，站混元桩站得久了，第一步能站出整劲来。华布衣说劲有5等，依次为明劲、暗劲、化劲、丹劲、神通劲。练出明劲后，战斗力远强于普通人，一个打7、8个并非难事。张军现在还嫩得很，只是一个站桩的初级学员，连明劲的坎都没摸到。我异常专注地感应身体状态的变化，不知不觉就进入一种非常空灵的状态，无思无想。下一刻，我心头一震，看到了自己体内的5脏6腑、血管、筋肉，甚至连科学仪器无法检测到的经络都历历在目。吃惊之下，我心神一松，便从这种奇异的状态中退出。那时，我一脸惊讶想到了师傅提到的一种状态，习武之人到达暗劲层次之后，就可以初步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情况，比如心脏的跳动、肠子的蠕动、气血流动，且随着修为的提高，内视能力会不断深入，从局部内视进入整体性内视，然后就是微内视。思考了一阵，我判断刚才的感觉确实就是内视，只不过我这种内视的能力不是修炼出来的。原来透视还有这么一项功用，内视己身，不知道我的透视能力还有多少功用没有发现。我的心中欢喜，知道自己已找到一条习武的捷径。内视己身对于我站混元桩大有帮助，它能够精准把握身体的每一个细节。这时我觉得尾骨一麻，一股凉气顺着脊柱自下而上游走，直达脑部。这一瞬间，我体表汗毛炸起，浑身一个哆嗦。这时我就感觉自己体内的力量连成一体，这是练出整劲的表现。没想到进步如此之快，整劲一出来，我就算把握住了站桩的感觉，以后可以摸索气血搬运的奥秘。我的家乡位于并不发达的中部省份，一个名叫清河的小县城。从东海返回清河县并不容易，不仅要坐10几个小时的火车，中途还要换站，最后换成汽车才行。我不是第一次往来于家乡和东海之间，所以准备的比较充分。而那2名尾随而来的中年汉子，则在一直悄悄观察。看到我站混元桩，其中一个长脸的汉子微微皱眉：“二狗，你看这小子竟然在火车上练混元桩。”另一人肤色微黑：“桃子，你也太高看他了，练出整劲咋了？你身上也有功夫，上回还说到了什么明镜初期。”桃子正色道：“你没练过武，所以不懂。这个人站桩的样子很厉害，静中有动，就像一棵大树，看似在风中摇摆，其实非常稳，一般人推都推不动。”二狗有些吃惊：“桃子，你啥意思？难道说还是位高手？”桃子摇头：“就算不是高手，也一定是高人调教出来的。”二狗眼中露出一缕凶光：“管他是什么人，为了那10万块，必须要弄死他。”桃子点头道：“等他一下车，咱们就准备动手速战速决。”8小时后，火车在平原市停靠，我要在这里转车。就在这时，我感觉后腰一痛，被尖锐物体顶住，同时一只胳膊搂住他的肩膀，一人在耳边低声道：“兄弟别乱动，跟哥哥走。”我暗叫倒霉，猜测自己可能碰上劫财的，疑惑对方胆子未免大了点。我的身子一紧，随后就放松了下来。有事好商量，别伤人。少废话，走。另一人逼过来，2人夹着我朝对面马路走过去，进入了一个宽阔的绿化带。走到绿化带深处，我没由来感觉心头一寒，同时感觉身后之人身子一紧，几乎没有思考，我全身突然就绷紧了，仿佛被狠踩了尾巴的猫。我双臂往外一撑，这一下爆发十分迅猛且毫无征兆，让后面2人大吃一惊。那用匕首胁迫我的人正是桃子，他反应也不慢，手中尖刀毫不犹豫地往前一送。桃子感觉刀子入肉时的阻力，只可惜前面那小子逃得太快，刀扎的不深，最多深入7、8公分。追！随着桃子大叫，2人紧追不舍，后腰被扎了一刀。高度紧张的我居然并不觉得特别疼，就像一只大猴子丢下挎包拼命狂奔。我知道万一被后面的人追上，就只有死路一条。这个时候没工夫思考匪徒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杀自己。后腰已经血淋淋的一片，血越流越多。跑出几十米后，我就感觉一阵头晕眼花，这是失血过多的征兆。不行，跑下去死路一条，不如跟他们拼了。我的心中升腾起一股惨烈之气。而在这个时候，我看到前方路边的有一处下水道井，而且并无井盖。生死关头，我的思维变得无比迅速，双腿一并就跳进了下水道。闷想过后，我已经落下。下水道的水并不多，地面上2名汉子脸色难看的盯着井口。桃子道：“这小子挺机灵，不过他受了伤，坚持不了多久。”二狗恨恨地吐了口唾沫，骂道：“一会逮到这小子，看我怎么整死他，害老子钻下水道。”桃子则第一个跳下去，二狗也无奈地随之下井。一进下水道，2人难闻的气息，二狗连吐了几口唾沫，破口大骂。桃子从身上摸出手机，打开上面的手电筒功能，观察下方的痕迹。追！我此时已在下水道里走了几十米，发现这种鬼地方居然什么破烂都有，铁丝、塑料袋、砖头、瓦块。此时拥有特异功能的我显露出优势，黑暗丝毫不能影响他的活动。又走几步，前方出现一个 T 型弯道，他左转继续疾走，突然间微微停顿，伸手在墙上一拉，居然从偶尔露出的软泥的墙壁中抽出一根钢筋。我的眼中寒光一闪，收起钢筋继续前行。桃子和二狗没多久也到了 T 型转弯，他们观察许久才继续向左走。这一段通道更加黑暗了，手机能照亮的范围有限。二狗骂骂咧咧：“桃子这小子怎么比咱们都快，根本不像受伤的样子。”桃子也很疑惑道：“或许人在逃命的时候能够爆发出潜力。”就这样又走了一段，2个人连忙奔过来，发现头顶上的井盖被人掀开了。桃子皱眉说道：“他上去了。”二狗一下急了：“快追，千万别让他跑了！”桃子一言不发地顺着铁质的树梯往上爬。当他的脑袋探出井口，
心中突然生出不好的预感，然后后脑就猛地一痛，一阵天昏地暗，整个人都失去了知觉。一根锈迹斑斑的钢筋刺进了狍子的后脑，尖端冲上，深入大脑，导致瞬间毙命。我表情狰狞，狠狠拔出钢筋，狍子的尸体随即掉落井下。下面的二狗才爬了一半，就感觉劲风扑面，脑袋一痛就被尸体砸落下去。二狗往上面看了一眼，神情恐惧，然后他一咬牙，丢下狍子的尸体，转身就走，决定放弃追杀，因为狍子的死让他胆寒。我看到另一个人退走，便踉跄地站起身子往绿化带走，打算找回自己丢下的挎包，那里面有我的钱包等物品，丢了没法回家。当我弯腰捡起挎包的时候，突然感觉一阵天旋地转，差点摔倒在地上，失血还是太多了。我坐下来宁静心神，用内视之法观察受伤部位，很快我就看到了内部的伤情。幸运的是肾上的刀口并不深，顿时我眼中爆发一条金光，左肾沐浴在一片金光灿烂之中，左腰部位暖烘烘的十分舒服。内视之下，我感觉受创的组织开始缓慢地进行自我修复。没想到左眼的金光能通过内视的方式滋养身体，我的心头大喜。放下心来的他决定就在原地安心的养伤。就这样做了足足2个小时，身体暖烘烘的非常舒服，要再用1-2个小时，身体就能完全恢复到健康状态。正当这个时候，前方传来细碎的脚步声，我猛地睁开眼，一把握住旁边的半截钢筋，却见一双鲜美的女子玉手分开花枝轻步踏来。女子模样21-22岁，看到坐在地上一身污泥的我，女子顿时一怔，显然有点担心遇到坏人。张军睁眼看向对方，猜到了对方的想法，便露齿一笑道：“你好，我刚才摔伤了，请问附近有医院吗？”女子打量了我一眼道：“附近没有医院，你哪里受伤了？”张军一脸苦笑道：“前面下水道井盖不见了，我一不小心掉落下去，手上刮了一个大口子。”女子似乎想起了什么，摇头道：“我想起来了，前面确实有一个井盖被偷了。”一点也不顾及路人安危。女子想了想又道：“你身上这么脏，恐怕连车都打不上，不如你去我家换件衣裳，你看行吗？”听她这么一说，我就是一呆，心说运气不错遇到好人，便点头道：“那真是太麻烦你了。”女子微微一笑：“不麻烦，我家就在附近。”于是她便带着我返回家中。路上我随意和女子聊了几句，知道她名叫郭兰，每天晨练都会经过这片绿化带。刚刚遇到我正是她晨练归来的时候，我身上沾满了污，就故意落后2步跟在郭兰身后走，以免熏到对方。郭兰似乎看出了我的想法，回眸一笑。郭兰的家就在不远处，远远就能看到中原大学4个字。我认得这个地方，意外道：“原来你家在教学区。”郭兰点头一笑：“我爸是平原大学考古系教授，我也是去年才从平原大学毕业，专业也是考古系。”我对于平原大学有些了解道：“考古系可是你们平原大学的骄傲，创系仅10年就已经能和京都第一大学和金陵大学的考古系齐名，非常了不起呢。”郭兰俏脸上露出一丝骄傲：“那是当然，考古系是我爸一手筹建的，当年可没少从京都和金陵挖人。”我心说这就难怪了，原来他老头在考古系强校挖人。进入中原大学，我顿时感受到特别的气息，浓浓的书生意气扑面而来。难道是因为透视异能的原因，我才能够感受到这种气息？这缕气息中有一点骄傲和一点清高，但更多的是欣欣向荣的朝气。中原大学的氛围果然与众不同，不愧是知名学府。不知道东海大学的氛围又是怎样的？边聊边走，这一路上满身污秽的张军吸引了不少好奇的目光，不过那些好奇的目光很快又都被美丽动人的郭兰给夺走，让我颇有抛砖引玉的感慨。很快到了教师宿舍区，郭兰把张军引入一座单独的院落，院门很低，它更多的作用是装饰而不是防火。郭兰在外面就唤道：“爸，我回来了。”里面走出一位50-60岁形容枯瘦的老头，看到我后奇怪地问：“兰兰，这小子是谁啊？怎么像刚从泥里钻出来的？”郭兰就把遇到我的经历简单说了。老头说道：“原来这样，那你去厨房看着火，我带小伙子去换洗衣裳。”我鞠躬道：“郭教授好，我是张军，能见到您很荣幸。”郭书文摆了摆手：“不用客气，跟我去清理清理身上吧。”说着就把我带到西边的卫生间。冲洗完后，郭书文拿了一叠衣服走进来，这套内衣是从校园超市买的，外套是郭兰哥哥穿过的，你别嫌弃。张军非常感激，太谢谢郭教授了。换上衣服我感觉清爽多了。来到郭教授家的客厅，发现郭兰已经把饭菜都端上了桌，并笑着说：“你还没吃饭吧？一起吃吧。”我有些不好意思：“不了，我不是很饿。”郭兰笑道：“不饿也得吃，我已经把你那份做出来了。”张军也只能硬着头皮人坐到餐桌上，开始和这对父女有说有笑。吃着饭，郭书文突然停止了咀嚼的动作，整个身子都僵硬起来。郭兰走上前轻声问：“爸，你的腰脊又疼了吗？”郭书文轻微点头，然后身体静止了足足5-6分钟才慢慢放松。我就坐在郭书文旁边暗中观察，发现此人的腰椎部分有明显的暗伤和错位道：“郭教授，你的腰有问题。”郭教授摆摆手：“老毛病了，70年代下乡做知青的时候，不小心从山上滚下来摔的，都40多年了。”说着话，他连不停倒抽冷气，显然疼痛还没过去。我想了想道：“郭教授，我懂一点推拿，不如帮你试试。”郭教授一乐：“好啊，不少人给我治过，感觉效果还不错，那就麻烦小张你了。”我便让郭教授平躺在沙发上，轻轻按压他受伤的腰椎。原来这种方向准确力度适中的按压，能把稍稍错位的腰椎朝正确的方位推动，疼痛自然就消失了。教授惊咦了一声：“小张，居然不疼了？”我微微一笑：“别说话，还没完呢。”话落，我左眼中射出一缕金光，打入了对方受伤的腰椎。霎时间，郭教授感觉腰椎部位暖洋洋的，非常舒坦。
这是自打受伤后从未有过的感觉。连续打出3道金光，我才慢慢松开手。郭教授没有再感到疼痛。郭教授站起身后，神色惊讶地看着张我道：“小张，你的手法真管用，我这病看过多少家医院，都是建议保守治疗，效果可比你的差远了。我只会一点皮毛，我师傅才叫厉害呢，改天我请他来给您看看。”父女2人都露出喜色。郭兰惊呼道：“真的吗？”见我微笑点头，郭教授大笑一声，对郭兰道：“兰兰，佛说善有善报，果然不假。你出去一趟帮了小张一把，结果就让你老爸我的病有了治愈的希望。”郭兰满脸欢喜，都是爸爸教女有方，功劳还是老爸的。听着父女2人互相打趣，我不禁想到千之外的父母，心想这次回家一定好好调理下爸妈的身体。吃过早饭，郭教授把我请进书房，因为刚才的小插曲，他对我的印象很好。郭教授打开一个大箱子，把一幅幅3尺见方的相框取出来，上面嵌满了各式各样的瓷片、陶片。张军心想这些破瓷碎瓦有什么好看的？不过当我细细观察，就发现每块陶瓷片的质地都不相同，不禁道：“郭教授，这些陶瓷碎片好像都不一样。”郭教授呵呵一笑，眼力不错，这些碎片种类很多，有宋代5大名窑的歌官汝君定，还有元代青花、明代永乐甜白、成化斗彩，以及清代的珐琅。以上所说只是些具有代表性的瓷器，我收集的碎片包括各个年代、各个地域，上至汉唐，下到建国初期，应有尽有。郭教授得意洋洋地说着。张军竖起大拇指道：“厉害，简直就是一部陶瓷发展简史。郭教授不愧是做考古的，一般人也没这眼力的魄力。”郭教授感慨道：“40多年了，我从70年代就开始收集，直到去年才达成心愿。想想也确实不容易。我确实对这些碎片没啥兴趣，不过人家把一生的心血都展示出来，他也不好随便看看就走。不过看的时候，我的目光随意落到一片瓷片上，这是一片元青花的碎片，有巴掌大小。凝视观察时，当然用了眼睛的异能，顿时我的眸光仿佛穿透历史的长河，落到了元代大地之上，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气息，残暴、浩荡、野心十足，以及愤怒、压抑、痛苦。诸多情绪霎时间渗入他的脑海，让他心头泛起各种滋味，不禁长长叹息一声：元朝怎能不亡？郭教授猛然听到这么一句没头没尾的话，一阵愕然。不过他看到我正在欣赏元青花的碎片，顿时明白过来，笑道：元朝因为过于残暴和腐败，这样的政权不可能长久，属于自取灭亡。我点点头。宋代、明代、清代，每一种都带给他不同的感受。此时本打算应付一下，结果随便看几眼，便沉浸在历史的长河中，最终一个瓷片都没落下，从头看到尾，一幅幅，一片片，不知不觉就过去了2-3个小时。郭教授起初还陪在旁边，后来看到我如此入迷，他也心中高兴，笑呵呵地看书去了。当我把全部的瓷片看完，才回过神来，发现已经是中午12点了，猛地一拍脑袋，连忙走出书房，就看到桌上已经再次摆满了饭菜。我不好意思道：郭教授，我刚才太入迷了，忘记了时间，没耽搁你什么事吧？郭教授放下手中的一本书，爽朗道：人不可貌相啊，没想到你也是为玩瓷器的，不然哪会这样入迷呢？我一阵汗颜，心想自己只是一时出神罢了。郭教授却似乎非常高兴，招呼我坐下，对郭兰道：兰兰，你看看小张做学问的态度，再看看你哥，那小子整个一不学无术的不孝子。郭兰抿嘴一笑：可不是吗？要是哥哥，恐怕连1分钟都坚持不住，亏他还是古董商人。我被夸得不好意思道：郭教授，我可不是什么行家，以前也没怎么接触过瓷器，刚才不过是好奇罢了。郭教授更加高兴了，年轻人谦虚不是坏事，非常好，你这样的人做学问，必定能够有所建树。郭兰翻起了白眼：爸，别总拿你课堂上那套教育人，快吃饭吧。于是我也没客气，放开了度量用餐，这种豪爽的态度更让郭教授喜欢。吃过午饭，我道：郭教授，郭兰，打扰你们一天了，很不好意思，我要赶晚上的火车就不留了。郭兰一愣：这就要走了吗？为什么不留几天？话一出口就感觉不对，大家认识才半天而已，这样说有些梦浪了。郭教授道：小张啊，要是没什么重要的事，别着急走，我这几天闲得很，下午你陪我去鬼谷街走一趟。我听说过鬼谷街的大名，那是一条古玩街，汇聚天南海北的古董商人，热闹非凡。但我又突然想到了被人追杀的事，第一嫌疑人毫无疑问就是徐博。好在现在事情暂时告一段落。片刻的失神之后，我微笑道：好吧，我也想去鬼谷街长长见识，只要郭教授别嫌我麻烦。下午郭兰开车载着我和郭教授前往鬼谷街。郭教授一进古玩街就往南区走，跟在后面的郭兰笑道：爸又想淘几件宝贝吗？原来郭教授曾经在地摊上发现一块唐代的蒙尘古玉，最终以50元的代价买走。后来古玉经过郭教授经年累月的把玩，渐渐显露出非凡的玉质，如今成了他的贴身之宝，轻易不愿示人。听女儿打趣，郭教授笑，说不定小张能给我带来运气，今天能捧只元青花回去。这话连郭教授自己都不信，说完他自个先笑了。南区是游客最多的一个区，几乎每个人都有淘宝心态，车水马龙。置身于这样的气氛之中，我也突然觉得说不定真能淘到宝贝，于是四下扫视。郭教授很快就在一个地摊旁边蹲下，拿起一串佛珠细细观察。郭兰也没闲着，跑到另一个摊上捧着一个玉碗，看了又看，脸上的表情犹豫不定。我自从上回内视之后，就发现自己的透视范围延长到了2米多，方便了我观察地上的古玩。可即使如此，我依然没发现什么特别的物件，心里大为失望。于是就向郭教授打了声招呼，一个人继续往前走。一路走下来，我凭借眼睛能力发现地摊上的东西基本上全是赝品，偶尔有件真玩意，价格也高得离谱。要不是我有着特殊能力，说不定来逛一逛还真被人坑了。之后快速穿过这条街，去另一条卖字画的街道看，目光不经意的在一个摊位上扫了几眼，突然就停下了步子，因为我发现了一件直径20多公分的铁制3足香炉。这铁香炉表面上没什么特别，工艺粗糙生涩，但奇的是，我发现这铁香
香炉内部居然还有一个香炉，而且形状和刚才那个地摊上的赝品宣德炉很像。等他看过之后，顿时就从它上面感受到一股特别的气息，里面的东西难道是真正宣德炉？我的心脏狠狠一跳。宣德炉的名字早在电视网络上听说过，很值钱的样子。我神色不动走上前细细观察，里面确实还有一个香炉，两者之间的空隙用石蜡填充。我心中暗道，光是把制成这件东西就非常困难，制造者必然大费周章，那么里面的东西即使不是宣德炉，也肯定能值几个钱。想到这里，我指着铁香炉问老板，这个多少钱一斤？那老板一听差点吐血。我说大兄弟，你当买白菜呢？咱这可是真东西啊。我撇嘴道，行了老板，真的假的你我心知肚明，我家里缺的个香炉，你给个价。我先说好，你给高了我可转身就走。老板暗叫倒霉，不过这铁香炉已经在他手里留了大半年。想了想，老板道，兄弟500块钱你看成不？结果张军扭头就走，后面老板急了大喝，兄弟留步，400。我头也不回道200，不卖拉倒。老板一咬牙，心说好歹也赚了100块罢了。他无奈道200就200吧，一天没开始便宜你了。我咧嘴一笑，爽快的交了200块钱，然后抱起那铁香炉就走，屁颠屁颠的跑到郭教授面前。郭教授你看，我买了一个宝贝。郭教授正在看东西，转头一瞧就乐了，多少钱买的？200。郭教授点头道，不错，现在钢铁价格上涨，过几年就能保本了。周围人一听都笑了，张军也跟着嘿嘿发笑。郭教授正色道，小张，在这条街上打眼是正常的，但你要学会吃一堑长一智，磨练眼力。我忙不迭的点头。郭教授，我问个问题，宣德炉值多少钱？郭兰这时也走了过来，摇头叹气道，俗，真俗，你这么问让一个考古学家情何以堪？郭教授瞪了女儿一眼，看着我道，真正的宣德炉存世很少了，制作精美大气，宣德皇帝只造了3000件，现如今只有故宫博物院的几件，还有大英博物馆的2件被部分人视作真品，其他的则下落不明。宣德炉在明清时期就有仿品，数量很多，但即使是仿品，不少也能值得7、80几万。民国的、现代的五花八门，你出去看看，几乎全是仿品。至于真的宣德炉，那属于无价之宝，国之重器，是不会有人卖的。郭教授循循善诱的教导着。张军一听就急了，什么？这么说宣德炉真假根本无从判断，毕竟他还想着借怀中之物发上一笔财，谁知道会是这样。郭教授似笑非笑的看着我，怎么，瞧你的模样，手中有真正的宣德炉不成？我则无奈干笑一声，自然不会在这种公众场合多说什么。之后我们逛完回到车上，郭兰先发问道，张军，咱们才刚到，你这样着急离开做什么？我则一脸严肃，现在还不能说，回家你就知道了。好不容易回到家中，郭兰连忙上前，张军，你现在可以说了吧，是不是淘到宝了？郭教授也是一脸期待，小张，看你的样子8成是偷摸到好东西了，对吧？其实也算不上好东西，因为这玩意就算是真的，也不一定能卖到好价钱。郭教授吃了一惊，你是说宣德炉？旋即我把怀里的铁香炉放下，一本正经的道，就是它了。郭兰差点把刚入口的茶水喷出来，看到这个近乎丑陋的铁香炉，正常人都会认为我在开玩笑，郭教授却愣了一愣，但也很快摇摇头笑了起来，你这孩子，连我这老头子你都敢耍。张军并没有打算争辩道，郭教授，家里有切割钢铁的工具没有？父女2人的好奇心便又上来了。郭教授把我领进他的工作室，指着一台切割机道，这台机子切钢铁也没问题，你想做什么呢？我走过去试了试机器，打开电源开始切割。郭兰父女睁大眼睛看着，叮的一声，一块中空的炉耳落在地上，中空部位填充的石蜡都被切割产生的热量融化了。郭教授的眉毛抖了抖，脸色为之一变，脱口叫道，里面定然也是一只香炉，这是主人的藏宝手段。小张，你可能真的捡到宝了。此时我笑而不语，继续切割，在眼睛异能的帮助下切得非常精准，丝毫没伤到里面的铜香炉。大约半小时后，一只被石蜡包裹的铜香炉出现，郭教授连忙接过香炉，用工具把刮就表面大部分的石蜡，然后找来一桶汽油，将铜香炉放入其中以溶解石蜡，而后又分别用几种溶剂一一清洗，最后还分别用软棉和细丝擦拭。很快，一尊外形古朴大气、包浆温润的铜香炉赫然呈现在我们面前。看到这尊铜香炉，郭教授整个人都吃了。如此精美的东西，即使不是宣德3年御制，也一定是明朝时期那批铸造官仿制的，太完美了。郭兰也凝视着这尊香炉，没想到香炉也能够如此漂亮。郭教授激动道，小张，你肯把这么贵重的东西展示给我们，谢谢你。郭教授太客气了，我又不知道它的真，还要请您老人家过目。郭教授点点头，说实话，我也没见过真正的宣德3年铜香炉是什么样子，所以无从判断。这样，你要是信得过我，我将邀请几位在青铜器鉴定方面有高深造诣的专家来，大家一起品评鉴定。说话时他一脸的紧张，生怕我不答应。对于一名老考古工作者来说，能够见到和研究传世之物，是他们一生最幸福的时刻。我却毫不犹豫，当然可以，东西就先放郭教授这里，等有了结果告诉我就是。郭教授非常高兴，拍着我的肩膀，你这个小伙子真的不错，这段时间我会尽快联络全国的鉴定专家，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而宣德炉的风波让我前往鬼谷街之行因为赶着回来，算是半途而废。整个下午的时间，我都借机向郭教授请教古玩字画方面的知识，学了不少东西。郭教授满意道，你以后要是有时间，就来中原大学听听我的课，我感觉你在考古方面很有天赋。对此我自然求之不得。直到第2天我终于要走了，并和郭教授约定好，过段时间会请画布医为他治好腰伤。郭教授也答应帮我鉴定宣德炉的真伪，而为了安全起见，这次返家他决定乘坐飞机。上飞机后，我坐着宽大的座椅，享受着空姐的周到服务，感觉这钱花的一点也不冤枉。而我左侧坐了一双夫妇，妇人怀中抱了一个2岁左右的男孩，男人的长相斯斯文文，女子气质文静。我又看向那男孩，
发现那小家伙气色很差。观察的久了，我潜意识下施展出异能，忽然看到小男孩身后出现了一个白衣女人，这一幕把我吓了一大跳，心头叫道：鬼啊！我眼睁睁看见那女人伸手去掐小男孩的耳朵，挖他的眼睛，砸他的脑袋。顿时，小男孩哇的一声哭出来，小脸上写满恐惧，拼命挣扎。女子连忙紧紧抱住儿子，眼泪直流。宝宝不哭，宝宝不哭，妈妈在呢。男子也是一脸心痛，突然发现我死死盯着自己妻子后面的空旷处，仿佛见鬼了一样。此人纵横商场多年，看人看事自有几分眼力，问道：兄弟贵姓？我回过神，抢笑道：我是张俊。小孩子怎么突然哭了？男人叹息一声：张兄弟你好，我叫商阳。不瞒你说，我的孩子半年前得了一种怪病，隔三差五就要大哭大闹，还会发很大的烧，找了多少医生也治不好。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商哥外出带上孩子，难道是打算求医吗？商阳点头：是啊，听说东陵市有位老中医医术高超，人称东陵医王，我们夫妻决定去碰碰运气。张俊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最终苦笑没有说话。其实我是想提醒对方，孩子的病恐怕不是医生能解决的。商阳察言观色，心中一动：张兄弟你似乎有话要说，我刚才发现你一直在看什么东西，莫非有什么发现吗？我沉默片刻道：商哥，咱们以前不认识，我的话你未必肯信，还是算了。商阳忙道：张兄弟别这么说，你有话尽管说就是了。其实一直以来，我隐约有种感觉，只是不敢相信。我低声道：这孩子是中邪了。商阳缓缓的点头：有位大师也曾这样说过，只是他没办法驱邪。我当时只是将信将疑，可是最近1个月，孩子越哭越凶。既然张兄弟也能这么说，一定是看出了什么，请你一定要帮帮我。我在心里一番挣扎，不确定是不是该管这件事。之后又抬头看了一眼，那若隐若现的女人还在折磨小男孩，让后者哭得更加厉害。所以这到底是什么玩意？难道真的是鬼吗？要怎样才能驱除？思绪到这里，我决定尝试性的帮一帮这小孩好了。商先生，先让我抱抱这孩子。商先生连忙对夫人开口：苏磊，让这位朋友抱抱孩子吧。女人眼看孩子痛苦害怕，最终连连摇头：小宝都这样子了，你还让外人抱他？不行！我立刻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走过去伸手在小男孩头上摸了摸。恰在此时，那名正在折磨小男孩的诡异面露惊慌，仿佛触电般缩回了手掌，然后怨恨地盯着我。我则抬头看向诡异，淡淡道：我不管你是什么东西，你要是再敢出现，我灭了你。女鬼没有回应，身影渐渐模糊，最终消失不见。小男孩的母亲一脸吃惊，然后突然就想明白了什么，抱着孩子站了起来，哭道：这位先生，求你救救我的孩子，你让我怎么报答你都可以。我的眼角抽了一下，心想我不需要你这么不顾一切的报答，把我商哥置于何地？我正色道：不用这样，我现在也弄不清孩子的病因，没有十足的把握。商阳看到我一下就让孩子平静下来，心中大喜，上前一把就握住我的手道：兄弟，只要你能把孩子的病治好，条件你提，我也算半个医者，知道悬壶济世的道理。商阳自知失言，忙道：是，张先生定然是当世高人，是我说错话了，我能体会夫妇二人的心情道：你们要去东陵求医，我建议还是先让东陵的先生看一看，如果实在不行，我再尝试也不迟。商阳忙问：张先生这是要去哪里？也在东陵下机吗？是的，我还会在东陵等段时间，你们不用担心什么。夫妇二人大喜，心想有这位张先生在，孩子的病治愈的可能性就越大。飞行途中，商阳刻意与我结交，攀谈的过程中双方都有了些了解。商阳是一位商人，家族生意做得很大，在东南亚、美洲以及国内都有大量的资产，商家人的根基在京都，而商阳主要负责东海及周边省份生意，属于商家的核心成员之一。50分钟后，商阳几人一到机场出口，就有位西装中年男子迎过去恭敬道：商总，车已经准备好了，请您和夫人少爷上车。商阳却转身请张俊走在前面，张先生请。那迎机的中年人惊了一下，对方是谁？居然让商总都这么客气。车上商阳开口：替我约好东陵先生没有？司机连道：商总放心，明天中午12点东陵大酒店见面。商阳点头没有再说什么，车子直接驶入东陵大酒店。这是一家5星级酒店，我被安排到一处高级套房里，档次丝毫不比当初在东海住过的总统套房差。之后我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妈我打算探望舅舅，因为舅舅就刚好在不远的地方。母亲鲁红梅担心道：儿子，你三舅妈为人刻薄了点，你要去是可以，但千万别说得罪人的话，免得又让你舅舅难做人。妈，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自打小时候起就不怎么见三舅，你们之间是不是有矛盾？鲁红梅苦笑：你那时候还小，大人的烦恼是自然不会告诉你。儿子，你还记得小时候妈妈得病的事吗？我疑惑道：三舅不是帮你把病治好了吗？鲁红梅叹息：那钱哪里是你三舅的，是你爸从单位同事那里凑来的，整整5万块钱。当时你三舅虽然有能力借咱们钱，可你舅妈不舍得，担心咱家还不起呢。当初你爸着急给我治病，口气也冲了点，结果得罪了你舅妈，连你三舅也翻了脸。听到这里，我的心中老大个不舒服，但我明白别人不肯借钱也不算有错。问道：他毕竟是你亲弟弟，就因为这点事几年都不肯理我们家吗？其实你三舅人很好，这几年偷偷给妈打过几回电话，你读大学那会他还暗中寄了2万块钱过来，还有你那台电脑就是用你三舅的钱买的，只不过你舅妈一直记恨在心，你三舅又怕老婆，所以一直不敢正面联系我们。这么说舅妈也真是够小心眼的。行了妈，我一定小心说话，不会让三舅为难。那就好，顺便带妈给你舅舅问声好啊。挂断电话，我来到了东陵市的御景园小区，这里是东陵市的黄金地段，房价1万5以上，我舅舅鲁建军能在这里买下一套房子，也证明他颇有点经济实力。随即我先给舅舅去了一个电话，对面传来声音：喂，
你找谁？三舅，是我张军，我现在人在东陵，想去看看您，不知道您在家吗？鲁建军很意外道，原来是小军啊，我在家，我在家，你在哪里？舅舅开车去接，不用了，舅舅，我坐车马上到小区门口了。鲁建平开心道，好，你等等，我马上就到。挂断电话约5分钟后，车子就开到了御景园小区。我看到一个熟悉的人站在小区门口四处巴望，忙下来车叫道，三舅。鲁建军笑呵呵的迎了上来，小军，你来之前也不提前说声，舅舅也好给你准备些好吃的。我却从后备箱拎出一堆礼品，有6瓶15年的飞天茅台，10条金陵当地最贵的烟，总共花掉我4万多块。毕竟老妈都那么说了，舅舅对我好，我还是会记得的，也想借此缓解一下父母和舅妈的紧张关系。鲁建军往常为了揽活，没少送名烟名酒，一眼就瞧出这些礼品至少3、4万，脸色一变，小军你这是干什么？怎么买这么贵的烟酒？走走走，我陪你退了去。舅舅，前几天我中了回彩票，税后剩下300多万，手头有了点钱，就想过来孝敬舅舅。鲁建军一愣，将信将疑，真的？张军口袋里掏出那张假彩票道，当然是真的，你看这号码是不是前几天才开的？鲁建军这才有几分相信道，就算有钱也不能这么花啊，一天几万块，你觉得300万能花几天？张军连连称是，这不是想孝敬舅舅您吗？要是别人，3毛1盒的烟我都不舍得送了，你小子现在变得油腔滑调。鲁建军一听笑了起来，先不说这个了，你舅妈刚做好饭，咱们先回去吃饭。鲁建军拉着我往回走，边走边道，你舅妈那个人你也知道，脾气是坏了点，一会她要说什么不中听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啊。我明白的。鲁建军住的是一套复式房子，200多个平方，进屋后他有几分得意，前年才买的房子，光房子就300多万，加外装修花了近400万吧。小军你多住几天，咱们爷俩多聊一聊。好啊，我还记得小时候舅舅经常讲故事给我听，我这回要好好重温一遍。听到这句话，鲁建军的鼻子微微有些发酸。在我8、9岁之前，他还没结婚，那时他时常带着年幼的张军到处玩。鲁建军别过脸去，臭小子还有点良心，既忘记舅舅对你那些好。这时客厅走出来一名中年妇女，薄嘴唇尖下巴，打量了我一眼，不冷不热道，哟，这不是大姐家的外甥小军吗？都这么大了，舅妈都快不敢认了。舅妈，几年不见您模样一点没变，还像当年一样年轻漂亮。舅妈之前听说外甥上门，还当是又借钱来的，当时就有几分不快了。此刻听我嘴巴甜，心里舒服了几分道，别站着了，里面坐吧。鲁建军从我后面闪出来，舅妈看到他手上拎的烟酒，皱眉道，哪来的？又要去送礼了？鲁建军笑，这是小军带来的。舅妈一愣，忽然就火了，盯着我道，小军，你家穷的叮当响，怎么会买这么贵的烟酒？不会是假的吧？鲁建军一听就恼了，一柱你怎么说话呢？小军好心买来烟酒看我们，你就这么对他？舅妈一柱看到鲁建军吼，他也火大了，冷笑，行了吧鲁建军，你那个穷姐姐还少折腾咱们吗？当年你没发达的时候，人家张嘴就要5万，我就说句没钱，人家就急了，连你这个亲弟弟都不认，那是人干的事吗？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你就别提了。鲁建军已经黑了脸，心中非常恼怒，一柱的火气上来也不管不顾道，要让他们的儿子知道自己的父母当年怎么不干人事。此时只觉得2股怒气从脚底升起，焰腾腾的烧到心窝，但我依旧强压着，心说这个舅妈果然厉害，父母当年一定气得够呛，而他却心平气和的道，舅妈，我虽然没什么出息，但也不至于买假烟假酒欺骗舅舅，至于以前的事情我不想听，那是你们大人的事，我这晚辈不好过问。一柱一脸轻蔑，年纪轻轻挺会说话，可是你家舍得花几万块买好酒好烟送人，这些烟酒的钱你一家人得劳累1年才能赚到吧？张军没说话，拎起一茅台，当场就开了瓶盖，顿时一股浓浓的酒香散发出来。舅舅收入高，想必没少喝过这种酒，舅妈应该闻得出他的气味了。一柱的表情一致，听我诱导，舅妈如果觉得烟是假的，也可以拆开来抽几根。一柱神色变幻，一时之间说不出话来。鲁建军也是脸色尴尬。而在这个时候，一个12、13岁的男孩跑过来，怀里抱着一台平板电脑，问道，妈妈，他是谁啊？鲁建军忙道，小龙，这是你姑妈家的表哥，快叫哥哥。男孩一听就撇起了嘴，对一柱道，妈，原来是那个穷鬼的孩子，又到我们家骗钱吗？我的心头一片冰凉。一柱显然对他儿子提起过什么，让小孩子认为姑妈一家人都是穷鬼，是骗子和讨人厌的。我本以为若以善心待人，他人将以善心相待，如今看来未必。舅舅突然记起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做，我就不留了，改天再来看您，走了。说完我头也不回地推门而去，丝毫不理后面鲁建军的叫喊，一直走出小区才长长松了口气，才感觉情绪平复了一些。俗语说富不沾穷，穷不攀富，这话果然很有道理。别人瞧不起我，我也不想多说什么，抛下一切烦心事，打车回了酒店。待我走后，鲁建军死死盯着一珠，现在你满意了？小军好不容易来一趟，你就不能少说几句？一珠回过神来尖叫道，又要怪我是不是？上回也是因为他家你跟我动手，有本事你打啊，你打啊！鲁建军气得胸口剧烈起伏，你这是小人得志，不就觉得咱家有几个臭钱吗？有什么了不起的？人家小军还是东海大学的高材生呢。一珠轻蔑的叫道，大学生怎么了？大学生不一样找不到工作，大学生不一样穷，我就是瞧不起那一家穷鬼怎么了？鲁建军耷拉下眼皮，人家都说莫欺少年穷，你别瞧不起人。说完他也转身离开。一珠大叫，鲁建军你干什么去？不用你管。鲁建军踩都不踩大步离开，走出小区就摸出手机给我拨了一个电话，小军，三舅对不住你，你舅妈忒不是个东西，你别往心里去，舅的心怎样你知道的，看
汉三就说的，我就算100个不高兴，您不还是我的舅舅，我怎么都不会跟您生气。小军，你在哪里？我现在过去。想了想，我还是把地址告诉了对方。半小时后，我们一前一后抵达酒店，我又让酒店往房间送了几个菜，还有1瓶酒。鲁建军一看酒是5粮液，菜也非常精致，便说：小军你怎么住这种地方？太奢侈了，有钱要省着点花啊。我笑着说道：反正不花钱，不住白不住嘛。才说一句话，便传来敲门声。打开门后，发现是商阳夫妇，怀里还抱着孩子。商阳笑道：张先生打扰了，我能进去坐坐吗？当然可以，请进。夫妇2人看见有一个陌生人在笑问这一位是，于是我便给他们相互介绍了一下。鲁建军吃了一惊：您是陈阳集团的那位商先生吗？商阳微笑：正是彼人。鲁建军心情激动，他可是知道眼前这位厉害的，跺一跺脚，整个东陵都会地震。鲁建军忙笑道：原来是商先生，久仰大名，我和贵集团曾经合作过一次。商阳来了兴趣，原来鲁先生和陈阳集团有过合作。鲁建军尴尬一笑：贵集团下面的一家建筑公司曾经从我那边买了些建材，只是货款一直没有到账。商阳脸色一变，歉意道：鲁先生放心，这件事情我一定过问。张军连忙笑说：大家坐下说话吧，刚好叫了些菜，商先生一起用吧。商阳还没来得及吃饭，闻言笑说：那我便不跟张先生客气了。鲁建军心中啧啧称奇，心说小军怎么会认识商阳这种大人物，说不定自己那款项的事都能因此解决。而商夫人就坐在一旁，用心的看护着孩子。酒桌上，鲁建军非常殷勤，连连向商阳敬酒，我也陪了几杯。酒酣耳热之际，商阳对外打了一通电话，20多分钟后，便有一位大腹便便的中年人过来。此人一到，鲁建军就认出他是陈阳集团下面建筑公司的经理。那人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恭敬道：商总，您找我有事？听说公司欠了鲁先生一笔款项，是怎么回事？这话要是鲁建军问，那经理一定会用公司资金不足等理由搪塞。可面对商阳，他不敢乱说，只有硬着头皮道：商总，这是公司的老习惯了，欠的货款能拖就拖，放在银行吃利息也是好的。商阳大怒：放屁！你们这样不讲诚信，以后谁还和我们做生意？中年人原可反驳，却不敢说出来，只能连连点头称是。商总放心，款项的事我回去就办，绝不让鲁先生久等。鲁建军呵呵笑道：不急，晚几天也没关系。商阳挥手让中年人退下，又对鲁建军道：鲁先生不好意思，公司竟会发生这样的事，是我的责任。鲁建军感慨道：商先生，这事其实不能怪他，确实像他说的一样，现在的公司都这么做，毕竟欠钱的才是大爷。商阳笑了，他当然了解公司的实际情况，所以并不打算责罚建筑公司的经理。一场酒局下来，商阳表示以后公司如果需要建材，会优先考虑从舅舅那里进货，这让舅舅鲁建军惊喜交加，连连敬酒，同时感激一直帮他说话的我。一场酒终于喝完，鲁建军已经有了5分醉意，站起身道：小军放心，明天你舅妈一准给你赔礼道歉，我还得让他给你妈赔不是去。舅舅，你不是喝醉了吧？我看你挺怕舅妈的，你瞧好吧，到时保证让你大吃一惊。送走鲁建军后，我一下午都和商阳的孩子小龙在一起，居然一直不哭不闹，那诡异也一直没有再敢出现。另外一边，鲁建军回家后一脸哭丧，坐在那里闷声不吭的抽烟。遗珠不想理他，但终究还是忍不住问：拉着一张老脸给谁看呢？鲁建军重重哼了一声：就因为你个熊娘们，上千万的生意都黄了，你说我能不心疼？遗珠吃了一惊，他平常也帮着鲁建军做生意，知道这里面的利润很大，忙问：我怎么让生意黄了？你说清楚。鲁建军愤愤道：小军认识一位商先生，那位商先生可是陈阳集团的大老板，集团下属的建筑公司实力雄厚，对建材的需求量非常大。遗珠一脸吃惊，心里咯噔一下，他怎么会认识商先生？我早说过你别看不起人，小军现在本事可大着呢，商先生的小孩子病了，都得求他去治。遗珠完全呆住了，喃喃道：怎么可能？小军他不是学医的，小军是没读医科，但他脑子灵着呢，自学成才不行吗？你是没有看见，商先生对小军那都客气劲，一口一个张先生，只要小军肯开口，我的公司每年少说能多赚几千万。鲁建军故意一脸痛心疾首，接着道：都是因为你，小军现在连我都恨上了，这一年几千万的利润愣是到不了自家。此时遗珠恨不得抽自己几巴掌，好半天才喃喃自语：几千万啊，那可是几千万啊，怎么也不能放弃啊。鲁建军暗自好笑，脸上表情却依旧十分痛心。你说小军这孩子多懂事，到咱家买了几万块的名烟名酒，你倒好，不仅不领情，还说人家的烟酒是假的，有你这么做人的吗？遗珠越想越肉痛，甚至直接呜呜的哭了起来。你别说了，我都后悔死了。他一边抹泪一边道：我就是图个嘴上痛快，其实没有坏心眼。鲁建军还是叹气：众恶因得恶果，都是报应。遗珠忽然不哭了：建军，你说我去道歉，小军会不会原谅我？鲁建军神色不动：要是我被伤成那样子，是一定不会原谅你的。遗珠咬牙：那我去找大姐，先跟大姐他们道歉，我不信小军不听大姐的。鲁建军暗想早干什么去了，现在用到人家才想起道歉，嘴里却道：我觉得可以试试，明天咱们就去大姐家，你好好说话，别惹大姐不高兴。好好好，再准备一些礼物，把你藏起来的那些好酒好烟全拿去。遗珠特别激动的道。鲁建军却有点懵，合着送礼物不能从家里的公用资金出，居然要献祭老子珍藏多年的好烟好酒。晚间，小宝安静的睡在我的床边，商阳夫妇则是住在隔壁，打算一有动静就能过来。而我此时忍不住拨通了话不一的电话，对面传来声音：有事，师傅，昨天我下火车后被人追杀，应该是徐伯派人干的，这件事我会让张武处理，你不要过问了。是，还有一件事情。再然后我把飞机上遭遇说了一遍。话不一听后沉默片刻，果然是真仙之体，居然可以看到鬼神精怪。你说的没错，
按民间说法，那确实就是女鬼，这让我吃了一惊道：师傅，世间居然真的有鬼吗？宇宙浩瀚，奥妙众多，我们凡人哪能全弄明白？姑且把这种现象称之为鬼吧。至于鬼从何处来，要去往何处，这就不是为师知道的事了。听到这里，我呵呵一笑：师傅，我看能不能把小男孩的病治好。华不一道，东陵医王的医术还可以，不过此人心胸狭隘，你尽量不要与之来往，没有好处。明白师傅。挂断电话后，我还是不死心，盯着小宝看了半晚上，试图看出那只诡异到底藏在小宝身体里的哪个部位，可惜并无发现。等我一觉醒来，发现小宝正坐在床头，笑呵呵地看着我，还口齿不清的道：叔叔。小宝想要嘘嘘，之后我陪着他直到洗漱完毕，便一起去找商阳夫妇。商阳感激：张先生，麻烦你一晚上真是过意不去。没什么，商大哥以后别叫我张先生了，听着别扭，叫我张军就行。好，那我就托大，称你一声老弟。对了，待会你们跟东陵医王见面，我想一起去看看。当然可以，没你老弟在场，我也不放心啊。对了，老弟，小宝的病到底能不能治？张军摇了摇头。其实我没有十足的把握，还是先让东陵医王诊治，不行的话我再另想办法。之后我们闲聊到中午12点多，左等右等，所谓的东陵医王还是一直没有出现。那名负责接待商阳的中年人等在楼下，急得头上直冒汗，连连打电话催促。但其实商阳心里跟明镜似的，知道像这种名医架子大得很，未必不是故意迟来，所以他其实并不着急，一直等到下午2点钟，东陵医王才到。18层豪华包间里，商阳和我一行人见到了那个东陵医王顾默生，他的身后还浩浩荡荡跟来了10几号人，有男有女，有青年人和中年人，看样子都是他学生跟班一类的人物。商阳上前说道：顾先生，总算把您盼来了，快些请坐。顾默生坐在主座上，神情淡然的道：有点事耽搁了，还请商先生莫怪。不敢不敢，烦请顾神医施展妙手，救治我的孩子。顾默生饮了口茶道：把孩子抱过来吧。商夫人连忙将小宝抱了过来。顾默生开始切脉，后者闭目凝思半晌，微微皱眉，然后又看过孩子的舌苔，继而再问起孩子的症状。听完后他思索片刻道：看脉象孩子问题不大，只是有些心神紊乱，该是受了过惊吓，我开几副药先吃，看看效果。说完他身后一名长脸青年拿来纸笔，顾神医迅速写完一个方子交给商阳。商阳拿过方子看了一眼，脸上的表情有些僵硬，而我站在另一旁也看到了方子上的内容。顾默生站起身道：吃上一段时间的药，再去找我诊治。说完他就转身要走。商夫人忍不住道：顾先生，这位张兄弟知道小宝的病情，你们都是高人，能不能商量出一个办法来，尽快把小宝的病治好？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我，发现过于年轻。顾默生的跟班里有人嘲笑：商太太不是什么无名小辈都能和顾神医谈医论道。我也不生气，微微一笑。顾默生则打量我一眼问：你也是医生？目前不是，但我正准备学医。众人一愣，旋即不少人气笑出声。都这年纪了还想学医？我看学习生病差不多，让一个连医术都没有的人去和师傅商量治病，这不是开玩笑吗？顾默生身后那些人越说越难听，不过我脾气好，便冷冷道：我虽不是医生，却能治病，而诸位想必都是顾先生的门人弟子，不知有哪位能够治好小宝的病？现场顿时陷入一片死寂。片刻后有人恼火呵斥：就凭你也能治病？小子，这可不是你吹牛的地方。顾默生也微微皱眉：你说这病你能治？结果却听到我的反问：莫非你不能治？顾默生哼了一声，不想跟小人物太较真，但他身后的青年却站不住了，瞪着我怒吼道：你算什么东西，也配和顾神医这么说话？趁早滚远一点，否则要你好看。这些人你一言我一语，让好脾气的商阳也面露不快。顾先生，在你之前已经有6位名医开过同样的方子，可惜这方子对孩子的病情没有任何帮助。顾默生脸色一变，也不快道：既然商先生不相信我的医术，又何必请我来？商阳看向了我，我明白他的意思道：看来这位顾医生根本没办法医治小宝，还是让他走吧，不用再浪费时间了。我这话一出口，房间里就炸开了锅，那10几号人一个个愤怒至极，各种辱骂和嘲讽此起彼伏。你一个骗子也敢质疑顾神医的水平？顾神医治过无数疑难杂症，无不手到病除，你这种小人物懂什么？立即报警把这个骗子抓起来。我淡然一笑，心里其实也有一些火了，被人这样问候不火还是人吗？不行就是不行，说1000到1万依然不行，什么狗屁医王，我看是庸医还差不多。顾默生倒是沉得住气，这么说你能治这病，这是我的事，与你无关，你们可以走了，免得留在这里让人笑话。顾默生终于面现怒容：小子，注意你的言辞，有时候说错话的后果很严重。顾默生，少拿你的名气压人，告诉你我的师傅是华不医，他无论实力还是名气都比你大，医德更是不知道压你多少，和我师傅比你不是庸医又是什么？话一出立刻引发了一片哗然，就连商阳和顾默生脸色都惊变了。商阳是露出惊喜之色，顾默生则先吃惊，而后眼中流露出浓浓的怨气。可顾默生身后那批人并不知华不医的名头，继续口出辱言骂语，有人甚至卷起袖子准备上前打人。混乱的现场惊到了小宝，他突然声嘶力竭地嚎哭起来，表情非常痛苦和恐惧。所有人的注意力顿时都转移到了小宝身上，而顾默生看到这幅情景，眼中闪过一缕寒光：你小子既然是华不医的弟子，那这孩子的病就交给你了。顾默生知道我是华不医的弟子，显然想借机为难，如果我治不了这个症，自然也能削弱一些华不医的名声，这也是他乐见的。而这么浅显的目的我当然也看出来了，双眉一扬：顾默生你不能治的病我能治，这个难题我接下了。不过你听好了，我若治好小宝，
宝，你以后见到我师傅要执弟子之礼，恭恭敬敬称一声祖师。顾默生面露怒容，刚想说些什么，却听我冷冷道：怎么，你不敢了？顾默生却因为这句话冷静了几分，突然觉得没什么不能接的，对方毕竟只是一个小辈，而中医向来是越老越值钱，越能累积经验的行当。好，你要真能治好此症，我愿赌服输。不过你要是治不好，你回去告诉华不一让他拜我为师，不知你们敢不敢？好，商先生可以当公证人。此刻我在心中暗忖，顾默生只让我回去告诉师傅，又没让我师傅亲口答应这件事，谁管他那么多呢？而商阳自然乐见其成，他对顾默生也没什么好印象，便叫人拿来摄像机，直接把整个过程录下来。做完公证，我走到小宝面前，盯着他的背后，在眼睛的能力发动下，果然又看到那只女鬼在折磨小宝。我不说话，凝视诡异。上次我已经警告过对方，这次出手自然毫无顾忌。10秒钟左右，我眼中一缕金光射向女鬼，与以前情况复佛，这回金光半途化作一尊佛陀。此佛陀一脸愤怒向诡异撞去，诡异立刻面露惊怖之色，身形渐渐消失，化作一片纷乱的光雨。这一瞬间，我看到诸多画面一闪而逝，虽然模糊，却让我领会一些意境，脑海中也有了画面。原来商家有位女子4世未育，对商夫人生下的这个孩子非常妒恨，而不久后这女子便抑郁离世，竟把一抹怨恨留在世间，成为了折磨小宝的元凶。光雨消失，女鬼也踪影全无，小宝立刻停止哭喊，怔怔地看着满屋子的人。随即我摸了摸小宝的头，好了，小宝身上的邪气已经被我驱散。所有人都呆了呆，在他们看来，我只是盯着小宝看了一会，面容愤怒，再然后摸了摸小宝的脑袋，这样也能治病。可不管别人怎么想，小宝确实不哭不闹，让所有人百思不得其解。默生也很吃惊，他是货真价实的名医，连他都治不了的病，别人不应该能这样轻松治愈。他想不通，身后的那群人更想不通，一个个面容古怪。而最高兴的是商阳夫妇，他们连忙把小宝抱起来左看右看，发现孩子的脸色正常了许多。商阳大喜道：张老弟，感谢的话我就不说了。随即看向面上无光的顾默生道：顾默生，记着你的承诺，你要是敢不认账，我就把这段像复制1万份，发往全国各地。顾默生上前给小宝切了一下脉，脸色愈发凝重，然后重重哼了一声，转身就走，因为他实在没脸留下来了。身后那群人则个个如丧考妣。众人走后，商阳大笑：老弟，哥哥服你，我今天太意气用事了，完全没必要得罪顾默生这种地头蛇。老弟无需担心，顾默生胆敢找你麻烦，我自有办法治他。我倒忘了，老哥也是位财大气粗的狠人。对了，你们商家是不是有过这样一个女人，40岁还没生育，结果郁郁而终？一听这话，商夫人脸色唰的一下就白了。张兄弟，你怎么知道的？那是我家二嫂，去世半年多了，小宝的怪病难道是她？我安慰道：你们不用害怕，脏东西我已经清理掉了，刚才只是随便问问。二人连连点头，看向我的眼神带着一丝敬畏。接下来的一个下午，小宝都很活泼，再没有之前那种病恹恹的样子，这让所有人都放下心来。次日一早，我决定要返家了，便向商阳夫妇告辞：老弟，你回东海时一定告诉我一声，我好给你接风。再然后回家的路上我没打车，因为商阳已经安排了一辆车专门送我回去。东陵市距离清河县有3-4个小时的车程，中午时分正好到家。结果车子一到小区门口，我就看到鲁建军夫妇还有一大帮子亲戚都等在这里，这让我大大吃了一惊。看到眼前的一幕，我不由大吃一惊，因为我赫然发现小叔、小姨、大舅、二舅、三舅、代姑、二姑等等等等，就连70多岁的外公都站在人群中，笑呵呵地望过来。我3步并作2步上前，依次向长辈们打招呼，然后奇怪地问：妈，大家怎么都来了？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了？母亲笑道：胡说八道，能出什么事啊？是你三舅和舅妈昨天来咱家，说你中了彩票，大家一高兴就把亲戚朋友都请过来了，准备庆贺庆贺。这一瞬间让我哭笑不得，心说我哪里是中彩票啊？忙道：对，应该庆祝。三舅朝我挤了挤眼睛：小军啊，三舅已经在百味楼订好席，咱们一会过去给好好庆祝。这一刻我还能怎么办？只能苦笑。这么多长辈总要给点面子不是？况且难得亲戚们都到了，父母开心，我也就不说什么了。下午一大家子人来到百味楼，高高兴兴的吃喝聊天，闹哄哄的。席间我不得不再一次展示那张假彩票，做人这方面我还是会的。跑去洗手间封了几10个红包，每个红包内都有6000块，然后男女老少见者有份。村里的大家族就是这样了，反正既然赚到钱了，我对钱看的也不是很重，至少一定不能冷落身边的亲人。这场大聚会持续到晚上才散，众亲戚朋友各自归家，只有三舅一家人和小叔留下来。母亲鲁红梅终于忍不住心中疑惑：儿子，你三舅妈就像突然变了个人，昨天还拿许多礼品来跟我赔不是，价值好几万呢。我心知这是三舅的手段，道：妈，舅妈送礼你收下就是了，那可是她的一片心意。鲁红梅想了想，不对，你三舅妈什么样人妈太清楚了，她做不这种漂亮的事，肯定哪里不对，这我就不知道了。妈你自己慢慢想吧。臭小子，妈还没问你呢，出去一趟就中了500万彩票，到底怎么回事？那谁知道，心血来潮买了张彩票，居然就中奖了，真没天理。鲁红梅顿时笑了，还是我儿子厉害，头回买张彩票就能中奖，这说明我儿子有大财运啊，咱家的日子总算好过了。而且你小叔刚刚考上公务员，我想他日后8成会在东海买房，这钱正好用上。小叔考上了，还是东海的，骗你干吗？不信问你小叔去。我立刻跑到客厅笑嘻嘻问：张国强同志，听说你考上公务员了，
张国强非常骚包地说：“没办法，你输人我太聪明，立刻一考就过。”张军狠狠掐住他的脖子，叫道：“我叫你装，我叫你装！我们小丛打闹惯了。”张国强立刻反击，我们两个胡闹成了一团，片刻后才消停。小叔，你有什么打算？真要到东海发展？没错，你叔想出人头地，就只能走这条路。良久，我说出一句平淡却真诚的话：“小叔，我支持你。”小军，你爸为了培养我付出太多心血，就算为他，我也要上进，干非常事，做人上人。我知道小叔是个好强的人，人又聪明，我相信你一定能成功。马屁就甭拍了，你说个正事。我决定把清河那座房子卖了，留点钱给你结婚用，这样我也能在东海安心闯荡。得了吧你，刚才妈还说你可能会在东海买房，准备给你攒钱，你留下这钱，你觉得我妈会要吗？哎，我张国强这辈子都还不完哥和嫂子的恩情。行了，别说那些没用的，赶紧骗几个美女回家给我当婶子，我妈他们能高兴坏了。我们叔侄二人说着闲话，那边三舅妈抹着眼泪，握着鲁红梅的手道：“姐，当初我鬼迷了心窍，说了那么多伤人的话，你和姐夫千万别放心上。行了，过去的事情就不说了，我和你姐夫也没怪过你，就这样。”三舅妈一个劲的给我妈道歉，还说了之前我拿礼物去她家的事，总之就是各种不好意思，各种理亏，各种对不起我们家。这时三舅终于说话，这才对吗？一家人哪来那么多气声？一珠，小军已经原谅你了。一珠一听高兴的落下眼泪，他生性好强，这2天却低声下气的讨好一个后辈，让他着实感慨良多，觉得前些年确实不该对大姐家那般刻薄。人人心中都有善念，有时一念之间就能想明白许多事情，除了某些只有恶念的人，给他们3辈子都想不明白。晚上三舅他们又一起吃过饭，鲁建军道：“小军，商先生那边你打个招呼，如果接到陈阳集团的单子，我每年少说能多赚上千万。”张军点了点头，没有问题。小叔张国强一脸惊奇：“小军，你居然认识商阳那种大人物？我还认识东海市的市长和人事局长，关系不错。你现在贿赂我的话，说不定能连升3级。”张国强撇了撇嘴道：“像我这种天才，就算不走后门，也一样能连升3级。”说归说，笑归笑，张国强还是很重视我透露的信息道：“小军，找个机会把人事局长约出来吃顿饭吧。”我点点头。饭桌之上，父亲张国忠感觉有点看不透自己的儿子。儿子不仅认识大商人，还认识堂堂正部级的高官，还中了500万巨奖。难道老张家要时来运转了不成？旋即张国忠咳嗽一声：“小军，你能结识到达官贵人不是坏事，不过你要记住，只做力所能及的事，不要好高骛远。老爸英明，儿子记下了。”张国忠瞧我没正形的样，一巴掌就拍过来，打得我龇牙咧嘴，立刻一本正经：“小军，你别不当回事。想当年咱们张家也是出过大人物的，可惜那位大人物没按祖训做事，这才闹出了事情，导致咱们张家没落。”一听这话，所有人都好奇起来：“大哥，咱们张家出过什么大人物？”张国忠深深吸了口气道：“马家镇的镇长。”噗！张国强把刚入口的茶水全部喷出来了。张国忠一把抹开脸上的茶叶：“镇长管着几万号人呢，难道不算大人物？”我和鲁建军连连点头表示同意。晚间万籁俱寂，所有人都睡下了，我一个人来到阳台上，站起了混元桩。从修炼混元桩开始，不管坐火车还是在平原和东岭，他都没有停止过练习，愈发开始掌握混元桩的奥妙。师傅说，资质好的武师修炼3-5年以上，才有机会触及气血搬运这一领域，听上去似乎很难，不知我什么时候才能做到。总之我要提升实力，至少能让我遇到危险的时候保命。我心中思索着这些，站桩内视之际，感觉左眼徐徐流出氤氲金光，化作一股暖流，滋养五脏六腑和筋肉骨髓。直到凌晨5点我才返回卧室睡觉。天亮后吃过早饭，知道三舅和三舅妈已经回家了，我则拉上张国强，准备按最初的打算给父母买下一座铺面。之后我们叔侄二人一连跑了3天，几乎把县城大大小小的铺面都看了，最终选了一间总面积220个平方，曾经是一家超市的店铺，店铺拥有者要价300万，而且是一口价。我和张国强考虑再三，还是决定买了。接下来我们又用2天时间跑各种手续。当张国忠夫妇搬进店铺准备开张，时间已过去了2周，不知不觉我已经回家20多天了。张国强也差不多该去东海报道了，于是我们叔侄二人一同启程前往东海。毕竟家里的事已经安顿好，我们的心情都颇为轻松，一路上有说有笑。抵达东海后，张国强直接去市人事局报道，我则第一时间和林贤联络，结果打了电话才知道，林贤此时人在云东省，说要参加一个重要的家族会议，具体内容我还要细问，他那边已经匆忙挂断电话。我感觉林贤的状态有点着急，难道是遇到什么麻烦吗？云东省一片豪华建筑群落，林贤就坐在人群中低着头，林辉看上去40-50岁，正盯着林贤道：“告诉你这些叔伯长辈，你在东海都做了什么？对不对得起林家对你的培养？”林贤抬头，那张倾国倾城的美丽脸庞让族人惊讶，他淡淡道：“父亲，我不想成为家族利益的牺牲品，而且我不喜欢虚薄。”幼稚！林辉怒斥：“你吃的穿的用的，每一样都是普通人梦寐以求的东西，而这些都是林家赐给你的。你觉得你要不是我林辉的女儿，你能拥有这样的生活吗？既然享受了20几年，那你就应该懂得知恩图报。况且那个徐伯要相貌有相貌，要身份有身份，你们能在一起对双方家族都有利，这么两全其美的事情，你就想用不喜欢3个字将它抹杀吗？”林池笑了笑道：“大哥，小贤毕竟是个女孩子，哪个女孩心中没有白马王子？我想给她一点时间，她会想明白的。”这个时候，一个20出头的青年玩味一笑：“爸，你可能不知道，他在东海的时候和一个叫张军的穷小子往来频繁，吃住都在一个房间里呢。”林池故意露出吃惊的表情，继续道：“是吗？原来小贤已经有男朋友了，难怪。”林辉大怒：“林贤，林健的话是不是真的？”林贤的眼神有些迷茫，他对的张军的感觉还不错，但要说喜欢还远未达到那个程度，毕竟2人认识的时间也不算长。思绪转动，林贤淡淡道：“
张军不是我男朋友，不过他比翡翠帮更值得林家合作。所有人都是一愣。林辉问道：“林贤，你把话说清楚。”林贤自然不会把我的秘密透露出去，只能说道：“总之，张军可以向林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翡翠，而且价格会比翡翠帮更优惠。”林健顿时冷笑起来：“林贤，你是不是在说梦话？徐博早就调查过那小子了，他只是东海大学的毕业生，家里没钱没势，有什么能力给我们提供翡翠货源？”林贤也无法做出解释道：“我相信他有办法。”在场不少人都露出冷笑，林辉更是拍而起：“林贤，如果你是因为那个小子而改变主意，林家就会让他彻底消失。”林贤脸上露出恐惧之色：“父亲，张军不是无名之辈，他的师傅是华不一，东海市长还是他的朋友，你动他林家也难以承受后果。”林健哈哈大笑：“林贤，你编故事的手段越来越高明了。华不一是谁我不知道，东海市长是什么身份，会认识这么个穷小子吗？”林贤暗暗担心，如果今天不给一个交代，林家十有八九要对张军下手，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父亲，我可以嫁给徐博，但你要答应给我2年时间，2年之内任何人不得限制我的自由。林健立即反对：“伯父千万别相信他，这只是缓兵之计，说不定明天就跟那个穷小子跑了。”林贤冷冷看向林健：“林健，这里没你说话的份，闭上你的嘴！”林健大怒，还要说什么，却被林迟以眼神制止。林辉沉默下来，林贤又道：“父亲，您了解我的性格，我不愿意做的事，就算刀架在脖子上也没用。”林辉哼了一声：“就给你2年时间，不过你最好收敛一点，少跟那个叫张军的人来往。”我明白了。林贤松了一大口气，一场风波就这样结束了。林贤的内心五味陈杂，家族的冷酷无情让他心寒，充满未知的未来更是让他迷茫。晚上他拨通我的电话：“张军，姐姐长得漂亮吗？”我呆了一下，然后笑嘻嘻地说：“当然漂亮，贤姐可是我所见过最漂亮的女人，没有之一。”林贤用半似玩笑半似认真的语气说：“既然你觉得姐姐漂亮，那就追我好了，只给你2年时间，2年之内追不上，你可就没机会了。”我的心头狂跳，但我却用一种很平静的语气道：“贤姐，其实1年时间就够了。”林贤轻哼了一声，挂断电话，让另一边的我一阵心猿意马，心说林贤这是要对自己表白吗？晚上张国强满面春风的来到金龙酒店，我已经点好酒菜。张国强告诉我第一天报道感觉不错，他现在还是试用期，3个月后才算正式上班。之后张国强住了1晚，次日就要搬到人事局宿舍去，而我则悠闲的等着华不一返回东海。另外一边，徐博的日子却不好过，甚至可以用提心吊胆来形容，因为自从前段时间火车站刺杀我失败后，张武就开始找他麻烦。刺杀失败后的第3天，徐家一辆押送翡翠的车子刚入东海就失去联系，上面价值3000万的翡翠，则是徐家秘密运进东海的水货，见不得光，所以就算丢了也不能报警，只能吃哑巴亏。不仅如此，徐博一觉醒来发现血淋淋的狗头放在自己枕边，当时就被吓得他魂飞魄散。这件事则是报绝也查不出个所以然，而类似的事情还在接二连三发生，名贵观赏鱼全部死亡，打开红酒瓶盖后倒出的全是鲜血，从米饭中吃出的是蟑螂，这一切都让徐博几乎疯狂。终于他在坚持了20几天后就再也忍受不住，主动找到张武。这也是我返回东海的第5天。阴暗的房间里，张武和我冷漠地坐着，精神萎靡的徐博则坐在另一边，他身后的保镖都非常紧张，不住地东张西望。徐博抹了把脸盯着张武：“五爷，说吧，你到底想怎么样？老子听不懂。”徐博咬牙拍桌：“那我就挑明了吧，是我派人暗杀张军，是的确是我做的，你画出道来吧。”张武眯起眼睛：“徐公子有胆色，我记得曾经提醒过你别动张军，否则后果非常严重。”徐博嗤的一笑：“张武，你也不用吓我，动我你也不会有好下场。”我听得火气上来了：“徐博，你为什么要杀我？我们之间并没有深仇大恨吧？你就是一只蚂蚁，踩死一只蚂蚁需要理由吗？2次没弄死你，只能算你走运，有种！”张武拍起巴掌：“不愧是徐大公子，敢做敢当，让人佩服。张武，你有话直说，你到底想怎么样？”张武呵呵一笑：“千万别这么说，我张武是正经的生意人，但你徐少可就不同了，你杀人未遂可是要负责的。”徐博吃了一惊，疼地站起来：“张武，你敢阴老子！”张武指了指身后的墙壁，这里装有隐蔽的高清摄像头。徐博，你现在可以回去了，等法院的传票吧。徐博脸色一变：“张武，你以为凭借一段录像就能给我定罪？当然不是。”张武拍了拍手，一个黑脸的中年汉子被带入房间，正是那名当初暗杀张俊的二狗。看到这个人，徐博脸色灰白：“好好好，我认栽了，你们到底想怎么样？”张武脸色转冷：“很简单，拿出2个亿给我兄弟压压惊，然后向他赔礼道歉，并保证他的安全。2个亿，你怎么不去抢啊？不愿意也行，不过张军也有上诉法院的自由，你还年轻，就算蹲上3、5年监狱也没什么。不过我提醒你，监狱里可什么人都有，徐少千万保重。”徐博的脸色陡然一变，那里面有张武多少人还用说吗？进得去恐怕就出不来了。再三权衡之下，徐博也不敢冒险道：“好，我答应你，希望你也能够信守承诺。”张武冷道：“张军就坐在这里，你难道没什么表示？”徐博犹豫了片刻，还是走过去鞠躬道：“对不起。”结果我还没有说话，张武道：“你这样毫无诚意。”徐博皱眉头正要说话，就见我站起身，甩手一巴掌抽过去。徐博眼冒金星：“你敢打我？王八蛋，你想清楚了，你暗杀老子不是1次而是2次，要不是老子福大命大早就死了。”说完我又是一巴掌狠狠抽过去，打得对方嘴角流血。徐博狠狠瞪着我，终究还是没有还手。谁知道张武这时候走了过来，脚尖在徐博膝后一点，
后者扑通一声跪在我的面前。8名保镖想冲过来护住，却被8支手枪顶在了脑门上，没有一个敢动。徐博感觉一阵耻辱，他狂吼一声想要站起，却被张武按住肩膀，动弹不得。我大马金刀的坐在他对面道：“你可以滚了。”徐博离开后，张武皱眉道：“以我的脾气，直接弄死算了。可惜老板不让杀人，杀人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优手段。师傅是对的。”晚上张武公司的账号就多了2亿资金，他将这2亿资金转到10张卡上，一并交给了我。张军很感谢张武道：“武哥，晚上我请你吃饭吧。”张武揉了揉鼻子：“不巧，今晚有个局，改天我请你吧。”“什么局？”张军就随口一问。张武道：“我上面的大老板出了点事，现在有人想到东海分一杯羹，我自然不能让他如愿。总之我会处理好，兄弟不用担心。我对江湖上的事完全不了解。”但又问了一句：“大老板是指师傅他老人家吗？”张武摇头：“当然不是，我说的大老板是指那位能让我在东海呼风唤雨的大人物。你知道一起集团吗？总资产230亿，但这些钱不全是我的，我只占了3成，剩下的属于大老板。在国内没有后台的财团是很难发展起来的，我就是大老板在东海的利益代言人，我赚钱，大老板就赚钱。这么说你懂了？”我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张武却突然笑了，拍了拍我的肩膀：“兄弟，有没有兴趣今晚上一起过去？”张军想了想道：“好，我也想长长见识。”于是当天晚上，东海市的沿岸，张武带着包括我在内的上百号人登上了一艘豪华的游轮，而游轮之上早有另一批人在等着，他们是吴波一方的人马。游轮开动，一直驶入公海范围才停下来。我第一次登上这种豪华游轮，看什么都觉得好奇。吴波则是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看上去一丝不苟，很斯文的样子。片刻之后，张武的背后只站着我，吴波的背后只站着一个女人。那女人20多岁，虽然外貌秀丽，但是却站得笔直。我于是恶趣味的开始对那个女人使用眼睛的能力，结果果不其然，那女人全身上下都装满了杀人的戾气。再然后2位主持人说了半天废话，吴波才道：“张兄，久闻你赌技高明，可有兴趣赌一把啊？”张武笑得很灿烂：“哪里，粗通而已。听说吴兄你身边有位赌术高手，难道你把他也带过来了？”吴波呵呵一笑：“管银河今天没来，张兄有兴趣和我赌一把吗？”“好啊，吴兄想赌什么？赌胆气如何？”吴波拍了拍手，就有人拿了一个托盘过来，托盘上放着一支左轮手枪，同时1粒子弹。要玩什么已经不言而喻。张武的眼睛微微眯起，都说吴兄是文明人，居然也玩这么血腥的游戏，文明惯了想换换口味，莫非张兄不敢？这世上还没我张武不敢做的事。既然吴兄坚持，那就来吧。吴波拿起左轮手枪，装上那粒子弹。张兄你先还是我先？此时我在一旁看得心惊肉跳，可是我看了一眼手枪，却上前道：“武哥，让我来吧。”张武斜了我一眼道：“我和吴兄才是玩家，没你的事。”吴波却呵呵一笑：“张兄身边的人果然不凡，既然他也想玩，自然有人陪着。”这时吴波身后的女人站了出来：“我陪你吧。”张军面无表情地问：“谁先？”女人冷道：“随你。”然后我把枪口对准太阳穴，再然后啪啪啪连扣3下，结果都是空枪。再然后把枪递给脸色微变的女人，一共6个弹巢，我打3个，你打3个，怎样？吴波神色如常，有胆气啊。然后他扫了女人一眼，女人毫不犹豫地拿起枪，然后扣动扳机，停，枪口喷出一道火焰，结果女人却没有事，愣愣地看向吴波。吴波哈哈大笑：“子弹虽是假的，但你们都是有勇气的人。”女人没说什么，放下枪又退回原地。张武的脸色却不善道：“吴兄，还当你长了胆气，原来玩虚的。行吧，你玩虚的，我就跟你来点实在的。张兄，我来东海不是想和你抢地盘，而是想合作做生意。”张武眯起眼睛道：“东海的生意都是我张武的生意，轮不到你来做。”吴波也不生气道：“这个生意很大，我怕张兄一个人吃不下。”张武转过脸去：“你消息倒是灵通，知道东海圈要筹建公海赌船的事，只可惜我们不缺钱，更不缺人。”吴波笑道：“张兄，东海有钱人确实多，资产超过20亿的家族和个人不少于100位，可是想搞公海赌船，那就不仅仅是有钱就能办成的。”张武看着他道：“你既然知道了，我也不怕告诉你，这件事由10位大老板联手促成，你说能不能办成？”吴波脸色一变，缓缓点头：“这就难怪了。”张武道：“这件事还惊动了上面几位大老板，陆续受到调查，只是经过几轮力量交锋后，大老板从10人变成了15人。不管怎样，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他们不会眼睁睁放过这块肥肉。”吴波露出苦笑：“说实话，公海赌船我们早就在办了，而且还有了一定的客流，就连樱花和神经病国都有大量客源。可如今看来，我是没什么希望了。”张武轻蔑的道：“你们摆几艘破船出来有意思吗？这次大老板们计划集资200亿，除了设备齐全，还配备了巡逻艇以保安全。”吴波这次确实是来探一探虚实。此时一听内幕，不由倒抽一口凉气，知道自己压根就没资格入局道：“张兄，这件事我清楚了，回头会和白先生讲。”思索了片刻后，他拱了拱手，再然后我淡淡的说：“你继续吧。”至于继续什么东西，女人一瞬间就懂了，当然是继续她刚进房间就开始，之后被我打断没做完的事情。她果然很听话的继续，让我一个年轻人血脉奔张。如果说刚才只是7分游戏心态的话，现在就是妥妥的血脉喷张。这时我招了招手，过来，女人立刻步态优美的走了过来，像一只波斯猫在月光下漫步，趴到地上学2声狗叫。女人身体僵硬，最终还真的叫了2声。我叹了口气，
其实我想知道的事情很简单，便缓缓问道：到底是什么能让一个人放弃尊严、信念，变得只剩下野兽的本能？你能不能告诉我？女人的身体轻轻颤动，似乎我的话触动了她的某一情绪，但是她很快又平静下来。我接着道：看得出你没有过其他男人，但你随时能服从命令把身体交给别人。既然这样，不如就给我好了，说不定我以后能给你条出路。女人非常冷静，即使刚才有过一瞬间痛苦的表情，而我自从和女友分手后，这次是发泄的最爽利的一次。足足40-50分钟之后，女人才穿上她所有的装备。我临走前道：要是哪天想我，就去东海金龙大酒店找我，我叫张俊。门屏的一声关上，女人喃喃的道：张俊。回到大厅，张武还在和吴波谈着，只不过谈话的内容不再是赌船，而是其他领域的合作。凌晨3点左右，张武才起身招呼属下离开。回去的路上，张武问道：兄弟感觉怎么样？张俊干笑道：还行。你知道那女人是谁吗？谁？她是吴波麾下第1号杀手，绰号叫玉罗刹，死在他手上的人没有100也有80。面对这样一尊杀神，哥哥都不得不佩服你。五哥不觉得这是有古怪吗？张武点头，是有一点古怪。按说吴波不该把玉罗刹白送给你，那五哥感觉是哪里不对呢？房间里我观察了玉罗刹的反应，感觉不出阴谋的味道。张武沉思片刻道：这应该是吴波的一步暗棋，说不定哪天就能用上。总之先不管了，反正兄弟你也没有吃亏。回到金龙酒店，我站混原装的时候，意外发现自己的眼睛能力范围竟增长到了3米。他记得在轮船上的时候，眼睛能力半径只有2米左右，怎么突然就增加了？难道是玉罗刹的关系？张军有些难以置信地得出这个结论。对玉罗刹的事我倒没什么心理负担，毕竟吴波那一票都不像好人，对不同的人做不同事才是我的行事风格。我可不喜欢给自己上什么道德枷锁装圣母。第二天林贤返回东海，我亲自去迎接他回来。见到林贤的时候，我发现他看向我的眼神有些闪躲，不禁想起之前电话里的奇怪对话，问道：贤姐，你那天的话当真吗？林贤别过脸去，浑不在意地反问：你说的哪句话啊？人要诚信好不好？说过的话就要算数。然后我学着林贤当初的口气，又把他那天晚上的话重复了一遍。林贤玉颊飞起2片红，轻轻捶打我，嗔道：让你学我？贤姐，当年在东海大学的时候，你可是所有男生心中的女神，当然也包括我。林贤抽开小手：张军你知道吗？我这是在赌，拿我的一生去赌。看着他认真的模样，我也认真的回复道：贤姐，不管怎样我都不会让你失望。行了小弟，我已经把资金带来了，明天开始努力准备珠宝店开张的事，我们时间不多，一定要加把劲啊。结果他没想到我呵呵一笑，我刚赚了2个亿，正好投到店铺上面。林贤大吃一惊，连忙问怎么回事，顿时怒道：徐博居然又对你下手，这个混蛋东西真是胆大包天，我得找他算账。没事了贤姐，有张武哥镇着，不过对徐博我肯定是不放心的，等找到机会，这件事我自己会处理。林贤目光复杂的看着我，我们认识1个多月，可你已经让我刮目相看了，真期待你未来会成长到什么样子。翌日，天行珠宝营业员培训中心正式建立，林贤从林家的珠宝店请来资深员工，对新的职员进行培训。第3天，林贤联络到一批玉雕工匠，开始对我的那批翡翠进行雕刻。这些翡翠中有一批是极品翡翠，将成为未来天行珠宝公司的镇店之宝。第10天，我从张武那里租下一间门面房，店铺分为2层，总面积1300多平方米。我还委托张武找来一家有经验的装修公司，对商店进行精装修，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不知不觉，距离师傅离开已经1个半月了。结果这天，我正忙碌于店铺的事，突然就接到了师傅的电话：张俊，你马上去找张武，他会带你去一个地方。发生什么事了师傅？到了你就知道。说完话不一便挂断了电话。我摸着下巴呢喃：师傅当初说出去是为了给我铺路，现在是完成了吗？带着这样的疑惑，我找到张武，再然后张武亲自开车带我朝西南方向猛开，路途出乎意料的远，开了5个多小时，天都黑了还没到目的地。我忍不住问道：武哥，到底要去什么地方？祁门山、玉虚关，去道观做什么？师傅现在在道馆里吗？张武哼了一声，不无嫉妒的：你小子太幸运了，居然得到老板这么用心栽培，不过你也别高兴得太早，人家未必肯收你这个徒弟。张武的话让我听得一头雾水，但在追问，张武却一个字也不肯说了。晚上10点多钟，车子进入山区，我们终于来到了目的地。张武跳下车道：走吧。我一脸苦巴巴地说着：武哥，大晚上的爬山，不怕摔死人吗？张武瞪了我一眼：少废话了，快走，你要是去晚了会后悔一辈子。然后便不由分说了拉着我开始爬山。入夜后的山上露水很重，一路上荆棘密布，我们虽然闷声赶路，但其实爬得并不轻松。就这样走了足5个多小时，翻过了3个山头，闯过2道沟壑，我们才最终爬上了祁门山。这时已经是5点多了，东方出现一抹红霞，我看到道观的大门紧闭，张武大步上前重重拍响门环：张军求见。片刻后大门开了，一个道童揉着眼睛往外看：谁是张军？我立刻上前一步自我介绍。道童点头：观主要见你，跟我来吧。之后我跟着道童一路向里走去，来到一个大殿前，道童对着殿内高呼：启禀观主，张军到了。旋即殿内传出一个清朗的男子声音：让他进来。随着道童推开殿门，我迈步走了进去，看到里面有3男1女，其中1人正是我的师傅。我扫了3人一眼，便垂下头高声道：师傅，弟子来了。话不一，缓缓睁开双眼：张军，你眼前这3位都是当今华人武术界的绝顶高手。这位是美国定居的柳真如，他通晓古今各种轻功暗器，功夫已入丹境，江湖绰号真如仙子。我连忙恭敬的见礼：见过柳前辈。话不一指向其中1位老人：这位是大陆技击高手陆云祥，精通形意、太
太极、咏春、八卦等诸多功夫，人称陆无敌，30年来未尝一败，也是一位单进高手。我立刻像刚才一样连忙拜见。话不一介绍第3人，这位是玉虚的观主，太极功夫炉火纯青，全境之强冠绝当世，人称太极王。我先单独给此人行礼，旋即朗声道：拜见了3位武道高人。华不一道：张军出师之后，3位就不欠我什么了。枯瘦老人目光闪烁，华先生，你本可以提出更高的要求，如此做法不觉得浪费吗？女子亦道：是啊，你让我们3个素无往来的人叫一个徒弟，不知存了什么心思，莫非想要培养出来天下第一高手？话不一微微一笑，难道不行？玉虚观主也回笑一声，若是此子资质愚钝，我们3个岂不是要教上10年8年，甚至搭上后半生了？话不一笑，这个无需担心，资质如何你们一看便知。随即师傅看向我道：1个半月前我传授你混元桩，现在站得如何了？我拱手道：站出整劲来了，但还没站出明镜，你光站着一辈子也站不出明镜来。好了，你演练一次给为师看看。于是我双脚往地上一定，人便如一棵老松立于天地之间，包括话不一在内的所有人耳朵微微一动，就把我的血气运行听在耳中，一个个都露出吃惊之色。柳真如点了点头，1个多月能把混元桩站成这个样子，资质堪称上上。更难得的是他居然已经尝试控制一身气血，当真让人惊奇。玉虚观主颔首，咱们习武之人一身功夫都在气血上，没想到这小子如此有天赋。华先生慧眼识珠，算是捡到宝了。华不一道：我也没料到他能修到这一步，和你们一样意外。陆师傅以为如何？陆云祥点了点头，我年轻的时候被国术大师们称为奇才，但和你这个徒弟一比，差了不止1星半点。当年我站的也是混元桩，半年多时间才站出这种效果。耳听3人都交口夸赞，话不一知道今日大势已成，便说：3位该说的我之前都说了，现在我把张军留下，望3位把他的底子打得越坚实越好。陆云祥哼了一声，话不一，你真是天大气魄，让咱们3个给一个小娃娃打底子，恐怕全世界也只有你做得出来。话不一笑，当初我先学医后习武，结果事倍功半，心中对此颇为遗憾。后来潜心思索，才知先习武后学习，方为能事半功倍。习武之人对身体的了解远超一般人，特别像3位能够把气血控制到炉火纯青的高手，对学习医术几乎可以一蹴而就。况且我神农门的大罗神针和1到9境，同样也需要武道的根基。柳真如忍不住问：华先生，你神农门的1到9境若练到9境合一的地步，能有多大威力？华不一道：我现在只练到7境合一，若一掌拍出而3位不做抵抗，可以打死你们中的任何一人。至于达到9境合一之后，神农门称之为神仙指，能够一指杀人，亦能一指活人。3位武林高手微微变色。玉虚观主沉吟道：如果我没猜错，那神仙指应该到了神通层次，丹境之后是神通境，可古往今来触及这一层次的人少之又少。话不一点头，神农门就曾出现过一位9境合一的高手，他确实到了神通领域，4人都是站在人类巅峰的强者，谈起来就停不住。陆云祥道：传说之中，到了神通境就能拥有诸多神通，比如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身如意通。华先生，你认为是真的吗？话不一思索片刻，宇宙奇妙，一切皆有可能，我被当勇猛精进才是。众人深以为然，纷纷点头。4人似乎已经把我忘了，一谈就是小半天。最后华不一道：我3月会过来一次，几位告辞。再然后他也不和我打招呼，直接出了殿门，和张武一起下山。大殿中我面对3大武林高手，心中有些发毛，恭敬的作揖道：3位前辈有劳。哪知3人根本不睬我。柳真如道：华先生3月回来一次，不如咱们轮流传授，每人传授3个月。其余2人同意，于是柳真如留下，另外2人离开。就这样，孤寂的大殿中，只有我和一个武功高到出奇的漂亮女人开始习武。第1天，柳真如让我抱着斧头去山中砍木桩，要求木桩直径在10公分左右，长1米左右，横截面要平整，这无疑是份苦差。我足足砍了5天，才凑够9981根木桩。不过由于斧头并不如何锋利，我砍出的横截面极不平整，很快我就喝到了自己酿造的苦酒。第6天，柳真如命我按照特定的顺序和距离，将81根木桩栽到地下，地面上露出半米。接下来，我就要按照柳真如传授的呼吸法门，依次走过81根木桩。第一次从一头走到另一头，我摔下来6次，砸得鼻青脸肿。更要命的是，木桩上面有的地方非常尖锐，在我身上扎了不少血口子。好在我能够通过内视观察自我调整呼吸，所以上手很快，3天之后就已经能够顺畅行走了。柳真如马上又安排下一道难题，她让我每走一步，口中都要吐出一个复杂古怪的音节。说来也怪，每当说出音节的时候，我就感觉体内运行的血气一致，动作也就跟着一缓，十有八九要摔倒在地。就这样，我每天要在桩上来回走上1000次。通过内视，我一次次克服音节带来的干扰，走得越来越顺，体内气血的运气越来越有规律。81个桩子，我要走9981步，每一步的动作都不同，吐出的音节也不同，自然也伴随着不同的气血运行方式。单单走桩我就一走了半个月，在一次次的内视调整之后，我走桩时的气血变得异常规律。通过感觉这种极有规律的气血，渐渐就摸到了气血搬运的门槛，即通过动作和呼吸等调整气血的运行。然而除了走桩之外，我每天晚上依然要站混元桩，
继续感受气血运行。同时柳真如还会拿出一种药膏，每天晚上帮我涂抹按摩，夜夜如此，从未间断，一天的疲劳因此消失殆尽，我总是能很快沉沉的睡去。而每当这个时候，柳真如便在一旁静静的看着他，心中暗道：我当年练成龙步用了3年时间才让气血运行不受阴劫干扰，这小子却只用了10几天，真是妖孽。而就在我山中苦练的时候，东海市徐伯居住的别墅里，林贤的堂弟林健正惬意的饮着红酒道：我说徐大少，你也真够衰的，连一个穷小子都对付不了吗？徐伯怒道：去你妈的，你当他真是个一无所有的穷小子？林健不以为然的：林贤那天说了，这小子是什么话不一的弟子，还认识东海市长。呵呵，你觉得不可能吗？先不说话不一是何方神圣，东海市长怎么会认识这种小人物？徐伯看着林健心中一动，林健，这可是你们林家的事，怎么反而让我插手？林健撇了撇嘴，如果我出手分分钟就能把那小子灭掉。徐伯心中冷笑，我看你是吹牛，你要是能灭他还能等我出手？林健跳起来道：徐伯，要不然咱们打赌如何？徐伯奸计得逞，但脸上依旧不动声色道：我不和你打什么赌，你想做就自己做，和我没有关系。林健哈哈大笑，没想到横行东海的徐大少居然被一个穷小子吓成这副模样。好了，那小子我去对付，你等我的好消息吧。说完他把杯中红酒喝光，然后大摇大摆地离开徐伯的别墅。徐伯快笑死了，借这蠢货之手对付张俊，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与此同时，山中无岁月，不知不觉3个月过去了，我终于通过修炼成龙步，还初步学会了气血搬运，而且柳真如还传授了张俊一门暗器手法，唤作搓针，细如牛毛的银针，两指轻轻一搓，便以极快的速度射出，能够穿透铁皮，十分阴毒。当然我现在只学会了练法而已，距离那种搓针杀人的境界还差着10万8千里呢。3个月过去了，话不一重登玉虚关，当他和陆云祥看到我时，都纷纷露出吃惊的表情。陆云祥感慨道：真如仙子，你把云龙禅师不外传的成龙步传给他了。柳真如默然道：我既然教他，就教他最好的。成龙步是天下最适合听血练血的修炼方法。陆云祥连连点头，真如仙子，你既然这么慷慨，那老夫我也不藏着掖着了，我倒想知道一下，咱们3人加上华先生，到底能培养出什么样的怪物？话不一笑，张军已能初步搬运血气，陆老师莫非想传他真武母拳？陆云祥哈哈大笑，除了真武母拳，又有哪种拳法能接上成龙步的进度？话不一问，陆先生的真武拳炉练出的拳艺，如今到哪一品了？陆云祥遗憾道：才3品而已，这拳艺要是到了1品，将和你神农门的神仙指一般，进入神通境界。话不一赞道：3品已经很了不起了，我在你手下走不出10招。再然后陆云祥传授的第1天，我就差点傻掉了，没想到一个真武母拳的架子居然那么难，即使我有意能去全力学习，也始终学不会。就像一个不懂画的人，你把一幅名家的画摆在他面前，看着无非是一笔一画的涂抹，但普通人根本不可能画得出来。我现在就是这种感受，明明感觉没什么难度，但模仿起来却非常的困难。陆云祥倒是一点不着急，反过来安慰我道：老夫55岁那年才摆出母拳的架子，你还年轻，慢慢来吧。然而这句话非但没起到安慰的作用，还把我惊出一身热汗。之后一连10天，果不其然，我都没有半点进步，甚至还进入了疯魔的状态，整天痴痴呆呆，站出各种各样的拳架子，有些形状古怪到让人啼笑皆非。陆云祥则一直冷眼旁观，他想知道华不一这个弟子到底是什么天才。要知道我看似平淡的拳架子，其实蕴藏了几百种拳法的精华，别说一个张俊，就算找一个习武几10年的大高手，也未必就能学会。然而1个月后，我突然就恢复正常了。原来我发现在异能之下，真武母拳居然能被一个个分解出来，这种分解是一种非常直观的感受。于是8极拳的架子、八卦掌的架子、太极拳的架子、少林散手的架子等等等等，一开始显现出来，无数个架子重叠之后，又产生无数个新的拳架子。我就这样每天都陆云祥盯着看，一看就是2个月。到第3个月的时候，他突然不再看了，因为陆云祥惊奇地发现，张军站的不是母拳架子，而是太极拳的架子，并且接下来每隔几分钟，他又会站出一种拳架子。意识到这一点，陆云祥的脸色开始变化，独自喃喃：他这是把我的真武母拳给分解了。毫无疑问，这是一种了不起的能力，让陆云祥这位大宗师也目瞪口呆。接下来的发展自然毫无悬念，我每天都自行拆分组合各种拳架子，虽然还是显得有些稚嫩，但20几天就把真武母拳练成了。话不一第2次上山的时候，陆云祥只说了一句话：你这个徒弟太妖孽了，别人没法子教，他只能自己学。话不一听后哈哈大笑，十分畅快。最后传授东西的人是玉虚关主，他号称太极王，可见太极拳的功夫有多深了。与前面2人不同，玉虚关主居然教我战会原装，而且并不出手指点。就这样我天天战会原装，日复一日，不知不觉过去了1个多月。这天我突然感觉嗓子发痒，于是忍不住仰天长啸，结果笑音还未出口，玉虚关主突然闪电靠近，一掌拍中我的脑门上，顿时我感觉一口闷气憋在心中，难受无比。可每当我想有所动作，玉虚关主总能在我身上打一拳或者拍一掌，让那股气始终出不来，这种感觉非常难受，我想死的心都有了。不过渐渐的，我发现竟能控制这股气流在体内流动，最终让周身气血都沸腾起来，宛如江河奔腾。憋着一口气，我坚持了1天1夜，可是却越来越精神。至后来，体内的气血仿佛水银一样流动，一步踏出，就像一个装满水银的铁球，势大力猛。玉虚关主一直观察在我，看到他练出千拱之力，赞道：好，没有20年出不来这功夫，你看好了，我现在传你90太极母拳。玉虚关主身势一沉，双臂就像2只大铁锤打在空中，沉闷无比，仿佛重达万斤。
正是太极母式中的锤式，并且接下来的鞭式、剑式、刀式、斧式、枪式、棒式、金刚式、缠丝式都一一被他施展出来。我则借助双眼的能力，努力把每一个动作都看得清晰无比，甚至包括了气血运行的规律。等玉虚观主演过一遍之后，我便已经基本掌握。再然后我借助体内那股力量，一口气将太极九式打出来，瞧得玉虚观主不住感慨，眼馋啊，老道也该收个关门弟子了。之后又是3个月过去，话不一把我领下山，这表示我已经出师了。山下，当张武9个月后再次见到我时吓了一跳，忍不住问：兄弟，你功夫成了？来，跟哥哥过几招。说完他不等我答应就一拳轰过来，这一瞬间我潜意识里摆出真武母拳的架子，然后脚踩腾龙步，一晃就到了张武左侧，一拳轰出，而这一拳则是太极九式中的锤式。张武顿时感觉我的拳头变成了一只千斤重锤，狠狠地砸将下来。他下意识的双手交叠往上一拖，轰的一声闷响，地面微微一震，我的身子不动，诡异的往后横移3步，而张武则感觉双臂一痛，噔噔退开2步，吃惊的看了过去。华不一道：张武，再过1、2年张俊就能打得你满地找牙。张武感慨：以前师傅说有人练3天就比别人练3年都厉害，我还不信，现在不得不信。我揉了揉拳头道：师傅，玉虚观主搞的什么名堂，居然可以引动我体内的气血，一夜之间练出千拱劲。华不一道：那是灌顶之法，能生生打通你周身气血，会这一手的人世间不过寥寥3、5人罢了，连师傅也不能吗？不能。华不一道：其实玉虚观主的医术也很高超，加之他修为比我高才可以做到这一点，如果为师到了丹境层次，倒是也可以为你灌顶。再然后3人返回东海时天色已晚，到酒店后我整理了一下外形，恢复如初，才去敲开华不一的房门。师傅，我现在能正式拜师了吗？不能。华不一的回答让我意外，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华不一正色道：为师身上牵扯太多利益纠纷，在你没有足够强大的实力前，还负不起这份担子。我叹息了一声，好吧，徒儿继续努力就是。华不一温和的道：张俊，接下来你有半年时间消化山中所学，半年之后，为师将送你去军中实战一段时间，经历生死考验更能让一个人进步。我点点头，我明白了师傅，这半年我会尽量提升。好，这半年你也可以处理自己的事情，为师不会干扰你的，去吧。说完师傅便让张俊离开了。回到房间，我第一个给家里拨去电话，电话响了半天才接通，妈，生意还好吧？结果得到的回答让我大感意外，儿子，你千万别回清河，他们都在找你。我的心头一紧，连忙，发生了什么事？母亲把最近半年多发生的事娓娓道来。原来自打半年前开始，就有许多小混混隔3差5跑到店里捣乱，父亲无奈下报卷，但那些小混匪非常狡猾，人差不多来了他们就跑，而等 JJ 走了之后，他们又会卷土重来，让父母不厌其烦。到后来事情变得更加严重，他们开始往店里扔粪便，甚至丢汽油瓶子，让父母成天提心吊胆，被迫关店。这还没完，那些小混混居然找到家里去了，往家门上泼红漆，丢鸡蛋、大小便，甚至还断电线、剪网线、扎车胎。总之事情怎么恶心怎么来，弄得张家惶惶不可终日。最后干脆放出话来，让张家交出张俊，否则就要杀人放火灭张家满门。这可把张家人吓坏了。听到这里我怒火中烧，妈你放心吧，很快就会好的。说完这话我又安慰了几句才挂断电话，然后立刻给林贤打去一个电话，略略询问了一下珠宝店的情况。原来经过9个月的筹备，天行珠宝店已经万事俱备，只差我这个东风了，只要我一回来马上可以开业。张军歉意道：抱歉贤姐，过了这么久我才刚回东海，现在又必须回家一趟，开业的事情晚几天再说吧。晚几天也没关系，回来后立刻给我打电话。当晚我把事情和张武一说，后者大怒，立刻从能打的兄弟里随便挑了些，决定明早跟我一起去清河。次日又是飞机又是班车，花了好一番功夫才回到清河县。而途中我想起商阳在东陵市颇有势力，便一下车就给他打了一个电话。商阳一听是张军，非常高兴，老弟你可算想起我了，还没回东海吗？我一阵汗颜道：商哥不好意思，前段时间太忙没能联络。商阳爽朗一笑，没有关系，以后时间多的是。老弟你找我有事吗？商哥你在清河县有没有关系？我要办件事需要治安系统的配合。商阳想了想道：我在清河县没什么生意，不过清河县属于玉阳市，应该能通过玉阳市影响清河县。好，多谢商哥帮忙。通完电话，张武不以为然的道：兄弟直接把挑事的弄死算了，何必要让治安局插手？张军摇摇头道：我想事情没这么简单，我的父母都是老实本分的人，所以那些人10有8九是冲着我来的，而那些小混混也只是受人指使，我们想要顺藤摸瓜，就必须借助治安系统的力量。张武想想也是道：你觉得会是谁干的？我的目光森冷，不管是谁，我都不会轻饶他。之后张军带着张武等人赶到家中，到了大门前发现一地狼藉，墙壁上也涂满了红漆，这顿时让我的心中一阵自责。敲门后大声喊道：妈我回来了。房门打开，我就看到一脸憔悴的母亲，鼻头一酸，眼泪差点就掉下来了。母亲又高兴又害怕道：儿子快走，别让他们看见，不然你就危险了。妈没事了，他们被我赶走了。爸呢？母亲眼圈顿时红了，你爸上个月被逼急了，拿着菜刀出来赶人，结果被他们打断了腿，现在还在床上养伤。我把牙齿咬得咯咯作响，立刻去探望脸色苍白的父亲。爸你伤好点了吗？小军回来了，我没事，养几天就好了。我暗中动用眼睛能力，发现父亲的小腿骨断了，里面还使用了钢钉，便暗中以金光打入伤处，以加快伤情的恢复道：爸你别担心，我认识治安部门的朋友，他们答应帮我解决。好，一定要惩治那些社会败类。父亲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在家陪了父母片刻。我把张武带来的人留下帮忙看护，只要再有人过来闹事直接打残。他则和张武前往清河县治安局。清河县的治安局长名叫杜如龙。此刻杜如龙在自己家里突然接到电话，喂，什么事啊？局长，局里刚才接到市里的
的电话，说一会有2个人过去要我们全力配合。有说对方什么来头吗？没说，只说让我们全力配合。行，我知道了，我马上就到。挂断电话，他坐上车子一溜烟的赶往局里。另外一边，我们坐了10几分钟，杜如龙才走进办公室，高声道：“2位久等，我是治安局长杜如龙，请问你们有什么需要帮助吗？”我起身道：“杜局长好，我们希望贵局能够帮忙查一件事。”杜如龙呵呵一笑，还没请问2位怎么称呼？张武依旧坐着道：“我是张武，这是我的兄弟张军。前段时间有大批混混不断骚扰我兄弟的父母，还打伤人，咱们过来希望警察局能够做好本职工作，查清那些混混的来历，该审的审，该关的关。”杜如龙眯起眼睛，心说这货口气不小，自然而然的打起了官腔。2位放心，我们一定会全力侦破，不给违法分子留下丝毫生存空间。我皱眉道：“杜局长，我的父母从半年前开始就被人无故骚扰，期间屡次打电话报治安局，但治安局却什么作为也没有。你觉得那些人没有生存空间吗？”杜如龙顿时就黑了脸：“这位先生，我们治安员办案有自己的程序，不可能什么事都能立马解决。对不住了2位，我还有一个会，咱们稍后再谈吧。”杜如龙走后，张武冷笑：“兄弟，你现在知道和这些人员打交道有多难了吧？要不是商阳那通电话，我们连见他一面都难。”我心里也有几分恼火，立刻拨通了庄文的电话，因为隐约记得庄文有位舅舅是本省治安厅当厅长，不信杜如龙不老实办事。电话里庄文道：“兄弟，半年多没联系，最近好吗？”“文哥，兄弟求你办件事。”庄文笑了起来：“自家兄弟甭这么见外，我早说过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于是我把家里情况这么一说，庄文大怒，真是无法无天。兄弟，你等我消息，我这就去办。另一边，杜如龙也在另一个房间里打电话，对方是玉阳市组织部长赵卫民。姐夫，那2个姓张的小子什么来历？在我面前狂得很啊。赵卫民道：“你别乱来，这2个人倒没什么来历，不过有位准备在玉阳市投资的商先生打过招呼，让我们特别照顾一下。”呵呵，我当是什么大人物呢？原来是投资商的亲戚。杜如龙有些火大，赵卫民立刻喝道：“你给我收敛一点，你这些年做的事情有点过了，万一出事我也保不住你。”“行了行了，我知道了，姐夫，晚上我去你那喝几盅。”挂了电话，杜如龙冷笑一声，叫来几名治安员道：“你们去详细问问我办公室里那2个人，摸清楚他们的底子。”办公室里几位治安员不冷不热的给我做笔录，然后拿去找杜如龙。杜如龙本来浑不在意，但当仔细一看，不禁心头微跳。原来父母的事他早就知道。大约半年多以前，清河县的几个地头蛇来找他，说是要修理一对开小店的夫妻，希望治安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时杜如龙收了不少名酒名烟，还有10万块钱。此刻他合上笔录，眼珠子一转：“什么狗屁投资商，老子可管不着。当初收了东西，这案子我是不能接的。”想到这里，他命人去告诉我和张武，让他们先暂时离开，治安局很快就会给予答复。我也知道待下去也没意思，于是决定先回家等消息。我们一走，杜如龙就给清河的某个地头蛇打电话：“黑柴，张国忠那家人来治安局报案，好像还有点背景，你们怎么搞的？怎么不提前通知一声？”黑柴立即道：“杜老板放心吧，我们马上摆平这件事。”当天晚上，庄文给自己的舅舅冯玉龙去了电话，2人聊着聊着，庄文就把我的事情略微一提。冯玉龙好奇：“这事倒也不大，不过小文，你平常并不喜欢揽这些事，这个张军是什么人？连你都说动了？”庄文笑说：“舅舅，乐乐的病就是他治好的。”冯玉龙一惊：“乐乐的病多少名医都束手无策，这个人居然治好了？”“对，这个张军还跟华不义有渊源，他有这能耐也不奇怪吧？我能认识这样的奇人是运气好。”冯玉龙心头一动：“庄文，我想见一见这个人，你明天能不能来玉阳一趟，也好帮舅舅引荐？”“好啊，最近手头也没什么事，我今晚就过去，明天能到。”2人就这样约好了时间和地点。另外一边，晚8点，我的家里只有我和张武等人，因为不想父母再受到惊吓，我们已经把他们秘密转移到宾馆暂住。就在这时，我们同时看向屋外，我还顺手把灯关上了。屋里顿时一片漆黑，很快我们听到一阵混乱的脚步声到了门外，有人低声道：“大哥，砸门吧。”此时我突然拧开暗锁，拉开房门，门外的人一看房门开了，都吃了一惊，再往里一看，却黑洞洞看不清楚，跟着一个青皮汉子把门完全推开，一招手就带着10几号人涌入房间。当他们准备开灯的时候，突然感觉后脑一麻，便晕死过去。一票人在短短的10几秒内已经全部昏迷倒地。张军默无表情的把人都拉到里屋道：“武哥，让3个弟兄过来，顺便找一辆车。”张武明白我的意思道：“直接找个荒郊野地，让他们见识一下你武哥的手段。”医院里负责看护的弟兄立刻分人出来，包了一辆大货车开向小区。与此同时，又有10几号人马找来，同样被张武放倒在地。就这样半个小时内，前前后后4批人出现，全被一一放倒。我叫醒其中1、2人后，确定了主事之人。3名弟兄把车开来，我让他们把除了4名首脑之外的人全部丢到了货车上道：“往东是山区，人烟稀少，你们每开出2里地就给我丢下1人，斩断1手。”3个人神色镇定的点头，然后挨个把几10号昏迷的人扛到车上，绝尘而去。房间里还剩下4个人躺在地上，他们分别是黑柴、马三、青皮里和刀疤羊，正是这4个领头的。张武道：“我去找车。”很快，张武开回一辆车，将4人也丢在后面，然后把车一直往南开。清河县南边是一片盐碱地，连农民都没有，平常很少有人出现。开出清河县30多里外，我们在一座光秃秃的土丘前停下。黑夜中，那4人看到2个人影站在跟前，顿时知道不妙，一人道：“2位有话好说，我是清河县的马三。”平的一声，我一脚踢在马三面门上，踢碎了满口牙齿。马三则痛得在地上打滚。我冷冷道：“我没让你说话，最好闭上嘴。”然后问其中一个光头：“你是青皮里？”“是。”青皮里连忙道：“我寒声问，是谁指使你对张国忠一家下手？”青皮里脸色一变：“这位兄弟，都是
是道上混的，你应该知道规矩。我不能说。咔嚓，我一脚踩下去，青皮里的小腿剧痛，当场骨折。他惨嚎一声，攥着拳头，一脸痛苦。张武也开始审问另一人，对方身材瘦小，但眼神凶厉。张武捏住对方一根手指，是谁指使你对张国忠一家下手？黑柴目光一闪，你敢动我一指头，我保证你不能活着走出清河县。张武一脸好奇，那你真是吓到我了，我已经开始紧张了。说着话，他手上微微用力，黑柴就感觉指尖上传来剧烈的疼痛。可是张武还在用力，淡淡的问：回答我刚才的问题。黑柴立刻破口大骂，张武根本就不理他，指上继续加力，一下就把黑柴的指骨捏碎。青皮里则被我踩断小腿，叫道：我说，是林少让咱们这么做的，他给了我100万，还让我们把张军引出来做掉。另外一个叫刀疤羊的人也跟着招了。对，就是林少，他也要我做同样的事。张军皱眉反问：林少是谁？林少叫做林健，来头很大，听说是云东林家的少爷，专门做珠宝生意。我的眼皮一跳，林家？难道这是和林贤有关？跟着我又仔细询问，最后连黑柴也招出是林健让他做的。问过之后，我出门拨通林贤的电话：贤姐，你认不认识林健？林贤一愣，他是我二叔家的堂弟，你怎么问起他了？是不是林健找你的麻烦了？我沉默了片刻，贤姐，林健找人对我家人下手，我不会放过他的。林贤又惊又怒，这个混蛋，我找他去。贤姐，我立刻叫住了他，道：这是我来解决，你就当不知道，也不要对任何人提起。林贤十分犹豫，小弟你想怎么做？总之我不会做到最后一步。林贤叹了口气，知道我现在特别愤怒，那你小心，他虽然不喜欢林健，但对方毕竟是他的堂弟，他并不希望对方出太过分的事，不过这是涉及到我，他也不好插手。挂断电话，我对青皮里道：给林健打个电话，就说你已经抓到我了。青皮里不敢拒绝，很快就拨通了电话。讲明了事情后，林健一愣，干得很好，我会按照约定再给你200万，人你先不要动，我会亲自过去处理。过了一会，刀疤羊的电话响了，居然是林健打来的，想必他要通过刀疤羊确定一下情况。刀疤羊自然不敢乱说道：林少，人被青皮捉住了，我下手晚了一步，好，你们都干得很不错，到了清河我请你们喝酒。确定张军被抓之后，林健心情大好，他又打给徐博把情况一说。徐博非常惊奇的心中暗喜道：你确定逮住张军了？不会有错，清河县上的几个地头蛇全部被我买通了，他插翅也难飞。徐博还是有点不放心道：我总觉得这事未免太轻松了，我当初可是2次杀他都没成功。哼，我看你是被吓破胆了。行了，等我处理完那小子回去，你请我喝酒。次日一早，林健乘车前往清河县，与此同时，庄文也已经到了玉阳市，然后联系了冯玉龙，两人刚在宾馆碰头就给我打来电话，我正站着混元庄呢。而昨晚处理那些混的事也轰动整个清河县，不久连玉阳市也惊动了，所以现在最恼火的人是杜如龙。一大早就有领导跟他说了这事，清河县几股势力的混居然全被人砍了手，剥光了衣服丢在冰天雪地里。杜如龙意识到这件事和张军有关，震惊之下立即差人抓捕，结果他的命令才下，立刻又有领导打电话过来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杜如龙，你如果不想干了，趁早给我滚蛋！杜如龙心中发苦，应声虫似的连连说是。此时杜如龙眼睛血红，恨恨骂道：抓到那2个小子，我非扒了他们的皮！此时我正准备出去吃午饭，一群治安员就冲进房间，二话不说把我和张武铐上。张武却对我咧嘴一笑，他们动作挺快。之后我们被拉到了治安局，直接关了起来。杜如龙亲自提审，审讯室里强烈的灯光刺得我和张武眯起眼，不过我们一点也不担心。杜如龙一拍桌子：你们胆大包天，居然敢行凶伤人，而且一伤就是几十人，谁给你们的胆子？我嘴里还嚼着口香糖道：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你哪只眼看见我伤人了？拿证据来，你不要嚣张！杜如龙吼叫：乖乖招了免得受罪，要不然让你们尝尝清河治安局的手段。张武呵呵一笑：那就赶紧上吧，咱们都等不及了。杜如龙结识的人3教9流都有，倒也不出张武这样的一挥手道：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立刻就有治安员拿着2叠草纸过来，然后放在张武的胸口，准备就这样垫着给他几下。张武脸上笑容依旧：就这样而已，老子连感觉都不会有。2名治安员顿时有些恼火，加大了力气真给了他几下，可不管他们怎么打，张武一点事都没有，还是笑眯眯的模样，这让治安员非常吃惊，无奈之下转而来对付我。结果同样的事情发生了，我居然也跟没事人一样。2个治安员没办法，最后求助于杜如龙。杜如龙一双眼睛像毒蛇一样盯着我们，上大褂吧。而所谓的上大褂，其实就是监狱刑罚的一种，对狱内严重违纪的犯人使用，不可能不留下伤痕。随后我和张武就被带到禁闭室，我和张武很配合的被吊了起来，人呈大字悬在空中，脖子上还挂上一个10斤重的铁球。治安员冷笑一道：你们慢慢享受。说完就砰的一声关上走人。张武笑问：兄弟感觉如何？张军感慨道：别说还挺舒服的，我正好借这个机会练功。而就在我们被关禁闭的档口，玉阳市的会议室里，领导正在开会。见过庄文后的冯玉龙神色严肃的讲话，内容是地痞流氓欺负坑害清河县的一对夫妻。会议结束之后，杜如龙接到了他姐夫的电话。10几分钟后，我和张武被请到了办公室。杜如龙一脸讨好之色：二位对不住啊，事情已经查清楚了，和你们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相视一笑：这些话你对别人说去。说完我们直接就出了治安局，留下魂不守舍的杜如龙。出来后我接到了庄文的电话：兄弟，晚上你能不能来玉阳一趟？我介绍我的舅舅冯玉龙给你认识，我知道今天的事肯定是庄文在使力，有必要当面感谢便道。好，我这边很快就到。于是我让张武守在清河，独自一人前往玉阳市。车上我思考着，随着事态的发展愈发明了，我也越来越明白这件事背后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像庄文还有他背后的势力
势力，我都需要依靠一下。加上有张武和师傅作为后盾，我绝对不会让那些伤害我父母的人有好下场。而这也是我第一次独自面对一些势力，游戏才真正开始。该让一些人知道我张军不是好欺负的，顺便也看看自己的潜力到底在哪。